小姐，你怎么坐在这里了？是不是冷啊？本来今日我看天气挺好，小姐也睡得安稳，就出去买些吃食。没想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往回跑，生怕小姐被雷声惊醒，也怕房顶漏雨浇着小姐。没想到小姐还是醒了。小姐吓着了吧？都是我不好，不该将小姐自己留在这里的，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自己穿就可以了，你先去将自己的一身湿衣服给换下来吧。小姐，你刚才说话了。小姐，那个，你能不能再说句话呀？一句就行。去换衣服吧。小姐，你在这坐着，我去做点吃的，你别乱走啊。魏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小姐，来吃饭了。外面的雨停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找人修房顶。也不用修得太好，能用1年就可以。1年后我们就会离开这里。说说最近京都和太傅府的动静吧。小姐说笑了，奴婢是被夫人救回来的，一直跟随夫人和小姐住在这小村里，从来都不曾出去过，怎么会知道京都和太傅府里的事情呢？我就是备选，如假包换。花扇姐姐在顾虑什么？见华扇依旧不出声。花扇姐姐不会因为我娘已经不在了，就想将所有的产业和势力据为己有吧？小姐，你误会了，奴婢从来都没有过背叛之心，只不过事情有些复杂，奴婢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魏巡自然知道华善是一个忠诚的，不然也不会这么直接的就问他。毕竟这个人以后会一直都跟着自己生活在一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死华善都会陪在自己身边。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今晚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然后明天慢慢的讲给我听。不过华善姐姐你要听好了，我要听的是全部，半点隐瞒都不要，就算是为了我好的那种都不行。而且自从我清醒以后，我就发现我脾气好像不怎么好。虽然不知道备询为什么突然间就好了，又好像知道些什么，但是醒来了就好，不是吗？第二天一早，小姐，一会儿咱们稍微乔装一下，奴婢带您去个地方。1年后，主子，其实这一次您不必亲自来的，属下解决就行。我实在是待得无聊，想找些事情做嘛。毕竟过几日再想出来就没这么方便了。去吧，继续盯着，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就不用插手。要是让我知道有谁被玄儿给收买了，回来之后自己往油锅里跳就行。他得赶紧去告诉下面那群小鬼差们，以后给那小祖宗做事可千万得隐蔽着点啊！真是命苦啊，怎么就摊上这么2个主子？这1年来，他的魂好几次都要被吓散了。主子来了。哟，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看样子是认出我来了。主子，你这一身红衣在江湖上都出名了，他们又不傻，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可我就是喜欢红衣啊，多好看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看着就暖和。拦他的马车肯定是吴城阁主没错了。快走，快走啊！走是走不了啦，你们可真是让本阁主好等呢。马车上的人还不下来吗？难不成还让本阁主亲自请你不成？这大雪天的，真不想将手伸出来，太冷了。素手再一次抬起，车夫只觉得一阵清风拂过，紧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身后马车的车厢竟然整个被掀飞。你就是那个虎什么玩意儿来着？虎狼寨啊，对，你就是那个虎狼寨的寨主，劫了我们吴城阁货的那个白痴。是又如何？我们都已经查到了，你们这批货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路子来的，既然如此，黑吃黑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家主子不喜欢别人坐着，他站着。那个
阁主如果能够放我密码，我们虎狼寨愿意归还吴成阁一半的货物。一半的货物？哼，说你是白痴，你还真的就是个白痴啊！我今日不是来跟你讨价还价的，而是来通知你一声的。就在1个时辰之前，也就是你在望春楼跟那个舞娘眉来眼去的时候，我吴成阁的货物已经尽数拿回来了。不仅拿回来了，还顺便多拿了一些。毕竟我们吴成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睚眦必报，绝不吃亏。现在你们那个寨估计也就只剩下了大门了。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没有大门的话。江湖上人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既然今日遇到了，那就看看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呵呵，就你也配我主子出手？来吧，给你一次机会。姑奶奶华善，到了地府记得报我的名字，可别找错了人。魏巡听到这话，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报他的名字，那还不如报自己的呢。好歹他还能被特殊照顾一下，多炸一会儿。快一点啊，我的暖炉快灭了。不到10个回合，地上的2人就已经没有了气息。主子，咱们回吧。华山，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主子，属下什么都没听到。快跟我走，有人在打架，咱们瞅瞅去。华山深知自家主子那八卦的性格，只能紧紧地跟在身后，生怕自己一个分神就追不上了。主子，那个人好像受伤了。不是受伤，是中毒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毒呢。半个时辰内如果解不了，估计人就凉了。要救人吗？我只是来看热闹的。话音刚落，魏巡就发现那护着中毒男子的护卫朝着自己的方向看了过来。姑娘，如果今日您能出手相救，他日必以命相报。又被发现了。主子，那主仆3人的武功极高，您刚才说话又没有收音，定是能听见的。好吧，那我下次注意。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没意思。还看我？你再不努力，你家主子就要毒发了。那2个护卫对视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护卫突然暴起，瞬间拦下了面前的所有死士，而另外一个侍卫则是背起了中毒的男子，朝着被寻的方向狂奔过来。麻烦姑娘了。喂，我好像没答应什么吧？你们还真是不要脸。一个死士见被寻跟这2人并不是一伙的，瞬间突破2人的防线，冲着那男子一剑刺了过来。滚远点，别弄脏了我的衣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呢。去帮他们解决了。有了华善的加入，不到1炷香的时间，死士们便全部躺在了地上。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可别谢我，要谢就谢你们的厚脸皮吧。真是抱歉，我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知道姑娘是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们只是想报答姑娘而已。哼，你们再报答一会儿，估计你们的主子可真就没气儿了。这男子命格不凡呢。命格不凡？他可是没有忘记阎王说的话，不过他自言自语被小祖宗听了去，应该没关系的吧。等一下，一脸肉疼的在袖袋中掏啊掏。是哪个瓶子来的？不管了，蒙一个吧，反正都是好东西。扶他坐下。被寻蹲下，粗鲁的将那枚丹药快速的塞到男子的口中，生怕晚1秒钟自己就后悔了。就在被寻的手即将离开时，手腕突然被大力抓住。怎么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谢没一个，还想将我手腕折断不成？抱歉。阁下眼角的泪痣还真是挺好看的，想必长得不错。既然你已经没事了，那我们也就走了，后会有期吧。主子，他刚才看见了您的胎记，要不要属下回去？不必了，我总觉得还会再相见的。
泪痣，他这是在威胁我吗？王爷，都是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这是个意外，不怪你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主子，您身上的毒……那丹药确实是好东西。那两个女子，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仅凭一个暖炉就能将死尸砸死。她，是无城阁阁主叶芝。这么多年，魏巡和华善依旧住在那村子里的小破房子中。主子，吴承阁今日来报，半月前先帝驾崩，年仅6岁的太子继位。可就在几日前，先帝的贴身太监不顾阻拦，在早朝的时候闯入，拿出了先帝的遗诏。先帝遗诏上面写的什么？遗诏上写，先帝继位后封凤千爵为摄政王。凤千爵就是那个8岁上战场从无败绩，后被先帝亲赐3万兵权，改名为凤家军，并承诺永不收回兵权的战神凤千爵。对，就是他。不过凤千爵并不在京都，估计这会儿在回京的路上。然后还有一件事是关系到主子的。是不是咱们快要回京了？主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猜的。那主子猜对了。据说先帝登基最看重的就是礼仪孝道，如果被先帝发现有大臣不尊长辈、苛待发妻、虐待儿女，轻则训斥，重则免去官职。属下听说京都已经有好几个大臣遭到训斥降职了，还有一位大臣因为宠妾灭妻，以至于发妻吊死在房中，现在那位大臣已经被罢免了官职，赶出京都了。主子，估计太傅府的人很快就要来接您了，您……那就回去吧，反正我也想看看那个所谓的亲爹在看见自己的女儿竟不是傻子时的样子。我知道这些年一直都想为我娘报仇，咱们不着急，慢慢来才有意思，不是吗？3日后。哎呦，你这个丫头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来接夫人和小姐的。咱们大老爷一直都想着小姐和夫人，这派我们来接他们娘俩回府呢。当时夫人生产完，说是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养养身子，非要来这乡下。我们老爷使劲拦都没有拦住，这才依着夫人的心意，将他们母女俩给送到这里来静养。老爷这几年身子不好，实在是太想他们娘俩了，这不就派我来将他们母女接回去吗？夫人，小姐，你们快出来呀，咱们这就回府吧。附近的村民听见那嬷嬷在嚷嚷，都在窃窃私语，有胆子大的甚至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华善简直都快要被这嬷嬷给气笑了，他真当自己和旁边这些村民都是傻子呢，随便几句话就能将贝承平苛待妻女的事情给抹平了。哎呦，这就是小姐吧？快让我看看，老爷可是想你想得紧呐。哎，夫人呢？夫人在哪里啊？你问我娘啊？我娘这会儿正在天上看你们太傅府的笑话呢。小姐呀，虽然您从小就痴傻，但是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不是在咒夫人吗？夫人，咱们回府了，夫人。喊什么呢？喊什么呢？你在这叫魂呢？没听见雪儿说夫人在天上的吗？你们堂堂太傅府，将他们母女2个往这破地方一扔就是10几年，不闻不问，就连2年前这孩子的娘不在了都不知道，居然还站在这里嚷嚷想他们，还真是不要脸呐！就是的，呸，真好意思说。当初他们娘俩被送来的时候，寻儿还不到1岁呢，夫人身子不好，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对，我也记得当初夫人身上没有银子，还是托我将身上仅有的首饰还有玉佩拿到附近镇上卖了些银子，这才勉强度日。夫人心肠好，后来无意中将华善这丫头救回来，一直养在身边。这丫头也是个记恩情的，夫人离世后一直照顾着寻儿，不然寻儿这会儿啊已经……嬷嬷听见大婶们你一句我一句，
脸色涨得通红，可却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小姐，咱们回家好不好啊？你爹真的挺想你的。好啊，我也挺想看看我那个便宜爹是怎么想我的。说话清楚有条理，目光清澈，行为稳重，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傻子呀。不是你们要接我回去的，不走吗？小姐，您不用收拾一下吗？这房子里面最值钱的就是我了，没什么可收拾的。将被寻扶上马车安顿好了之后，看着想要上来的嬷嬷说道：我们小姐不习惯跟陌生人共处，就劳烦嬷嬷跟车夫一同在外面吧。哎呀，这母女俩也是苦命，虽说在这村子里是穷了一些，可是总比回到那吃人的太傅府强啊。就是的，寻儿的病才好了1年，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适应。小姐，那个府上今日有事情，咱们还是走侧门进去吧。嬷嬷，虽然贝大人将我跟我娘送到村里不管不问10几年，但我依旧是贝大人的骨血，是这太傅府的小姐。是嬷嬷说贝大人十分想念我和娘，所以才将我接回来的。可是为什么连大门都不让我走，而是让我走侧门？我娘已经不在了，你们就如此欺辱我吗？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那个小村子里去。那里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好歹会把我当个人看。嬷嬷被被寻这一番话着实给惊着了，赶忙上去就想捂被寻的嘴。怎么，你一个嬷嬷还想打我不成？难道你们接我回府就是为了折辱我吗？当年将我们娘俩扔到乡下不闻不问10几年，一回来就想打杀我，你们一群黑心肝的，我娘可在天上看着呢。门房听到府门外有动静，赶紧出来看了看是怎么回事。太傅的书房中，老大呀，如今朝中的形势你是知道的，咱们府就只有你我2人在朝为官，新帝继位，咱们可千万不能出现什么把柄。为父虽是太傅，新帝也尊称我一声帝师，但那也只是表面，切不可骄傲。新帝跟先帝不同，新帝非常看重镇国公府，伯日怕是要委以重任，所以为父今日一早已经派人去将明子院母女2人给接回来了，估计再有一会儿就该到了。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明子院，但你不该见她没有利用价值就那么对她母女俩。她再不跟娘家往来，她也是镇国公府的嫡女。这次他们母女回来，你定要好好安抚，别再惹出什么乱子。对了，还有啊，让你那个妾室和她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也先避一避。她虽是户部尚书的庶女，但到底比不过镇国公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让你休妻，更不让你将那女人抬为平妻的原因。一旦你苛待他们母女俩这件事传出去，你这官位估计也就做到头了，到时候为父也保不住你。虽然新帝不会明着罢免为父，但估计也离告老还乡不远了。儿子知道了，让父亲操心了，儿子定会。老太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情了？不知道我正在跟父亲谈事情吗？老爷，您快去府门口看看吧，大小姐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将夫人以前的院子收拾出来，让他们母女俩还住在那儿就行。晚上我会过去看他们的。不是，老爷，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在听到管家的话以后，这个孽女，当初生下来就该将她掐死。夫人呢？夫人没管着点啊？老奴并没有看到夫人，只看到了大小姐。造孽啊！我身为太傅，居然没能将自己的儿子教好，真是……都给我停下！老爷，大小姐她……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在府门口吵闹成何体统？大小姐的脑子从小就痴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还不快将他扶进来，一会儿别摔着了。还有夫人呢，是不是还在马车里啊？我娘已经离世2年了，贝大人这么想我们，居然不知道？你哼，贝大人见我不是个傻子，是不是特别的意外啊？这嬷嬷看我穿着破烂，怕我将你们的太傅府的大门给踩脏了，让我从侧门走。既然这太傅府如此的金贵，那我便不进去了，我这就回我的小村子去。虽说这几10年来没人过问，日子过得穷苦，可胜在自由，不会遭人嫌弃。这是嬷嬷的错，她也是好心办坏事儿。为父刚才和你祖父在书房商谈事情，从侧门走到书房更近一些。这么多年过去了，为父真的是很想你们呀。哼，贝大人，您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不管是对是错，我都跟您进去。你说。我叫什么名字？贝正平沉默了。当初将我们母女俩送走的时候挺着急吧，连名字都没时间给我取一个。我叫贝寻。贝大人，看样子你还真是挺想我的。我住哪儿？大小姐，请随老奴来。夫人的院子一直都空着，我已经命人收拾出来了。您住那里行吗？那处是什么地方？那浅月水榭是你娘在你还未出生时为你布置的。见过老太爷。见过贝太傅。你应该叫我祖父。我就住这里。也好，你住在这里也算是全了你娘的一片爱子之心。管家，命人收拾出来。管家支支吾吾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怎么，现在我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吗？不是，回老太爷，大老爷1个月前已经答应将这浅月水榭给2小姐住了。这么多屋子，他就非住在这里，去告诉他，让他换个地方住，就说我说的，浅月水榭以后就是大小姐的了。大小姐，这水榭里的样子还跟夫人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变动都没有，全都是当年夫人亲手布置的。大小姐，请等一下。大小姐，请您看这里。当年夫人有个闺中密友，后来嫁给了一个懂机关术的能人异士。这水榭就是夫人请他设计的，用的全是夫人的嫁妆。我记得夫人当年说过，要给她的孩子最好的环境，远离纷扰。大小姐，您再看这湖水，这湖水也是那人从这山后的一个活水温泉中引过来的，所以即便是在这寒冬也不会结冰。您知道的不少啊。哎，夫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子，尤其是对我们下人都很好，从来都不会惩罚我们，最多只是训斥2句，哪儿像现在的。哎，大小姐，咱们进去吧。这太傅府里都有哪些主子，这些人什么德行，他早就一清二楚了。况且他人已经住进来了，还怕收拾不了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地方还真是挺好的，是不是？是挺好的。如果将这廊桥给沉下去，任何人在短时间内都上不来。属下已经查看过了，非要硬闯的话，除了划船，就只能从后山绕。只不过后山通往什么地方还暂时不太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去。对啊，环境挺好，地方又清静，1日3餐有人管，还有漂亮衣服穿，最主要的是不用自己花银子。至于那些烦人的人，本小姐顺手帮他们教训一下，就当做是给这太傅府的伙食费吧。走吧，我的华善姐姐，去休息吧。明日一早估计烦人的人就该来了。主子，明日您还是收敛一些，能动嘴的就尽量别动手，如果一定要动手，就让属下去做，省得被人看出什么。知道了，我的管家婆。第2日一早，贝雪好像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叫骂声，但声音不大，就翻了个身继续睡着。
主子，湖岸边上骂了一上午的就是这太傅府的二小姐，也就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贝香梦。贝梦香。行吧，让她再骂一会儿吧。咱们有早饭吃吗？有，这水榭里是有小厨房的，属下已经做好了，这就给您端过来。咱们去门口的石桌上吃，顺便看戏，不然只吃饭多无聊。被寻是吧？你叫被寻是吗？你这个傻子，居然敢抢我的浅月水榭！你知不知道，1个月之前爹已经答应将这里给我住了，说是提前送给我的吉吉礼。你这个傻子听见没有？我在跟你说话呢。说完还想扇贝寻的脸，被华善给拦了下来。华善，奴婢在。丢下去。是。救命！贝寻，你居然，你是个傻子，你不能好死！贝寻看着另外一个丫鬟想要去通风报信，你还是省几步路吧，人马上就来了，不用你再多跑一趟。香儿，你怎么样啊？是不是冷？伤到哪里没有？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就掉到湖里去了呢？这女人的段位还真的是比那贝梦香高出不止一点半点啊！娘，不是我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是这个傻子让他身边那个贱婢将我扔下去的。要不是潘春会游泳，我就淹死了。娘，北巡，我是你父亲，见到父亲，你不用起身行礼吗？父亲，贝大人，请问从我出生起，可曾吃过你们太傅府的1粒米？可曾花过你们太傅府的1个铜板？你可曾养过我一天，抱过我一下，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贝大人，您这父亲2个字从何而来啊？你娘好歹也是镇国公府出身，她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娘？贝承平被贝寻的眼神震得失语，半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脊背竟然湿透了。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么凌厉的眼神啊？哼，贝大人和这位姨娘真是演的一出好戏啊！你们怎么不去戏班子呢？我就不信贝梦香在这骂了1个早上你们都不知道，恰巧她被扔到湖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有，这是我娘用她的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没花你们太傅府的1文钱，你有什么资格将她送给你跟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还要将水榭当做她的吉吉礼，你想的挺好啊，就像你给她起的名字一样，做梦比较香。老爷，就算是香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小姐也不能将她扔湖里去呀。现在可是深冬，会死人的。你叫金陵是吧？做妾就要有做妾的本分，庶女也要有庶女的样子。你听过哪家的庶女敢站在嫡女的院子门口骂一早上呢？你见过哪家的庶女敢指着嫡女的鼻子骂她是傻子，还摔了人家手中的茶杯，甚至伸手往人家脸上甩巴掌的？贝大人，如果是在别的大臣府里发生这种事情，会怎么处理啊？哦，对了，你爹娘是怎么教你规矩的？一大早的都聚在薰儿这里干什么呀？都没自己的事情做了吗？父亲，这个孽女她怎么了？她很好，被人欺负了就该狠狠地还回去，难道还要送脸上去给人打不成？这水榭昨日我已经做主给了薰儿这丫头了，管家没让人告诉你吗？你今日来是个什么意思呀？是我说的话不好使了吗？可是祖父，父亲1个月前已经答应将这水榭送给我，当做吉吉礼了。你糊涂啊！这是薰儿她娘用嫁妆给薰儿建的，就等于是人家的嫁妆，你有什么资格将人家的嫁妆送给其他人啊？别说如今薰儿回来了，就算是薰儿他们娘俩这辈子不回来，这水榭
也不能让其他不相干的人住进去。太傅府这么大，你要是真喜欢水榭，就让你娘也用她的嫁妆给你建一个，然后让你住进去，我绝对没有二话。金陵听见贝太傅的话，羞得满脸通红。他要是能建得起水榭，还用让自己的女儿来这里闹吗？哼，你们几个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走吧，别在这里碍眼。贝太傅，要进去喝杯茶吗？好呀，那就麻烦薰儿了。薰儿啊，你爹他当年只是一时糊涂，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以后定会好好对你，只是可惜了你娘啊。不过你放心，祖父保证，只要有祖父在的一天，就绝对没有人敢欺负你。这太傅府你想怎样就怎样，想出去逛逛也可以，不会有人限制你的自由。还有，祖父听说你回来没有带东西，来，这里是一些银票，看到什么喜欢的就自己买回来，银子要是不够呀，就直接去账房支。我已经让管家跟账房说过了。贝太傅言重了，我已及笄，早就过了需要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了。况且不是真心的东西，我要了恶心。至于我娘，我觉得我娘挺好的，这会儿估计已经转世为人了。不管怎样，都比回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要好。贝太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我这个人吧，性子随了我娘了，有些倔，脾气也不怎么好。以后在外面我虽不会特意去宣扬什么，但有人问起来，我也是会如实说的。至于镇国公府不日便会回京的事情，那不是我该考虑的，更不会去说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去全你们太傅府的颜面。毕竟我娘确实是受了天大的委屈。贝太傅，说谎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不停路过的小鬼差听到贝寻的话，差点被自己手中的链子绊了个跟头。谁敢让这小祖宗下拔舌地狱啊？活够了吗？他不拿着钳子追着他们这些小鬼差，那都是佛祖显灵了。贝康德听见贝寻的话，心下暗道这个丫头的聪慧，真想知道贝寻这10几年来都是怎么过的，他的痴傻又是怎么好的。贝太傅，还有事情吗？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一会儿要出去逛逛。没事了没事了啊，那祖父这就回去了。哦对了，你一会儿出门要是用马车的话，就直接让管家准备就好。我家小姐不喜欢跟别人共用一辆马车。贝太傅讨了个没趣，讪笑着离开了。去，将大老爷给我叫到书房来。爹，您找我？你去找人去那个小村子里，查查贝寻他们母女2人这10几年来是怎么生活的，隐蔽一点。父亲，您是有什么怀疑吗？难道是贝寻被人调包了？我就说，一个出生就痴傻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么好了？她应该就是你的女儿没错，我只是好奇，明子院是怎么将这个孩子养大的？她的痴傻又是怎么好的？她的聪慧，就是10个贝梦香绑在一起，也不如她一个。还有，你最近还是在外面谨慎一些，外面的流言蜚语幸好没传到新帝的耳朵里，以后要是再传出什么不好的话，咱们太傅府估计到我这一代就要结束了。儿子知道了。你回去给我好好的管一管你那妾室和你那没脑子的2女儿，别让他们再去招惹贝寻。刚才他说不会特意去宣扬你苛待他母女的事情，但如果有人问，他也会如实说的。如果你们将他惹急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你这官位也就做到头了。现在新帝登基，正是杀鸡儆猴的时候，咱们还是小心一些。这边贝寻带着华善2个人在京都的大街上溜达。哎，那是谁的马车呀？好大的派头啊！你是刚到京都来的吧？没看见马车上的牌子吗？那是凤将军的马车。凤将军，他不是在西北练兵，1年才回来一次吗？哎呀，你们2个到底知不知道啊？现在哪还能叫凤将军，应该叫摄政王了。
那凤将军这次回来，应该就不会离开了吧？按理说应该是这样。我还听说，咱们凤将军多年洁身自好，今年已经年满20，至今还没有娶妻呢。这次回来啊，估计那凤府的门槛都要被媒婆给踩塌喽。哎，还有啊，据说那凤将军长得连男人见了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呢。也不知道是哪家小姐能那么好命，嫁给凤将军。主子啊，那个，您要是实在好奇的话，我让米峰送一幅凤将军的画像来给您看好不好啊？正好米峰现在就在京都，夜探凤将军府这种事儿，咱们就别干了吧。真扫兴。啊，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米峰在京都？他现在在哪儿？咱们去找他玩会儿去。小祖宗哎，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让华善派人过来告诉我一声就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主子，您这次来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也没什么事情可交代的。吴成阁被你管理的挺好的，不过大事没有，小事倒是有一件。主子，您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属下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包您满意。我要看看。主子，您说您要什么？我说我要凤千诀的画像。主子，您要他的画像做什么？因为刚才在外面我听百姓们说那凤千诀长得连男人看见了都流口水，所以我好奇想看一看。可是华善他不让我夜探将军府，所以就只能找你要一幅画像了。哎呀，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到底有没有嘛？蜜蜂以前只觉得自己的主子喜欢八卦，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可这什么时候又新添了一个好色的毛病了？我问你话了，你看他干什么呀？想挨揍了是不是？有是有，别说凤千诀的画像了，咱们吴成阁就连现在皇位上那小皇帝的画像也是有的，只不过那画像现在不在这里，主子要是想看得等几天。啊对了，那老虎寨怎么样？可都搬空了？哎，主子，你怎么总是记不清名字啊？是虎狼寨，按照主子的吩咐都搬空了。别说，那虎狼寨里好东西还真是不少，也不知道打劫了多少过路的富商呢。老规矩，拿出一半放到学堂和赈济灾民。主子放心，属下知道的。见被寻要走，蜜蜂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你有什么话就说啊，我最看不得你这个样子了，会让我想抽你。那个主子，其实属下最近还查到一件事情。说吧，慢慢说，我不急。对了，你让他们给我送盘瓜子上来，我一边嗑一边听。啊，主子，那个瓜子儿，要不咱们就算了吧。我怕您一会儿将瓜子扣我脸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主子，这不是那凤千诀要当摄政王了吗？所以依着规矩，属下就将那凤府给查了一遍。其他的倒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儿，属下还是觉得应该告诉您一声，求帮助。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倒是说啊！你没见主子的手马上就要抬起来了吗？啊，我说，就是，我们查到主子您和凤千诀，这其实是有婚约的。所以这个八卦居然是他自己。刚才可能是我喝茶的姿势不对，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主子，您和凤千诀有婚约。被询愣住了，久久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到。半晌后，展开说说。是这样的，我们查到凤千诀的爹娘是青梅竹马的情谊，所以很早就成亲了。夫人和凤夫人沈碧涵曾是闺中密友，夫人嫁人的时候，凤千诀已经3岁了，所以凤夫人在夫人还没怀上您的时候就说过，如果将来夫人生的是个男孩，
就让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如果是个女孩，他们就做儿女亲家，并且交换了信物。后来边境动乱，凤家一家去了边南西陲，凤战不幸战死，沈碧寒伤心欲绝，在3年后也撒手人寰。当时凤千珏只有15岁，就跟主子您现在一般大。凤千珏8岁就跟着凤战上了战场，从无败绩。凤战战死后，先帝心有怜惜，又对凤千珏颇为赏识，这才有了现在的凤家军。所以凤千珏知不知道婚约这件事儿，属下也不知道，毕竟定着婚约的时候还没有您呢。你可知当年的信物是什么？属下没有查到。属下也不知道，有婚约这件事情，夫人从没有跟属下提起过。不过当时夫人和小姐那种情况，说不定那信物早就被卖了也说不定。不会的，以我娘的性子，那东西肯定是不会卖的。不管了，回头再说吧。反正现在我就当不知道，估计那凤千珏也不一定会知道，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想娶我的。毕竟我天生痴傻，说不定以后再犯病呢。果不其然，刚走到太傅府门口，贝雪，父亲被皇上训斥了，你满意了吗？这下连皇上都给你撑腰了。当年是我让贝大人将我和我娘送去那个小村子的，是我让他苛待我和我娘的，如今也是我求着他将我接回这太傅府的。贝梦香，你要是心中有火，就去找那个始作俑者发，冲着我这个受害者喷什么口水？说完，魏巡就带着华善头也没回的就走了。爹，你看他呀，他不是天生痴傻吗？你看他如今伶俐的口齿，怎么可能是个傻子呢？爹，你是不是接错人了？哼，你给我把嘴闭上！他再怎么样，也是正室嫡出，你一个妾室所生的，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自己的长姐？上次跟你说的话，看来你是没长记性。回去以后抄10遍祖训，抄不完不许出来。老爷，你们最近安分一些，别惹父亲不痛快。如今新帝登基未满1月，朝中动荡，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斟酌，你们就别添乱了。再过半个月，皇上会举办宫宴，到时候所有的大臣和家眷都要参加，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香儿也快及笄了，是时候提前相看相看了。主子，这是米凤刚让人送来的，是凤千珏的画像，您还要看吗？看？为什么不看？给我拿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凤千珏长得什么样，难道还能有我好看不成？我的华善姐姐，快将嘴边的口水擦擦，都快流到画轴上了。主子，您就别打趣属下了。她有我好看吗？男人和女人的容貌，这也没法比呀。主子好看，主子您最好看，凤千珏怎么能跟主子您比呢？凤千珏与此同时也是坐在书桌前，看着面前的一幅画发呆。这是吴承阁阁主叶芝。你没事做了？这叶芝每次现身都是一身红衣，戴着面纱，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但是仅从一双眼睛和仪态就能看出，定是个绝色啊。本王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您说贝巡啊？属下已经查到了。贝巡从一出生就是个痴傻的，一直随他娘生活在那个小村子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但是从1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就不傻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突然就好了。至于容貌，只听附近的村民说呀，贝巡几乎不怎么出他的院子，但是个美人坯子。他知道跟本王有婚约的事情吗？应该是不知道。魏泽，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咱们的人里面物色一下有没有适龄的男子，官位大小不重要，主要是人品得好。然后摸清楚贝巡出门的时间，让这2人偶遇一下，只是偶遇，千万别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或者惹出其他不好的谣言。
本王是要给他挑个良人，而不是败坏他的名声。他家主子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怎么还自己给自己找绿帽子戴呢？没明白。明白了，属下这就去物色。如此这样，也不算我违背了答应娘的承诺。主子，这已经是这傻子第7次从咱们楼下无意路过了。去查查，事出反常必有妖，一看就不是个好鸟。过了一会儿，贝勋没有听见回应。我的花扇姐姐，你不过来帮我挑衣服，站在窗口数什么呢？主子，据我观察，楼下好像不止一个男人在乱晃，而且都还时不时的往上看。您从太傅府出来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戴着面纱呢吗？戴着呢呀。主子，您现在这里试衣服，我让掌柜的去找米峰过来。这件事情要是不弄清楚的话，我今晚都睡不着觉。主子，我能进来吗？能。主子，你猜我查到什么了？你动作还挺快，查到什么了？属下查到，主子，您是仙女吗？你查到我是仙女？不是，我是说，主子，你这身实在太好看了，就像仙女一样。好看吧？我也觉得这几套里面就这套最合适。你们说我要是这样去参加皇上举办的宫宴，怎么样啊？主子这是想嫁人了吗？那接下来的事情我还要不要做？接下来的什么事情？还有，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华山好像才刚出去没多久你就来了。主子，不是属下去找的，属下还没来得及去，他就自己过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可是江湖第一杀手，什么时候瞎的？我这次来本身就是要说这个。主子，据属下得到的消息，有人在给您保媒拉线。谁是媒？谁是线？那个摄政王是媒，楼下店门口转悠的那几个全是线。凤千诀，他给我保媒拉线，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做了吗？主子，您别急，估计是那凤千诀知道了跟您有婚约的事儿，想将您给嫁出去。外面这些人属下也都已经调查过了，不论身家、人品还是长相都挺不错的，想来也是用心挑选过的。这人也是闲的，好好的做他的摄政王不行吗？没事来聊这魔头干什么？摄政王年满20，已然到了成婚的年纪，有意择一温柔贤惠的女子为摄政王妃，无论家世和长相，只求心意相合。蜜蜂，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越快越好。要是在明日一早我还没有听到消息，你这身皮也是时候该紧一紧了。魏泽，怎么回事？回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今日一早主子您经过后啊，没过多久他们就都站在这里了，一个个的就跟比美似的。但是皇上才6岁，也没到选妃的时候呀。去查，看看怎么回事。傍晚，我也不好了，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你要选妃。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属下不知啊，查不出来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备询这几日有什么动静吗？王爷，您是怀疑这消息是贝大小姐传出来的？不可能啊，她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啊？况且昨日她还去成衣店拿走了定制的衣裙，并无其他什么不同的地方啊。除了她，本王想不到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同一时间，后面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放心吧，主子，他们查到最后只能是查到几个女子爱慕摄政王，互相争风吃醋后传出的谣言，不会查到主子身上的。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凤千诀，长得好看还是摄政王，这些女子不疯了才怪呢。告诉米峰，这股风吹得越大越好，敢给老娘保媒拉线，看老娘不刮掉他一层皮，恶心死他。宫宴前3日，寻儿啊，你还没有给你父亲行礼呢。你们今日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们行礼的？备询，你是太傅府的大小姐，是嫡女，
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这样明日还怎么进宫去参加宫宴呢？如果你是这种性子，那依我看呢，明日你还是不要去参加了吧。好呀，那我就不去了。明日你们走后，我随便出去逛逛就行，反正那宫宴也没什么可参加的，就像我求着你非要去似的。其实贝寻和贝承平心里都知道，这场宫宴贝寻是必须要去的。寻儿，你父亲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看从小没人教你规矩，怕你到时候在宫中惹了哪位贵人的不快。谁告诉你们从小没人教我规矩了？我有娘，而且我娘还是镇国公府的嫡女，礼数自是不会差。至于你们，你们觉得你们哪个配我行礼啊？一个生而不养的父亲，还是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妾？没事的话我就走了，以后别有事没事就叫我，就好像我很闲一样。但贝承平现在可不敢说贝寻什么，生怕这孽女一气之下真的就不去宫宴，出府到处溜达。今日找你们过来是为了3日后的宫宴，为父给你们2人请了一个以前在宫里面专门教规矩和礼仪的嬷嬷来教导你们3日。这是李嬷嬷，你们这3日就跟着嬷嬷一起学规矩。嬷嬷只在府上待3日，你们千万要用心学，至于能学多少就是你们的造化了。你们谁愿意学就学吧，我的规矩和礼仪好得很，用不着学。宫里的规矩岂是你们学那仨瓜俩枣能够比的？别的不说，就这简单的走路姿势和平常的动作里面学问大着呢。这位小姐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李嬷嬷只见眼前的女子慢慢站起身来，只是那一瞬间，仿佛有一种无法忽视的威仪瞬间从她的全身散发而出。从刚才贝寻那一瞥开始，一直到她走出去看不到背影，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姿态都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仪，就如同长期位居高位一般。贝大人，您家的小姐被教养得很好，老奴这点礼仪和规矩确实是教不了小姐们。此时贝承平也是一脸的懵，贝寻他不是一直都跟明子婉生活在小村中吗？就算明子婉从出生开始教他，也不算他从前的痴傻。可是贝寻那周身的气度和仪态，就连明子婉的身上也是不曾有过的。李嬷嬷抱歉啊，您刚才说什么？老奴说，老奴教不了贵府的小姐。说句不谦虚的话，老奴自认为在宫中的教导嬷嬷中礼仪是最好的，可是说来惭愧啊，竟比不上贵府中的小姐。爹，李嬷嬷，贝寻会，我还不会呢。嬷嬷谦虚了，既然大小姐不用学，那就算了，还劳烦嬷嬷教导一下2小姐。李嬷嬷诧异地看着贝承平，这太傅府的事情她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她还以为刚才出去的是一直生活在太傅府的2小姐。那就烦请2小姐走几步吧。李嬷嬷本想着都是太傅府的小姐，想来差别也不会太大，结果这2小姐的一举一动居然连大小姐的1成都比不上。不对，就这一举一动跟刚才那大小姐比，简直是糟蹋了大小姐。2小姐确实要好好的学一学，那接下来的3日就让2小姐跟着老奴吧。什么规矩和礼仪啊，就是一些累死人的玩意儿。同时也在心中庆幸，亏了他以前在地府的时候喜欢跟鬼玩，那些鬼里面还有好多的皇上、皇后，还有太后、嫔妃，让他们给自己讲一些宫中好玩的事情和阴谋诡计，满足一下他的八卦之心。跟这些鬼们在一起成百上千年，自然就将他们的规矩和礼仪学了一个10成10。虽然他是夫人救回来的，可也算是从小看着贝寻长大的，所以痴傻以后真的会让人变得无所不能。3天后的傍晚，寻儿，你不是不喜欢同别人共用1辆马车吗？后面那辆马车是祖父特意命人新给你做的，以后那就是你的专属马车。
只供你一人使用。多谢贝太傅。娘，祖父偏心。你忘了你父亲前些日子刚得了皇上的训斥吗？今日这种场合确实不能亏待了贝勋，你暂且先忍一忍，进宫后也不要主动招惹他。比起贝勋这个刚回京都的人，他的人脉和朋友可是多多了。今天这场宫宴，他一定要让贝勋下不来台，让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丢脸。可贝梦香是一个待不住的，没一会儿就下了马车。香儿，我听说你那个嫡姐回来了，而且还是天生痴傻，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大姐姐跟夫人出府的时候还没有我呢。不过，莹姐姐，这件事情可不能乱说，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哎，也真是难为你们太傅府了。堂堂太傅府大小姐居然是个傻子，也不知道对你以后找婆家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念晴姐姐，我还不想那么早就嫁人呢。主子，您说这二小姐逗不逗啊？嘴里说着不想这么早嫁人，出来这么会儿，那眼睛几乎将这周围大臣家的男子都巡视了个好几遍。哦，对了，说您是傻子的那个是礼部侍郎的庶女裴颖，还有吏部尚书的嫡女上念晴。还有一个八卦，据说吏部尚书的嫡出大儿子上俊文对咱们这位二小姐颇为上心，就等着二小姐明年开春及笄以后找人来说媒呢。我那便宜爹估计看不上吏部尚书这个儿子，他的目标应该是兵部尚书家的儿子，而且就贝梦香那野心，他根本就看不上吏部尚书的门第。要不是皇上还小，他估计连做皇妃的心都有。主子，您是傻子这件事，您不澄清一下吗？越来越多的人往这边看过来了，而且镇国公府的马车也在后面。贝儿小姐，你这几日跟着宫里的嬷嬷都学了些什么呀？我看你这规矩和礼仪没有见长，一张嘴说人坏话的本事倒是见长了。你可真是浪费了贝大人的一番苦心呢。还有啊，说人坏话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贝勋说完就给藏在一旁的小鬼差使了一个眼色，上，吓死他。小鬼差想到阎王传下来的话，本不想去，可是看到贝勋那威胁的眼神，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是我祖宗，下次我一定再藏好一些，绝不能让小祖宗发现。小鬼差晃晃悠悠地飘到贝梦香身后，往他的脖子里面吹了一口气。嘴欠拔舌地狱，嘴欠拔舌地狱，拔舌头下油锅，快来吧，来吧。小祖宗，我表演的怎么样？你满意不？华山不明白贝勋在笑什么，但没听见贝梦香的反驳，倒是觉得奇怪，然后就跟疯了一样的到处找，满处看。香儿，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我们帮你一起找。莹姐姐，念晴姐姐，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些冷啊？还有，听没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香儿，如今已是深冬，冷是肯定冷一些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不一直都是我们几个人在说话吗？不是这样的，有人在我耳边跟我说话，要拔我的舌头，要让我跟他走。哎呀，姐姐你看，我就说吧，这人啊就不能背后说人坏话，这不报应来了吧？可不是嘛，都是府里出来的，就那么点伎俩，还真当谁傻看不出来呢？不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嫡出的姐姐是个傻子，然后抬高自己吗？三哥，我们说的对不对？怎么了？三哥，你是不是看上哪家的小姐了？说出来，我们姐妹俩帮你一起相看相看。没有，然然你别乱说，小心坏了人家姑娘的清誉。三哥，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们，你看上说别人是非
那3个中的1个了。我才没看上那3个呢，那3个怎么能跟贝大小姐比？哎，你看前面太傅府的大小姐，那全身的仪态仿佛浑然天成一般，还有那绝色的容貌，哎呀，这要是我的女儿，我做梦都能笑醒。可不是嘛，听说这贝大小姐已经及笄了，要不是我没有儿子啊，就这气质，我定要上门去提亲的。就是的，可惜我儿子还小，年龄上不对，不然咱俩可得好好的抢一抢。哎，对了，你们听说了吗？前几日啊，贝大人专门寻了一个以前在宫中教规矩礼仪的嬷嬷去府上了，知道是哪个吗？我也想请来教教我家的女儿。看着贝大小姐的步子，就连我看了都想学一学。这个我知道，好像是李嬷嬷，但这贝大小姐可不是跟嬷嬷学的。据我所知，跟嬷嬷学的就只有贝二小姐一人，而且贝大小姐这一看就不是临时学的。你们看跟在后面的贝二小姐就知道，连人家一个动作都比不上。所以呀，有些人的优雅是天生的，别人再怎么学也只能学个壳子罢了。华善和贝寻都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听着后面几位夫人的闲聊，谁想要这优雅呀？我都快累死了好吗？我发誓就这一次，以后要是还有宫宴，能病我就尽量病了吧。他的主人他可是太知道了，看热闹听八卦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没热闹的时候能不动就尽量不动。好不容易到了太后的永祥宫，众人见了礼之后各自入座。你是哪家的小姐呀？怎么哀家从前在宫宴上都没有见过呢？回太后娘娘，哀家在问这位小姐，你出来插什么话？哦，哀家想起来了，你是太傅府贝大人的妾室，户部尚书的庶女，对吧？回太后，臣女是贝寻。你是太傅府贝承平的嫡女吧？我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好啊，好一个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儿。那如果哀家让你的母亲与贝承平和离，让你回到镇国公府，你可愿意？臣女觉得，如果臣女的母亲还活着，她定然是愿意的。太后，臣女求您，让臣女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让她走得安心一些。如果我母亲还在世，也定不会愿意再回到太傅府。至于臣女，太后，我镇国公府愿意将寻儿接回来，好好疼爱，再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哀家知道了，你们起来吧，宫宴就快要开始了，你们先过去吧。张嬷嬷，你说千珏为什么要让哀家这么做呢？他是不是看上这太傅府的大小姐，为这大小姐鸣不平呢？也是啊，别看这贝大小姐才刚及笄，可一看就是个心里透亮的人。这要是以后嫁给千珏，定是一桩好姻缘。太后，您就别操心别人的事情了。如果这俩是个有缘的，还用您撮合？唉，要是当初哀家的大皇子能活下来，如今也该有千珏这般大了吧。哀家和千珏的娘从小就是邻居，一直到我入宫才渐渐少了联系。唉，千珏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当初要不是千珏，哀家和皇上都不知道被那3个恶毒的王爷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呐，估计命都没了，哪还有今天的好日子呢？先皇对您是真心疼爱的，当初您高龄诞下皇上后，先皇力排众议，坚持立还在襁褓中的皇上为太子。知道您和凤夫人的情分，
特意将兵权给了摄政王，留下密旨让摄政王摄政。先皇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保护您和皇上啊。先皇对哀家是真的好。一行人出了永祥宫之后，娘，要是爹和夫人真的和离，您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继室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嫡女了？嘘，回去再说，这里人多口杂。再说了，你爹未必愿意和离，咱们先看看。外祖母，娘跟贝承品和离的事情，您还没派人告诉外祖父呢。国公夫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派人去通知了镇国公，并让人传话告诉镇国公，如果今日他不能让皇上下旨让自己的女儿和离，让被寻回镇国公府，自己就跟他和离。主子，您不是最怕冷吗？怎么不去长乐殿啊？那里要暖和一些。因为这里有意思呀。快灭了，去换个新的来。华山走后，我应该叫您太上皇。小姑娘，你果然能看到朕。刚才在永祥宫的时候，朕就知道你一定是能看到朕的。是能看见，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仅能看见你，我还能看见你身后的鬼差。你们两个不好好干活，到处溜达，小心我告诉大师兄。小祖宗，不是我们不带他走啊，而是我们带不走啊。你，他们喊你祖宗，你是阎王？不，我才不是那个整天忙得没时间理我的大冤种。不过，我是那个大冤种的师妹。朕刚才也在永祥宫，所以知道你是谁。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呀？传话的事情先不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你。按理说你的功德下辈子应该还是个帝王命，只不过哪个地方的帝王就不好说了，反正不会差就是了。朕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鬼差带不走朕，而且朕也不能走出皇宫，别人更是看不见朕，除了你。有什么话等出宫以后再说。你们两个也不用等着带他了，等我神识回地府的时候，顺便一起带回去。可是朕出不……南宫言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贝寻摘下腰间的玉佩，伸手冲着自己凭空一抓，然后自己就附到了玉佩上。主子，这又没下雪，您自己伸手在这抓什么呢？伸手抓暖炉呢，看看我能不能隔空取物。好了，我有点冷了，咱们也去长乐殿吧。估计这会儿我那便宜爹应该已经收到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才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你这个孽女，是不是你跟太后说要让你娘跟我和离啊？我告诉你，做梦！她明子苑生是我贝承平的妻子，就是死了也得埋进我贝家的祖坟里。你最好将你的手给我松开，不然我不介意让贝家连祖坟都没有。我不松开又怎么样？难道你还能去刨了贝家的祖坟不成？要知道，你也是姓贝的。这玩意儿可真是个不怕死的。要知道，他已经看见主子的手在动了。如果自己刚才慢了一步，恐怕现在贝承平的手已经被掰断了。姓贝是我和我娘这辈子的耻辱。他要不是这个身体的爹，我非得给他两个大嘴巴不可，真是太不要脸。她就是贝寻，贝府的大小姐，跟主子你有婚约的那个。哎，主子你还别说啊，今日见到这贝大小姐的真容，属下突然觉得前段时间找的那些男子啊，哪个都配不上这女子了。就这容貌和气质，也就主子您合适，要不……不过既然他答应了他娘要护他周全，那他就肯定会做到，不然也不会替他择夫，想办法让他回到镇国公府。你是不是最近没什么事情做太闲了？要不本王也跟你挑门婚事让你忙起来。本王记得你应该是跟本王同岁，说到底确实也是本王疏忽了。主子，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还不想娶妻。皇上驾到！
太后驾到！众卿平身，一边抬头打量着皇位上的新帝，一边用神识跟玉佩中的南宫岩说话。别说啊，你这儿子长得还真是一点都不像你，像太后多一点。像秋儿多好，秋儿啊，可比朕长得好看。不过虽说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像朕，但在朕的4个儿子中，他跟朕的性格是最像的，哪像其他3个，整日里啊，不是想着弄死对方，就是想着弄死朕。那你这一代帝王究竟是被你哪个儿子给弄死的？哎呀，他们3个哪有那个本事呀？当年朕还是皇子，跟着朕的父皇御驾亲征收复疆土时，替父皇挡了一个暗箭。虽说后来侥幸活了下来，但终究还是伤及了心脉。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可怜了朕这最小的儿子。要是没有奉千爵的帮忙和对朕忠心的公公，恐怕现在还不能安稳地坐在这个皇位上。奉千爵好像有所感觉一般，转过头冲着贝寻的方向看了过来，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撞，贝寻急忙避开。叔子，2王爷、4王爷和5王爷都在看着您呢。哼，你这3个儿子想的挺多啊。教子不善，教子不善，让姑娘见笑了啊。贝承平嫡女贝清何在？臣女在。今日本是宫宴，但就在刚才，郑国公请旨，想让他的嫡女，也就是你的母亲闵子苑，跟你的父亲和离，并将你接回郑国公府，你可愿意？皇上，臣不愿和离。贝寻是臣的女儿，理应在太傅府。贝大人，朕在和贝大小姐说话呢。可是臣……回皇上，臣女的母亲是愿意和离的，臣女也愿意去郑国公府替母亲尽孝。臣女的娘还在世时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定会听外祖父的话，绝不嫁入太傅府委屈一生，只想好好的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身旁尽孝。你娘已经不在了，怎么和离？况且你是我贝家的骨血，哪有父亲还在而去外家的道理？父亲，请问贝大人，我今年已及笄，过去这10几年里，你做过一件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吗？你可曾见过我和我娘一面，给过我们娘俩一个铜板，将身体没恢复的我娘和几个月大的我扔到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里不闻不问，就连生活的银钱都是我娘卖了随身带的钗环首饰换来的。漏雨的房顶，透风的墙，缺了脚的桌子，豁了口的茶杯，一半的饭碗，直晃悠的凳子。就这样的环境，你还能在外面舔着脸说我娘身体不适，被送去休养？你的脸可真是大到没有边际呀，我的好父亲。你这个孽女，你知道些什么？明明就是你娘家，你连哭都不会，天生是个痴傻的，没脸待在太傅府，这才提出要去休养的。至于那小村子，那小村子也是你娘自己挑的，说是要吃些苦给你祈福，怎么如今反而怪到我身上了？贝大人，您看看我的容貌，再看看我现在痴傻吗？如果真像你说的一样，那在我不痴傻的时候，我娘为什么不带着我回到太傅府，而是继续在那里吃苦受罪？贝大人，你不会是想说我娘是怕我再次犯病痴傻，所以不敢离开吧？所以我娘的吃苦祈福，就是为了将我们2个都饿死啊！贝承平，如果今日不是寻儿将事情说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女这10几年来过的居然是这种日子。都怪我呀，我还一直以为是紫苑在跟我置气，可万万没想到，皇上，老臣愿意用这一生的军功和兵符换女儿和离，外孙女回家呀。贝太傅，这件事您怎么看？老臣教子不善，愧对郑国公一家，但和离和将寻儿接走，老臣是万万不愿意的。老臣发誓，老臣和这孽障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寻儿的。
请皇上和镇国公再给他一次机会。依云，你这几日身子不好，别动气，咱们定能将女儿和外孙女接回家。北城平，你如此苛待他们娘俩，还颠倒黑白，是觉得我镇国公府没人了，还是我司徒一族没人了？我司徒依云在此发誓，如果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回不了镇国公府，我司徒一族绝不会放过你。司徒一族好像很好玩的样子，等回去之后让米峰派人去查一查。本王觉得此事一出，太傅府更不会对贝大小姐好了，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倒是镇国公府很心疼这个外孙女，所以本王以为让贝大小姐的母亲和贝大人和离是最好的选择。那朕明日就下旨，准镇国公府嫡出小姐明子月与工部侍郎贝承平和离。至于贝寻，就回到镇国公府，从此与太傅府再无瓜葛。贝承平身为朝廷官员，苛待妻女，不知悔改还妄图狡辩，则降为工部员外郎，明日一早交接上任。娘，我爹降职了，这下可怎么办啊？本来我就是庶女，交几个朋友不容易，这下好了，就算我现在是嫡女，估计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交好了。哎呀，傻孩子，难道降职了就不会再升职了吗？老爷，您别上火，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后，我就回娘家去求求我爹，让他想想办法。这下你满意了吧？从明日起，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女儿，希望你不要后悔。满意？我可太满意了，不用做你的女儿，我可满意死了。小姑娘，你跟凤千爵是不是认识啊？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帮你呢？认识倒是谈不上，仇倒是有一些。这怎么可能呢？就朕对这小子的了解，这种闲事他是不可能会管的，怎么可能还替你说话？而且朕能看出来，让你娘和离，让你回镇国公府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是我那6岁的儿子能想到的。朕知道了，一定是凤千爵这小子看上你了。臭小子有眼光呀！你从前不是皇上吗？怎么跟我一样八卦？雪儿，今夜就跟我们回镇国公府吧。你3个舅公因为公事没能来参加宫宴，要是知道你回去啊，一定高兴坏了。外祖父外祖母别着急，太傅府还有我娘的东西呢，我得回去收拾收拾，明日傍晚前我就回去。我们太傅府还有你们什么东西啊？还收拾收拾，真是可笑。这么好奇啊？明日你就知道了。第2日，昨夜我让你去找的人找来了吗？找回来了，这会儿正在府外候着呢。依照主子的吩咐，此人不仅是一个极好的画师，还略对机关术甚是精通。那就让他进来吧。他这么年轻，真的可以吗？阁主，属下名叫向开，我们向氏一族从祖上就是研究机关术的，请主子放心。至于画画，是属下的私人爱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对，随便问问，你不要介意啊。我今日找你过来是有一件事儿要交代你。看见这水榭了吗？我要你把这水榭从里到外，里里外外全都画下来，哪怕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这里的机关也要都标志出来记好，如果机关太复杂，就拆掉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你能研究明白，造出一样的就行。给你1日的时间，你能做到吗？向开震惊地看着贝寻，拆掉研究研究，装不上也没关系，还要造出一样的，他可太愿意了。天知道，除了画画，他最喜欢的就是拆机关了，尤其是这种拆完不用装回去的。1日时间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够，时间够，主子放心，
属下这就去，保证完成任务。主子，这是夫人的嫁妆单子，还有您让奴婢去镇国公府找来的下人，也都候在院中。既然都准备齐了，那咱们这就走吧。半晌后，我跟明子婉都已经和离了，你也已经不是我的女儿，还留在太傅府干什么？当然是来拿我娘的嫁妆了。南靖国可是有规定的，男女大婚之后，女子的嫁妆归个人所有，就算和离也是可以将嫁妆尽数带走的。怎么，贝大人难道是要装傻不成？嫁妆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但银子就没有了，都让你娘给你建水榭了和花销了。我娘给我建造水榭一共花销了多少银子，我已经从账房那里拿到了，每一项银钱的去处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一会儿我统计一下就知道了。毕竟从你将我娘送走以后，这库房里的嫁妆有没有少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我娘的嫁妆少了，不管少了什么，还希望你们太傅府在今日内给我补齐。毕竟已经和离，也不能让你们白占便宜不是？金陵此时的脸色不太好看，因为明子婉不在，所以这太傅府的库房钥匙一直都是由他保管。他在这太傅府10几年，想要站稳脚跟，免不了是要使一些银子的。后来他见明子婉母女二人是真的没有回来的可能，就打起了嫁妆的主意。长此以往，就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拿了明子婉多少的嫁妆。怎么，贝大人、青姨娘，这库房不能开吗？不会是里面没有我娘的嫁妆都被你们给拿走了吧？你去将库房的门打开，让他把嫁妆搬走。老爷，那个今天时间有点仓促，我也并不知道大小姐是要来搬嫁妆的，所以这库房的钥匙我没有带在身上。没关系，金姨娘你回去拿就是了，这太傅府就这么大点地方，总会拿过来的。华善，去给本小姐搬个椅子过来，我就坐在这里等着。青姨娘，这椅子都搬回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呢？快点的，本小姐还等着呢。今日天黑前我就要搬完，这太傅府我是多一天都不想待。去让你拿库房钥匙，你没听见呢？还不赶紧过去，省得到时候被人家说我们霸占着人家的嫁妆不想给。华善，将库房的门打开。哦对了，反正贝大人已经降职，今日也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跟着一起清点清点吧，省得以后再生出什么是非。主子，您还是自己亲自来看看吧。贝大人，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里面放着的东西呢？老爷，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家里进贼了？进贼啊！华善，报官！别报官，我你就是那个贼吧？金陵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摇着头。我就说嘛，一个妾室，平日里的吃喝穿用，竟比那些有爵位有诰命的正室夫人都不差。原来花的竟然都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您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太傅府是缺你吃的来是少你穿的了，你竟然去偷拿他的嫁妆，你赶紧给我把明子婉的嫁妆交出来，不然我定要你好看。老爷，你听我解释呀，我真的不是要拿夫人嫁妆花用的，我只是手头有点紧，先借来用用，我会还上的，会还的。你还？你拿什么还？你知道我娘的嫁妆有多少吗？贝雪，你已经不是太傅府的小姐了，还赖在这里发什么疯啊？娘，你怎么跪在这里啊？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了什么呀？那就要问问你那会偷盗的娘了。贝雪，闭上你的嘴，不许你这么说我娘，我娘偷什么了？你自己看看吧，你娘偷的是我娘的嫁妆。贝大人，既然这件事情你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去贝太傅那里说说吧，总不能我娘的嫁妆说没就没了，总要有个结果的不是吗？看看你们是折合银子赔给我呢，还是将搬走的嫁妆给我原封不动的还回来。我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少一个铜板都不行。
你娘的嫁妆，我们太傅府赔。有人赔就行，今日我就要拿走，不管是银票还是物件，可不要拿一些乱七八糟的糊弄我哟。华善，将人带走。这是镇国公府的账房，今日关于嫁妆的所有事情，你们跟他算就行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小小姐，老奴刚才稍微注意了一下，这太傅府将大小姐的嫁妆全部补齐之后，剩下的银子估计也就只够度日了，还是挺紧张的那种。你叫我小小姐？是的，小小姐。昨夜老爷和夫人回去之后，马上将府中所有的人全都叫了过去，就连已经休息的都给喊了起来，说以后呀，您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是镇国公府的主子，任何人啊都不得薄待您，还连夜命下人将小姐从前的屋子给收拾了出来。今天一大早呀，就亲自开了库房，挑选了好多物件放在了房间里。其实备勋早在吴成阁初具规模的时候，就让米峰查过镇国公府，知道他们对明子婉是极具疼爱的。当初父女俩会置气，也是恨铁不成钢和叛逆的心理。所以当太后问他的时候，他才会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镇国公府的外孙女。四人站在水榭的门口，备勋接过华善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火把，转头就扔进了屋子里。没什么好遗憾和心疼的，今日我要是走了，估计明日那贝梦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了。我娘留给我的东西，又岂能便宜了他们？再说了，我不是已经让你留下图纸和那些机关了吗？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今日我要是走了，估计明日那贝梦香就得不要脸的搬进了。我娘留给我的东西，又岂能便宜了他们？再说了，我不是已经让你留下图纸和那些机关了吗？回头咱们再建一个就是了。确实没什么遗憾的，小姐的爱子之心啊，自然是不能便宜了那些狗东西。咱们镇国公府啊，可比这太傅府大多了，也是依山傍水。等小小姐回去以后呀，挑一块地方，老爷一定会再给小小姐建一个水榭的。备勋，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娘的嫁妆我们已经给补齐了，就跟你说的一样，一个铜板都没有差了你们娘俩的。你拿着嫁妆不离开太傅府不说，现在居然还在太傅府放火。就算当初是我苛待了你们母女俩，可你现在仗着有皇上给你撑腰，未免也太欺人太甚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拎着水桶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还不快去救火！这水榭要是烧没了，我跟你们没完！对，你们赶紧去救火，都傻愣在这里干什么？我今日就看这火谁敢救。华山，谁敢往里面倒一桶水，你就在他身上刺一剑，人死了算我的。魏成平看着备勋嚣张的样子，气得一丝理智都没有了，抬起手就想扇他的巴掌，只听咔嚓一声，魏成平的手腕被活生生的折断了。主子这手都痒痒许久了，今日终于是忍不住了。备勋，你烧了浅月水榭这件事，我可以不跟你计较，可他毕竟是你爹，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他这手下次要是再敢往我脸上扇，我就直接将他的手给剁下来，省得他那双爪子总是没有地方放。还有，我烧了浅月水榭，你凭什么跟我计较？这水榭可花了你们太傅府的一个铜板，还是你们想将这水榭留给其他人住啊？我告诉你们，别做梦了，这水榭我定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你们留。摄政王府的书房中，主子，您是没看见啊？当时那贝大小姐将贝成平手腕折断的样子简直是太霸气了。还有水榭的大火也是贝大小姐亲手放的，属下听见她说呀，要烧得干干净净，一块木头渣子都不给他们留下。要我说呀，这贝大小姐跟主子您还真是一路人，一对豺狼虎豹啊，不是那个属下是说一对郎才女貌。备勋已经到镇国公府了。已经回去了，快子时的时候带着嫁妆一起回去的。他们前脚一走，
属下后脚呀就去查看了一下，那水泄烧的真是一颗木头渣子都没剩啊。到后来有些没烧干净的地方，那贝大小姐还让身边的婢女啊去浇了2桶油，见烧干净后呀，才将通往水榭的廊桥也给烧了。他高兴就好。刺杀咱们的人，查得有眉目了吗？对方都是死士啊，追查起来有些困难，但是目标指向南方。南方？难道是南疆的人？是，应该是南疆的人没错。属下还查到二皇子的一个妾室好像是南疆人。那就继续查，那3个王爷一个也别放过，没一个省油的灯。对了，吴成阁那边怎么样了？属下是以您另一个身份要求见面的，也告诉他们的副阁主是想报恩，可是他们副阁主说咱们认错人了，他们阁主呀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是绝不可能救人的。此时阁主救了鬼市的主子？开什么玩笑，他能干那么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哼，还拿出丹药给对方没要报酬，哎呦呦，就他那小心眼怎么可能不要报酬？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嘿，最近这种人啊还真是越来越多了。都说了，吴成阁不跟任何势力合作，还一股脑的扑上，真是麻烦。次日，备询在镇国公府醒来，外祖父和外祖母起身了吗？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刚才听下人们说，昨日那2位老人可是等您等到实在不行了才去睡的。2个人刚走到门口，不愧是我的外孙女，烧得好，这一看就随我了，是个不吃亏的性子，我喜欢。寻儿给外祖父请安，给外祖母请安。今日起晚了，实在是寻儿的不是，明日寻儿一定早早的就起来陪儿了。好孩子，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不用来给我们请安。咱们镇国公府没那么多规矩，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你娘小时候啊，也喜欢睡懒觉，怎么叫都不肯起来呢。外祖母，寻儿还没吃饭呢，您陪寻儿吃好不好啊？司徒依云一听自己的宝贝外孙女儿还没有吃饭，那还了得，赶忙让下人去准备饭菜。这一顿饭吃的备询是心里高兴，肚皮儿遭罪呀。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待得有些无聊了。3天后是半年一次的鬼市，主子要不要去看看？就在近郊。去啊！上次鬼市开的时候就因为有事儿没有去成，这次一定要去看看。我说小姑娘，你是不是把朕给忘了？哪能呢？我这几天不是在忙吗？今天才得空。小姑娘，朕听说你要去鬼市，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哎呀，是朕多虑了，你都能看见朕，还能将朕从皇宫中带出来，又怎么可能是一般人？来吧，说说你的八卦，让我高兴高兴。我说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朕给凤千诀传个话呀？什么话？朕能相信你吗？不能，你爱说不说。唉，朕想让你告诉凤千诀，去南疆查查他父亲的身世。凤千诀父亲的身世？见南宫言不说话，唉，我只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而已，人微言轻啊，跟他又没有交集，连话都没说过一句，贸然去找凤千诀说这种话，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这天生痴傻的病又犯了，然后将我扔得老远？凤战就是凤千诀的父亲，他其实是被凤家捡来的，而凤千诀从出生就跟他一样，每月的月圆之日都会特别的视线，见人就杀。所以这些年来，朕和他都在不停地查他的身世，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直到朕快不行的时候，才查到他好像和南疆有些关系。
为了保护他们一家，所以朕和凤战私下里是好友的这件事知道的人甚少，不然你不会以为仅凭凤夫人和秋儿的闺中姐妹情，朕就能将兵权送给凤千爵那小子吧？既然您知道那么多，那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问，只要朕知道的对南晋国没有危害的事情，朕都可以告诉你。痛快，本小姐就喜欢你这样的。等回头送你下去的时候，一定跟大师兄帮你说说好话。送他下去？南宫言一头黑线，表示听到这话，我心里感觉怕怕的。那天在宫宴上，我听见我外祖母说她是司徒一族。司徒一族是什么？司徒一族是永墨古国的国姓。永墨古国？不是只有南境、南疆、北海、东洋4国吗？是，地图上确实是只有这4国，但永墨古国也是存在的。你没有发现这4国的名字有些奇怪吗？有南，有北，有东，却没有西。好像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看过地图就会知道，虽说咱们4个国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可西边却是空旷的，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永墨古国。传说中？对，传说中这还是1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现的。在那通往西边唯一的路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永墨古国擅闯者死这8个大字。这1000年来都没有人进去过，唯一出来的人就是你的外祖母。我外祖母那么厉害吗？厉害，这我知道。你外祖父很多的兵法和排兵布阵都是跟你外祖母学的，而且当年还有一件震惊4国的事情，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对那神秘的永墨古国有着深深的忌惮。但或许是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你外祖母司徒依云才是那永墨古国的人。至于那太傅府一家，好日子马上就要过到头喽，朕可不相信你外祖母会放过他们。小姑娘，你答应帮朕传话了吗？传，但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毕竟我话都没跟他说过一句。不过你放心啊，既然我已经答应了，那就一定会告诉他的。你继续往下说啊，到底是出现什么震惊4国的事情啊？你还记不记得朕跟你说过，当年朕帮父皇挡了一件的事情？记得。那次我跟着父皇御驾亲征，收复被南疆占领的国土，领兵的大将军就是你的外祖父明震。朕记得清清楚楚，朕和父皇陷入了敌人的圈套，是你外祖父拼着命杀进重围，将我们给救了出来，可他自己却中了南疆那些奇奇怪怪的毒。你外祖父只比朕大10岁，当时也就20多，不管军医怎么医治，都没有办法将毒解开，只能用药吊着他的命。这件事啊，不知道怎么让你外祖母知道了。5天后，你外祖母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到军营，握着你外祖父的手啊，一言不发，整整坐了1夜。第2天一早呀，人就不见了。就在我们找人时，前方的探子突然来报，说是还在对峙的南疆军队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势力给打得节节败退。小姑娘，你知道吗？从你外祖母消失后，仅仅2天1夜的时间，南疆军营10万大军尸横遍野，所有人，包括将领在内，无一活口。是我外祖母干的？朕不知道，但应该是他没错。探子当时说的是，那股势力大概只有1万多人，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出现的。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银甲，戴着面具，手中拿着长剑，鬼魅一样的冲到了南疆的阵营里。从他们进去以后，南疆军队的周围突然大雾四起，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里面，只能听见里面的厮杀声和哀嚎声。第3天一早，大雾散去的时候，众人才看到眼前的景象。
而这时人们才发现你外祖父已经醒了，你外祖母就陪在他的身边。后来你外祖母说他知道这附近有位神医，求药去了，你外祖父又护着。这件事儿啊，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这件事后来还是被传了出去，所有人都说是那神秘的永没古国的人。贝勋低头想了想，还有2日就是初7了，每个月的初7，他的神识都可以回到地府，到时候一定要偷偷的去看看生死簿。那个，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朕想去街上看一看。从朕当了皇上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能出宫了。朕想去看看朕治理的国家，保护的百姓。初7的子时，这个罩子会带着你的魂魄回到我这里，这段期间你想去哪都行。鬼差看见这个罩子是不会为难你的。不过皇宫你不能去，那有龙气护佑，所以之前你才出不来。傍晚的时候，主子，吴成阁出事了。什么事？蜜蜂呢？您快去看看吧，蜜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打。其他人已经在牵制他了，可没人能打得过，咱们的人已经伤了好几个了。人在哪儿？去看看。感动我的人还真是想死想疯了。等被寻到的时候，阁主，您可来了，要是您再晚来一些，我们就牵制不住他了。你去死！堂堂第一杀手居然被人下了毒，你可真是丢死我的脸。所有人都看见被寻一脚将人给踹到墙里，晕了过去。无城阁里的人很少有见过阁主出手，他们只知道米峰很厉害，但是没想到他在阁主的手里竟然连一招都过不了。阁主，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啊？先绑了再说。哦对了，记得用铁链多绑几道。百味居是一个酒楼，后院有一个单独的院子，是属于米峰的。此时米峰正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床上，一个老者坐在旁边给他把脉。顾爷爷，这货怎么样了？回阁主，副阁主是中毒了。什么毒啊？可能解？老朽并不认识这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毒出自南疆。怎么又是南疆？最近南疆很不太平吗？属下前几日曾听敏峰说过，最近几个月四国有很多势力想跟咱们合作，其中南疆最甚。蜜蜂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全部拒绝了，可还是不能让他们死心。至于南疆，他们不是想要合作，而是想借着合作的名头慢慢将我们蚕食掉。既然能下毒，那人肯定离着就不远。去叫林毅过来，让他将怀疑的所有对象都给本阁主写下来，本阁主马上就去找解药。这个瓷瓶里的丹药在我回来之前1个时辰给他吃一粒，虽不能解了这破毒，但抑制个一时半刻的还是不成问题的。说完转身就带着华善走了。华善看着被寻不怎么好看的脸色，默默地走在他的身后。他可真怕被寻一个心疼，转身回去将药给抢回来了。华善，你知道吗？解毒丹我只有那1瓶，是能解百毒的，就算有些奇毒解不了，也是可以抑制不让人死的。上次给了男人1粒，我都心疼了好几天，这下好了，1整瓶啊，全都得让他给我霍霍了。华善，你说他除了武功高以外，他都不长脑子的吗？怎么就能让人给下了毒了？主子，属下刚才已经让林毅好好盯着百味居了，一旦发现有生面孔就直接绑了。林毅作为米峰的左膀右臂，定能查出些什么来。哼，这口气我是一定要出的。地址都记好了没有？记好了咱们就出发。凤千珏和魏泽一身黑衣站在房顶上，看着眼前不远处的大火。主子，刚才那飘过去的红色身影是无城阁阁主？是他没错。那着火的地方是南疆其中的一个据点，主子，咱们还要过去吗？都烧了还过去干什么？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估计里面已经1个人都没有了。那咱们要查的事情不急这1、2日，你去查查，看无城阁为什么要烧南疆的据点，你就不用跟着我了。魏泽应下，
看着风千瘸消失在夜里的背影。什么叫不急这1-2日？明明就是主子你看上人家阁主了，不然还能眼巴巴的偷偷跟在人家后面啊？以前没发现，主子还真是挺内秀的，连上去跟人家说句话都不敢。话音刚落，你刚才说什么？主子，您不是刚走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管得挺多呀。我不是已经将事情交代给你了吗？怎么还站在这里？魏泽看着自家主子不爽的脸，就知道他肯定是没有追到人。魏巡这边在烧了南疆最后一个据点之后，终于拿到了解药。大晚上的，真是辛苦你们了。正在锁魂的小鬼差们听到魏巡的话，吓得一激灵。这小祖宗竟然跟他们说辛苦了，不对，一定有问题。这小祖宗肯定是没憋着好屁。你们回去以后帮我给崔珏那货传个话，就说2日后我回去要看一下生死簿，让他将那个破本子好好的给我放在那里，不许藏起来。事情做得隐秘些，不许让我大师兄知道，不然，哼！地府的白夜手中拿着的笔一顿，脸上布满黑线。这小祖宗还真的以为只要他在神识里不是跟自己说话，自己就听不见了是吧？但凡他当初在地府多学一学，也不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自己在他的神识中留下了一丝本源。原本是想着用来保护他的，没想到现在成了偷听的神器。第二天一早，主子，还是您心疼我，那么贵重的丹药您都舍得给属下用。主子，以后属下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属下干什么属下就干什么。多亏了您的灵药啊！哎，这灵药是不是您上次从张老头那儿偷顺来的，然后让他撵着您叨叨了1个多月的那个？是吧是吧，属下一猜就是那些丹药里的。本来刚才在您来之前，那瓷瓶里边还剩下3粒的，属下怕浪费，全都给吃了。别说啊，那丹药味道还挺不错的，香香甜甜的。这人呐，要是一门心思的作死，那可真是拦都拦不住啊。果不其然，蜜蜂又被揍了。崔珏呢？这是个皇上，我看这功德光是能转世再为帝王的，你们赶紧带过去。我大师兄呢？他在没在？大人现在不在，好像是去离都了。啊耶！我每次回来大师兄都在，这次他终于不在了。嘿，小祖宗，属下真不是故意要骗您的，都是大人让我们这么做的。在外边的时候，咱们怎么顺着您都行，可是在地府，一举一动都在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属下不想下油锅。还算崔珏那货听话，要知道只要大师兄不在，我就是这地府里的小阎王。靠，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全都是白纸啊？难道这本生死簿是假的？这也没错呀，对面这少了一块的角，还是300年前我不小心烧掉的呢。难道是我在人间待久了，所以灵力不够了？不可能啊！叶白和崔珏在阎王殿里面。大人，这样真的不会将寻儿给惹急了吗？但凡他从前多用点心血，岂能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对了，寻儿的机缘在这个位面真的能解开吗？这是寻儿的命簿。前段时间我发现那边的人好像察觉到寻儿的存在了，所以用了半生的功力将他的命簿给撕了下来。想了想，还是交给您来保管比较好。他没想到崔珏居然为了寻儿做到了这个份上。要知道，私自撕命簿不仅仅是要耗费功力，更是要遭天谴的。啊，大人不必担心，属下的功力恢复个300-500年就能补上。至于天谴，雷劫而已，属下受得住。只要寻儿能解开机缘，平安无事的位列仙班，什么都是值得的。此时魏巡根本就不知道两个人的谈话，依旧捣鼓着半个字都没有的生死簿。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不是在看着我呢？我跟你说，我已经感觉到了哟。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要过来找你了啊。
他要是能感觉到咱俩此时在看着他，这阎王的位置就可以换他来做了。不管阎王换不换成备询来做，他都要赶紧躲出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那小祖宗发现生死簿被动了手脚，然后就找过来了呢？他可不想每个月的初七都被这祖宗折腾一遍，简直是太吓人了。大师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等我下个月回来，定要看到生死簿。小祖宗发怒了，真是太可怕了。阎王大人，您自求多福吧啊！第二日备询一早醒来就赖在床上不动，不停地在神识中念叨着叶白，说他一点都不心疼自己，说崔珏那个小气鬼竟然连个生死簿都不给自己看，还说下个月回去一定要找2个人算账，让他们最好提前藏起来。大师兄怎么会不疼你呢？大师兄最疼的就是薰儿了。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大师兄就算3经万年的修为，也定会护你平安。到了中午，这是你的3个舅舅，他们听说你回来了，特意赶紧结束了手头上的事情，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这是你大舅舅明玉年，二舅舅明玉兴，三舅舅明玉轩。司徒依云见备询给3个舅舅见完了礼，你娘20岁生的你，如果现在还活着，也该35了。你们放心，我心里呀都是明白的。如今寻儿回来了，更是我活着的指望。正好今日啊，你3个舅舅都在，那我就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从今以后，镇国公府管家的事情就交给寻儿了。外祖母，这怎么可以？镇国公府应该是大舅母管家才对。你大舅母向来不愿意管这些事情，不然啊也不会随我出去办差。这么多年府中的事情都是你外祖母在管的。你们的父亲今日一早已经将辞去官职的折子递了上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晚明日，镇国公这个世袭的爵位应该就是老大的了。你们2个可有意见？恭喜大哥，我们兄弟2人没有任何意见。这么多年都是大哥一直在帮着父亲管理军营，带兵打仗，这才能让我们兄弟2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哥并不喜欢领兵，只是想让我们开心而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镇国公府我会撑起来的。你们啊，只管去做自己喜欢的。请母亲放心，儿子一定会善待薰儿，绝不会让人欺负了去。虽然我袭了爵位，但这镇国公府永远都是您跟父亲做主。还有婉儿，儿子定不会让那太傅府一家人好过。这件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自己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了。可是母亲，小妹她……我说不用你们3人管，就不用你们管。你们小妹的下场是我的疏忽造成的。我一直以为她过得很好，所以才忙着一些另外的事情，没有仔细查探。太傅府，我定要他们每一个苛待我女儿的人偿命。最后司徒依云让其他人先走了，独独将备询留下来。寻儿，外祖母没能及时来救你们母女，你和你娘可曾怪我？外祖母，娘从来都没有怪过您，您别伤心。是我的错，是我太过宠溺她，却没有给她自保的能力，让她任人欺凌。是我想的太多了，以后不会了。薰儿，外祖母一定将自己能给的一切都给你，
不会让你娘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魏巡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最后还是让他看出了司徒依云的疲态，这才起身告辞。主子，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啊？永墨古国的事情，蜜蜂查的怎么样了？永墨古国实在是太过神秘，目前还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但是蜜蜂查到，永墨古国在10几年前好像发生不知道是内战还是什么的，但真实度不详。就这点信息，还是他从一个疯子嘴里问出来的。这日傍晚的时候，福院就收到了管家送来的一堆账本。我还要管理无城阁呢，这些账本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看呢。主子，这话让您说的。无城阁现在已经步入正轨，所有事情都蜜蜂在打理。说白了，在无城阁的管理上，您就是个充数的，哪来的没时间一说啊？再说了，刚才管家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老夫人这是让您学着长家，毕竟将来您可是要嫁人的。那你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所以咱俩一起看吧。主子，今夜就是鬼市开启的日子，您不是还要去逛逛的吗？逛，子时一过，咱们换了衣服就去。华山，你确定鬼市在这里？没有带错路啊？没错，就是这里。虽然属下也是第一次来，但是蜜蜂来过，他说鬼市的入口就在这里。魏巡刚想要问怎么进去，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凭什么将老子给扔出来？哎，公子啊，不然咱们还是回去吧。要是让家主知道了，您可是要倒大霉的。不行，我就不信了，我今日一定要进去。公子啊，您忘了3个月前偷溜去青楼看花魁，后来被家主知道，罚您劈了1整个月柴火的事情了？我没忘。那您忘了1个月前您偷偷将家主珍藏的酒给狗喝，结果被家主放狗追了3天3夜的事情了？你闭嘴，我没忘。那公子，您忘了？你能不能不说了？我没忘，我就是想进去看看而已。魏巡看见下面拉拉扯扯的2个人，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不好意思，我实在没忍住，下次一定注意。你们继续。一身红衣戴面纱，你是无城阁的阁主叶芝，对不对？魏巡没有说话。哎，那个，虽说你是近1年才在江湖上出名的，但我知道你很厉害。你能不能带我进鬼市里边？我会给你付很多报酬的。阁下还是自己想办法进去吧，我们素不相识的，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哎，现在咱们不就相识了吗？本公子是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本公子可是……两位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子的脑袋有些毛病，就不打扰你们了，我这就将他带走。本公子的脑袋没有毛病，你脑袋才有毛病呢。这间鬼市有门槛。华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跟我在这打哑谜呢，到底有没有门槛啊？咱们要怎么进去啊？咱们来之前蜜蜂说过，只要咱们往里走就可以，到时候自然可以进去。至于他们为什么没进去，属下就不知道了。那咱们……主子等等我来了。你怎么还有脸来啊？南疆的事情你查清楚了？属下这不是怕主子您没来过，特意过来给您当个向导吗？南疆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估计这2天消息就会传回来。哎，主子，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这鬼市从子时算起只开3个时辰，时辰一到将自动关闭。自动关闭啊？那里面要是还有人没出来，那怎么办？东西全部留下，人则会被鬼市的管理者给丢出来。见过无城阁阁主，请进。4国中每个鬼市的构造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入口不一样。有的呢是在这破旧的别庄，有的在深山老林，有的甚至就在城中最繁华的客栈里。但是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入口出口都是这种只能容纳1人进入的楼梯，而出口呢则是在其他地方。出口和入口都设置了机关，这是防止有人黑吃黑逃跑用的。所以很多异常珍贵的和见不得光的东西，江湖上的人一般都会拿到鬼市来卖。
虽然会给鬼市交一笔不菲的银子，但却能保证他们的人和货物的安全。华山，你看这鬼市还挺有意思的哈。你要说这鬼市抠门，棚顶上照明的全都是夜明珠，可你要说他大方吧，这连个桌子都不给人家准备，就在地上铺几块破布划分区域，这么多宝贝就像破烂似的摆在地上，看着真心疼啊。小哥，你这解毒丹怎么卖啊？1万两银子。就这药效还要1万两银子一瓶，这里面撑死也就10几粒，你这是明抢啊！1万两银子1粒。蜜蜂，我那丹药要是卖的话，3万两银子1粒没问题吧？那是救命的丹药，应该没问题。你吃了我好几万两银子。主子，这不是您心疼属下吗？属下虽然没那么多银子还您，但属下这条命都是您的，这不比那几10万两银子值钱多了？魏巡想了想，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虽然米峰和华山一直在给自己做事不错，可是每个月他们的月例银子可是不少的呀。哎呀，主子您别想了，您快看啊，前面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属下知道啊，您出门没有带银子的习惯，今日您喜欢什么，只要我买得起，我都买来送给您。这人嘛，送来送去的，欠来欠去的，才能有感情，不是吧？欠来欠去的才有感情吗？风千觉眨了眨眼睛，默默将手中的10万两银票收了起来。就在刚才，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张头一直在找的小药炉。这个我能买得起吗？主子您什么都买得起。我的华善姐姐啊，你可真是有钱啊！这以后要是谁娶了你，那可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主子，应该是以后谁娶了您，谁才要笑醒，因为这些本就都是您的银子。您不会以为无城阁一直都是亏损状态，入不敷出吧？我的？对，您的。我有多少银子？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反正跟4国的国库比的话，咱们不虚他们就是了。主子，您是不是看到丹药卖这么贵，良心发现了，所以才想到买下这个小药炉去补偿一下老张头？你是不是蠢？自从上次我顺了他的丹药以后，他就再也不让我进他那个破院子了。我要是不买这个药炉当引子，怎么进去继续顺他的丹药？这药炉子这么贵，我可得好好想想，顺他多少丹药合适，别到时候整赔了。可怜的老张头啊！祝张老头好运。此时，京都西方10里处的一个小院子里，师傅，您是不是风寒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这点儿交给我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感染风寒？一定是那小祖宗要来了。每次他来之前啊，我都要打好几天的喷嚏。哼，我这么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他居然叫我老张头，还每次都顺我这么多丹药，简直什么贵就顺什么。也不知道他长了个什么鼻子，怎么那么好使。你就看着吧，这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他再进门了，不然我就不是名满4国的神医，我就不叫张子时，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看病了。师傅，您从小就教导徒儿说瞎话不好。次日，镇国公府，主子不好了，二王爷派人来说媒了。说媒？二王爷，你说他是不是看上了我的万贯家财了？主子啊，您可能想多了，就那个蠢货，怎么可能知道您有万贯家财？他应该是看上了镇国公府的兵权和主子您的容貌了。不过话说回来，属下可是听说啊，自从主子您上次参加完宫宴后，可是有好几个大臣家的公子明里暗里的打听您呢，只不过都被老夫人给拦了下来。小小姐，您起了吗？老夫人叫您过去一趟。魏巡刚走到安院的门口，哎呦，我说老夫人呐，你还考虑什么呢？二王爷愿意娶咱们家的姑娘为正妃，
那可是天大的福分，那是多少人家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而且咱们二王爷心善，南方水患，二王爷主动请旨去赈灾。就王爷这心性，将来咱们姑娘嫁过去，定不会受委屈了去。说这么多话，渴了吧？快喝点茶，润润嗓子。寻儿给外祖母请安。寻儿来了，快来外祖母这里坐。这会儿外面的雪还没化，这一路过来冷不冷啊？寻儿不冷，不知道外祖母叫寻儿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这是官媒，二王爷派来说亲的。小姐啊，咱们二王爷，我听说半年前二王爷新阅兵部尚书府那双胞胎嫡女中的一个，可是有这么回事啊？那个，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儿，但这不是最后2个人没有缘分吗？哦，原来是没有缘分呢。小姐，这哪是没有缘分啊？明明就是那二王爷想将人家双胞胎嫡女全都娶回府中，一个做正妃，一个做侧妃。这种好事儿，别说是二王爷了，就连先皇的先皇都没有娶过谁家的双胞胎女儿。这都是别人瞎传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本小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跟二王爷不同路而已。那小姐的意思是，总得让老奴回去有个话不是？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但你应该知道我娘和贝承平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成婚，对方做不到像我外祖父一样不纳妾，那就免谈。哦，对了，还有，长得丑的也不行，毕竟后半辈子都要对着一个人呢，总得长得俊俏点儿。我要求也不高，长得跟摄政王差不多就行了。这镇国公府的小姐也太敢说了。先不说这老国公和老夫人的感情这么多年在京都有多少人羡慕，有多么的可遇不可求，就说这长得像摄政王一样，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找婆家的话，这镇国公府的小姐怕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媒人走后，寻儿不必在意，那二王爷本就不是个好的，不是个良人。你的婚事我已经和你外祖父商量过了，咱们不着急，慢慢来。对了，外祖母让你看的账本，你看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被寻正一个脑袋2个大的时候，管家就差人送来了一个请帖，这才救了他马上就要短路的脑子。半个月后兵部尚书那双胞胎嫡女办的赏雪宴，哼，外祖母你看啊，这人呢还真是不经念叨。寻儿想去就去吧，这兵部尚书曾在你外祖父的手下待过一段时间，人很不错。据说将2个女儿和3个儿子教养得也很好。寻儿刚回来，也该出去交几个朋友。红山，以后你就跟着小姐吧，把她当成我一样，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是，属下遵命。本王听说南宫恒请了媒人去镇国公府说媒，结果如何了？自然是没成的。至于理由，一个是因为半年前二王爷想同时娶了兵部尚书府那2个嫡女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让这贝大小姐给知道了。还有就是说以后的良人要像老镇国公一样不纳妾。另一个就是贝大小姐说她得找个好看的，毕竟要对着看一辈子，要求也不高，长得像王爷您一样就行。这个要求不高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自然是贝大小姐说的，属下可不敢乱说。只这一条，本王觉得她可能是嫁不出去了。半个月之后，镇国公府小姐到。我是林然，这是我妹妹林若，我们在宫宴上见过的，可能你对我们没有印象，但是我们2个可喜欢你了。
对呀，可喜欢你了。我们叫你雪儿可好？你刚回京都没多久，可能有些陌生。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雪儿，就将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嬷嬷，你看，老三看上的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这么多人为了跟她比美博人眼球，大雪天都恨不得穿纱衣。可你看那贝大小姐，怕冷怕到将自己穿成个毛茸茸的球，并且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真是可爱死了。老三的眼光好啊，就这种心性的女子，我真是看见了就喜欢。就是不知道她那完犊子的样儿能不能打动人家小姑娘的心。香儿，自从上次宫宴以后就很少见你出门了。后来听说太傅府失火，整整烧了一夜，你没事吧？我大哥可是担心的紧呢。老姐姐担心了，我没事，只是被寻住的水榭在他离开那晚被烧了，其他的倒是没有受到波及。被烧了？不是失火吗？不是失火，是被寻在离开太傅府之前放火烧的。天哪，放火烧自己家，他住过的地方别人就不能住了，还在离开前放火给烧了，真是太恶毒了。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贝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也知道话不能乱说啊？那你刚才干什么呢？我恶毒？我娘用嫁妆给我建的水榭，我走前烧了，就是我恶毒了。太傅府苛待我们娘俩，他贝大人的庶女还觊觎我娘给我建的水榭，三番两次的吵着要住进去。我跟太傅府都没有关系了，我娘留给我的水榭，我不想便宜了别人，我带不走，我烧了还不行吗？既然你这么大方，那你将你娘给你准备的嫁妆、衣衫首饰什么的，全部都送给你那个庶妹多好呀！将来嫁个好夫君，也将你的庶妹啊、丫鬟呀什么的带过去一同侍奉。毕竟姐姐你心善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贝雪，你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要住你的水榭了？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贝某香，你别跟我说话，平白拉低了我的智商。你当初在我水榭门口骂了一个早上的事情，你还真以为传不出去呢？你忘记了我水榭隔壁不远处是谁的府邸？哼，要是没有你早上那一骂，估计你爹还不能那么快就收到训斥的圣旨呢。说起来，贝大人还得多谢你。贝雪，怎么说你都是香儿的嫡姐，怎么能这么欺负香儿呢？皇上都说我以后跟太傅府再无瓜葛了，我哪来的妹妹啊？如果你没聋的话，是他们先说我恶毒的，你听不见吗？再说了，你一个明知道自己表哥有未婚妻还勾引人家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贝雪，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勾引表哥了？你今日在这坏我名声，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等我回去就禀明爹娘，定让你镇国公府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就好好坐着，站起来干什么？一会儿动了胎气，岂不是要怪到我头上了？还是说你是故意的想碰瓷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看着呢，我可没动你啊，他们都能给我作证的。这裴三小姐的表哥是谁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不过据说年初的时候先皇已经给他赐婚了，是太史令家的千金易从陵，两个人就等着来年成亲呢。如果真的跟贝大小姐说的一样，那裴颖岂不是要过去做妾？贝寻，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有镇国公府为你撑腰，但此事事关一个女子的名节，还希望你能为你的口无遮拦给颖儿道歉，不然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的。贝寻，虽然我们流着一半相同的血脉，但是我贝梦香绝对没有你这种信口开河、
毁人名节的姐姐。安叔叔，我看这天好像阴了下来，怕是要下雪。现在时辰也不早了，我们就先带着妹妹们回去了。如此也好，那我们一起过去吧，正好我娘也在那边暖阁。哎，嬷嬷，你听见没？被寻那丫头说裴英有了身孕，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呀？那如果是真的，恐怕那裴小姐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这下可热闹了。哎，那群兔崽子们怎么过来了？我还没听完呢，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哥，我们被人欺负了。贝大小姐，你同样身为女子，不知道你刚才的言论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大吗？说一个还未成婚的女子有身孕，你这是想活活逼死她呀？就算你们之间有口角，你也不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啊！这件事如果礼部侍郎真要追究起来的话，就是镇国公府，怕也讨不到好吧？俊文兄，如果没错的话，最开始先说人恶毒的应该是令妹吧？就好像谁没有哥哥似的。念琴那是就事论事，这两者怎么能一样？见过双标的，没见过这么双标的。怎么，你妹妹就事论事说人恶毒，我就不行了？你离开太傅府前烧了水榭，也不让香儿住，还让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娘跟自己的父亲和离，不是恶毒是什么？难道我还说错你了？刚才你是聋了不成？薰儿都说了，那是他娘用嫁妆给他建的水榭，他不想便宜别人，烧了有错吗？这也就是薰儿心善，要是我被太傅府苛待那么多年，自己的娘还是被苛待郁郁而终，别说一个水榭了，看我不一把火将整个太傅府都给点了。还有，人家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的主，难道皇上和太后也恶毒？是啊，要是我也肯定不会将水榭留下来给别人住。就是的，自己娘亲给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白白便宜了别人呢？你们刚才没听见贝大小姐说吗？是那贝梦香非要住进去，还因此在外面骂了一个早上，最后隔壁御史家都听见了，这才参了贝大人一本。贝大小姐说的没错，少小姐你那么心善，怎么不将你娘留给你的嫁妆分给你的叔妹们？分给叔妹？哼，各位姐妹可别在这说笑了，咱们谁不知道，这吏部尚书的嫡女对自己那几个庶出的妹妹一直都是极尽打压，几个叔妹的身上时常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以前我也只是听说，要不是上次我的丫头出府给母亲抓药，正好看见了她的叔妹偷偷去医馆，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样的人。表哥你今日也在，被寻说我勾引你，你快出来告诉他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话没说全，我可不只说你勾引你表哥，我还让你小心点，别动了胎气，最后赖到我头上呢。陶如良听到贝寻的话之后，脸色一下子就黑了。如果说裴颖勾引他，那对自己尚且没有多大的影响，可如果说裴颖有了身孕，那就不一样了。自己已经被赐婚，又把自己表妹搞大了肚子，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他的官运也就到头了。摄政王呢？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千岁。都起来吧。那个是谁家的小姐啊？赶紧擦擦嘴角，哈喇子都要流到地上了。还有那个，对，就你，眼睛眨一眨，啊，对，眨一眨，不然一会儿眼珠子飞出去了。啊，哎，那边那个，赶紧拦着你家小姐一下呀！没看见她一步一步的往前凑吗？摄政王身边的侍卫脸都要绿了。这丫头是在幸灾乐祸，看不得我好，幸灾乐祸是不是？哼，贝小姐今日穿的真是好看，本王觉得跟本王这身很是般配。臣女多谢摄政王夸奖，臣女，哎，这是贝承平的二女儿贝尔小姐。哦，贝尔小姐误会了，本王刚才说的是贝大小姐贝寻。贝
尔小姐还真是敢想。我配？我跟你配？我配？摄政王天人之子，小女不敢跟摄政王般配，小女配不上。本王说你配你就配，不配也配。我配，我配。本王本来跟各位大臣在旁边商议2月后太后寿诞的事情，礼部侍郎家的丫鬟突然来找裴侍郎说出了大事。你们不用在意本王，处理你们的事情就行，本王只是过来看看而已。贝大小姐口出恶言，辱我名节，还望摄政王给臣女做主。如果不能还小女清白，那小女今日就撞死在这场雪宴上。呵呵，别急，一会儿啊，就是你不撞，你爹也会拎着你去撞的。回摄政王，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上小姐和裴三小姐先说贝大小姐将水榭烧了也不给贝二小姐住，还让自己父母和离，很是恶毒。贝大小姐这才说水榭是她娘给她建的，贝二小姐非要住进去，她不愿就给烧了。至于父母和离，是皇上和太后做主的。贝大小姐做的没错，如果是本王的话，也会和贝大小姐一个做法。自己母亲用嫁妆给自己建的东西，凭什么给别人？这不，本王站贝大小姐。至于和离，是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怎么，你们谁有意见？臣女不敢。臣女不敢。既然不敢，就管好你们各自的嘴。嘴这么碎，将来嫁去别人家，岂不是要家宅不宁？是臣教女不善，回去定当好好管教。可被询说裴小姐勾引自己的表哥，还怀了身孕，这毁人名节的话又怎么算？那你到底有没有勾引自己表哥？你表哥是今年的探花郎陶荣良，已经跟太史令家的嫡女赐婚，等着来年成亲呢。臣女没有勾引表哥，还请摄政王还臣女清白。清白？你还有清白？还真是敢做不敢当啊。贝大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跟表妹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诬陷。我诬陷你们？孩子都有了，我诬陷你们？我可不像你们，你们不做人，我还是要做的。贝大小姐，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吗？要知道，一个女子的清白可是很重要的。要真是你信口雌黄，就是本王也护不了你。被询低头又翻了一个大白眼儿，以为没人能看见。这敢跟本王翻白眼的，你可真是第一人。忍住，娘说了，让我照顾着小祖宗，我忍。我敢说自然就敢负责，找个府医把个脉就知道的事情，用不着在这叨叨个没完。一炷香之后，回摄政王，这位小姐确实是喜脉。啊，不可能，你是不是把错脉了？我怎么可能有身孕？老奴的父亲曾是御医，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喜脉，是绝对错不了的。如果小姐不信的话，可以请附近别庄上的府医来看看。怎么可能？就那么一次，怎么可能这么巧？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居然说这孩子是谁的？是不是有人强迫你？我好像记得寻儿你说他勾引的是他表哥。摄政王明鉴，臣并没有跟表妹做出格的事情，表妹肚子里的孩子跟臣无关，先皇已给臣赐婚，臣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哈，表哥，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说你喜欢的是我，赐婚是逼不得已，等你大婚后会将我迎进府中做嫔妻的。表妹慎言，先皇既然赐婚，我又怎么会迎你做嫔妻？这不是对先皇的不敬吗？再者，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据他没有，唯一的证据就是肚子里的孩子。
既然贝大小姐说的都是事实，那就不存在毁人名节的事情。你们的家事本王不想管，但是本王和贝大小姐有缘，看不得有人欺负她。你这狗，就看不得我好是不是啊？难道你不知道你今日这话传出去，我以后就要成为这京都的猴戏了吗？要不是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身影，不然按着娘的意思娶了她也不错，至少她比其他那些个一个个像是复制出来的官家小姐有意思的多。魏巡朝着蹲在他旁边不远处看热闹的小鬼差笑了笑：“你，给我上！我上不起。你瞅我干什么呀？你倒是上啊！”小祖宗，我上完了我就要下油锅了。魏巡抬手摸了摸鬓边的头发，吓得小鬼差脖子一缩，咻的一下飘到陶荣良的身后。别人倒是没有什么，只有凤千珏觉得这暖阁的气息好像突然间有些不一样了。不能啊，这鬼气一般人可是感觉不到的。凤千珏这是什么状况？梁哥哥，难道你忘了我了吗？你不是说高中之后就回来娶我吗？谁在说话？阿良，你好狠的心啊！居然为了娶官家小姐，狠心将我推到湖里。我肚子里可是你的骨肉啊！陶荣良，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要生生世世都缠着你。阿良，下来陪我吧，我在下面好寂寞啊。众人看着不知道为什么脸色大变的陶荣良，就连凤千珏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只有魏巡老神在在的啃着果子看戏。谁？你是谁？有本事你出来啊！别在这装神弄鬼的。这探花郎是怎么了？难道是缺德事儿做多了遭报应了？呀，探花郎，你身后怎么站着一个白衣女子啊？全身还是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别找我！我已经在寺庙里给你立了牌位，让你收了香火，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是你为了荣华富贵杀了我，给我立牌位，只是为了你自己安心。我在下面受苦，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啊？我错了，我不该将你推到湖里，我也是逼不得已呀。剑皇给我赐福，我不敢抗旨。你胡说，是你贪恋权势，说自己尚未婚配，先皇才会给你赐婚。赐婚后，你以回家告慰祖先为理由，将怀有身孕的我推到湖里，然后安心回来做你的探花郎，等着娶官家女。我今日一定要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目。瞬间，暖阁里一片寂静，虽然没有人能听见其他声音，但都被陶荣良的反应吓得脸色惨白。没事儿，不用怕，大师兄那儿有我在，我保你。阿良，来陪我吧，陪我和孩子呀，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你放心，这里的其他人都跟我无冤无仇，我不会为难他们的，我只想要你。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求你放过我吧。啊，表哥，你在说什么？你将谁推到湖里了？大家都看见了，这陶荣良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不止骗过一个女子，婴儿一定是受他蒙骗的。还请摄政王做主，查明真相。这种人怎配在朝为官？今日刑部侍郎也在，这件事交给你去查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好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家事了，本王就不管了。天色不早，都散了吧。啊，那个贝大小姐，雪天难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让安叔送你回府，也好有个照应。对，我送你回府，还有我2个妹妹，咱们顺路。还是本王送贝大小姐吧，本王也顺路。这货该不会知道当初是我散布他要娶妻的谣言了吧？好吧，
我只是个臣女，你是摄政王，你说了算。送就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狗媒婆要干什么。贝大小姐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我刚才胡说的。哦，是这样啊。那看来是本王多心了。本王听说贝大小姐是天生的痴傻，不知道是哪位神医给治好的。没有神医，睡一觉自己就好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相信。就在这时候，凤千觉得脸色突然变得很不好看。王爷，您是哪不舒服吗？凤寻突然想到了南宫岩的话，每月的月圆之夜。我操，见人就杀，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不对，今天是14啊，明日才是15，这是提前了。什么命啊这是？那个外面那个赶车的，你家王爷好像有点不舒服，你要不要进来看看？王爷，王爷，你还能坚持住吗？本王还有事情，贝大小姐自己回府吧，马车给你，本王先行离开。说完钻出马车，一闪身就不见了。树子，这是什么情况啊？华山，咱们的马车上有我的红衣吗？哦，有，属下怕主子临时要用，所以每次主子出门的时候都会在马车里备下一套。走，带你看热闹去。什么热闹啊？今日赏雪宴还不够热闹吗？那算什么热闹？我带你看人变身去。华山，你说这凤千诀会不会变成狼啊、豹啊之类的？不会吧，看样子应该是中毒，而且有些年头了。主子要是实在好奇的话，要不属下先下去看看。正在这时，两人看着一个身影从山洞里面倒飞出来，又起身冲了进去，几息之后又被打了出来。1、2、3、4、5、6，这人行，真筋的。这要是换成米蜂，估计早就躺地上装死，说什么也不起来了。其实遇到个好主子真的挺难的。我从小就被卖到专门训练暗卫或者死尸的组织，训练好之后再被主家挑走，那里从来都不把我们当人看，挨打受罚试毒更是家常便饭，能活下来的都是命大的。我可是个好主子啊。王爷近半年来发作的越来越严重了，这次更是提前了1天。要是自己不进去用内力帮他压制，这山洞他是要困不住他了。如果真的是那样，后果他不敢想。摄政王果然是能力滔天啊，不仅在朝政上运筹帷幄，你和你身边的护卫更是一眼就将本阁主给认出来了，真是有点意思。本王虽是摄政王，但也是将军，对江湖中的事情还是知道一些的。更何况吴成阁近1年在4国风头正盛，本王就是想不知道都难。打我？可去你的吧！哎，一脚不够，那就2脚。我就说嘛，怎么可能踹不动啊？凤千却好像被这2脚踹得有些回过神，随后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赶忙转身向后看去，见贝寻稳稳地站在那里没有受伤，这才松了一口气。阁主还是快离开吧。我离开，然后让他们把你的双腿打折吗？反正本阁主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做，就留在这里踹踹你也挺好的。阁主好像很怕冷。现在可是深冬，这还有这么大个寒池，能不冷吗？本王的披风在那边，没有被淋湿。阁主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先披上。这寒池已有100年，你一个女子待在这里，对身体不好。不介意不介意，江湖儿女哪那么多讲究。喂，你还能不能行了？阁主，2粒丹药治好你，1粒1万两，可要？要，多谢阁主。给，这么好的丹药，便宜你了。说完转身就往洞口走去。阁主，启留步，您不知道
我们王爷他现在……我是无尘阁的阁主，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你们两个好好待在外面，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进来，不然被打死了，我可没有丹药救你们了。魏泽，别再进来了，其他人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如果最后真的控制不住我，就将我的双腿打断。几息后，凤千诀没有听到回应，费力地转过身。他怎么会在这儿？不对，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才是。本阁主在这附近办些事情，路过此处，正好看见你的护卫来回来去的飞出去，觉得好奇就来看看。本王中了奇毒，现在正是毒发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阁主还是出去吧，免得误伤了你。哎，你这毛病是中毒了吗？本王也不知道，从出生就这样了。魏巡正在想着怎么才能将话题引到他父亲那儿，毕竟自己答应了南宫岩要转告他的。会不会是遗传啊？阁主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这么明显吗？你也知道无尘阁的买卖以情报为主，所以本阁主确实是查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确切的说是关于你父亲的事情。本王愿闻其详。哼，你当我无尘阁的消息是白拿的不成啊？这么重要的消息，10万两银子，1分也不能少。魏泽，滚进来。王爷，你怎么样了？可是有什么吩咐？拿10万两银票给阁主。阁主，我这里暂时只有7万两，剩下的3万两等回去之后马上送到无尘阁的产业，行吗？魏巡点点头，然后指了指外面。不是看热闹去了吗？该打劫了。本阁主查到，王爷你的父亲可能跟南疆有些关系。南疆吗？其实本王也查到了一些，只是不确定而已。既然阁主也这么说，那南疆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这身上好像还有些别的东西啊。什么东西？魏巡没有说话，只是使劲地闭了一下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这是什么？阁主在说什么？啊！魏巡突然感觉到神识中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差点让他原地晕倒。阁主，你怎么样？我没事，只是突然头疼而已。别说啊，你身体里的东西还真是有些意思，竟然连我都看不明白，而且还会攻击人。不知道阁主说的是什么？反正不是你能看见的东西就对了。有些东西说出来就比较匪夷所思了，我可不想被人当作神棍啊。还有，叫我叶芝就行了，不管怎样，现在也算是认识了。好，那你也别叫我王爷了，就叫我名字。对了，什么叫把你当神棍？如果我说我能看见你的灵魂，你相信吗？凤千诀一愣，看，这不就是将我当成神棍了吗？不好意思，除了国师之外，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第二个说自己能看见灵魂的人。国师？那是个什么？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其实咱们南境国是有国师的，在宫中还有一处他专门的宫殿，只不过他常年都四处云游，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领我去见过一次。去见国师？算命去了？其实我对你们这个算命什么的还挺好奇的，他一个凡人到底是怎么看出来命数的？凤千诀好像抓住了什么。你们凡人，那他是什么？只不过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聪明的没有去问。国师说我的灵魂上有一层薄雾，他看不见。哼，果然是骗子。凡人当然看不见命数了，如果随便谁都能看见，那还要天道法则干什么？你好像知道不少。曾经被一个有点厉害的人教导过，稍微懂得一点点。其实国师真的是一个高人，虽然他看不出我的命格，但是却说我父亲身上确实是毒。
而且是从出生就被下了的毒，可不知道是被谁给压制了下来，才得以存活。至于我现在的样子，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毒素，剩下一大部分却是命数。国师还说等毒素解开，其他的就是机缘了。你的灵魂上确实有些问题，不过我看不太懂，可能你现在状况跟你灵魂上有些关系，说不定。既然相识一场，等有机会我帮你看看吧。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北巡表示，虽然我很想帮你，可奈何大师兄和崔玉那俩玩意儿不做人呢。国师在每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好呀，到时候你去真香阁留话就行，到时候我会去找你的。你现在已经发作过了，今天是15，应该没事了吧？应该是没事了，就算再发作也不会这么严重，魏泽他们就能解决。这次真是麻烦你了。那我就走了，后会有期吧。镇国公府。寻儿，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冻着啊？外祖母，没事的。昨夜马车坏了，天又冷，所以我就在那附近随便找了个农庄住了下来。今日一早，华善重新找了个马车，我们就回来了。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红山，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红山也是挺懵的。他从小跟在司徒依云身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岔子，怎么昨晚就能将人给跟丢了呢？明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怎么就感觉自己那一段记忆就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主子，属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日赏花宴上的闹剧结束了以后，摄政王说要送小小姐回府，可是走到半路的时候，摄政王可能是有什么急事，突然就带着他的侍卫离开了，还将马车留给了小小姐。小小姐身边的华善是有功夫的，而且内力在属下之上，所以属下并不敢离得太近。属下看见小小姐从摄政王的马车上下来，让车夫赶走马车后，就回到了咱们自己的马车上。剩下的事情，属下就不知道了。等属下回过神来的时候，就看见咱们府上的马车坏在了半路。你是说，有一段时间你走神了？确切的说，就像失忆了一样，属下根本就想不起来那段的事情。我知道了，以后小心一些。外祖母安排的人没问题吧？主子放心，那是张神医从前给配的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也不会对人体有所损伤。魏巡听见华善提起老张头，瞬间就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呢。但是因为昨晚一宿没睡，这会儿要先去补觉，等明日再去吧。第二日，师傅，您就是染了风寒了，不然怎么可能一直打喷嚏呢？我没有啊，我是神医，难道连自己有没有染上风寒都不知道？绝对是。老张头，快给我个避毒丹，让我进去。做梦吧你！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进来的。你真不让我进来，我给你带好东西了。哼，你就是给我带天上的仙桃，这个门我也不可能让你进来。哦，这样啊，那好吧。华善，我肚子饿了，你去将马车上的炭炉搬下来，咱们在这儿煮个粥喝喝。哼，你爱煮什么煮什么，反正我不出去，也不让你进来。你这个黑心肝的，休想！哎，住手！快住手啊！哎，华山啊，你看这人可真是的，咱们上赶着给他送东西都不要，不要就算了，咱们俩自己留着用。我要！这水是不是快开了？赶紧将米放进去。听说这小药炉熬东西可好了，不知道熬粥怎么样？哎呦，我的小祖宗哎！还有大枣、莲子、桂圆，每样都抓一把。这小药炉确实是有点小了，
估计也就够咱俩一人一碗的。别，快别放了！哎呦，住手啊，你们两个！花善，你别说，这小药炉的火还挺匀称，一点都没有糊锅。闻闻，多香！我都饿了，一会儿再熬一药炉。小祖宗，你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快别熬了，那是药炉，不是大锅。真香啊！原本觉得这小药炉花了我20万两银子，我还挺心疼的，没想到熬粥这么好。哎，也不知道熬完粥以后还能不能熬药了。张子时再也忍不住了，打开小院子的门，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老张头，你要是想喝，得等下一炉了，这一炉只够我跟华善2个人的。小祖宗，你进来，你进来，我马上呀就将院子里的毒气给散了，立刻，马上。贝心想着这可是好东西，一会儿多拿点。小祖宗，你进来吧，啊，快进来吧，快呀！刚才我是挺想进去的，不过现在不想了。小祖宗，那你现在想干什么呀？想喝粥。你喝的那是粥吗？你喝的是我的命啊！刚才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您堂堂郑国公府小小姐，还是无尘阁的阁主，怎么会跟我一个小人物计较呢？不，我这个人是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的，睚眦必报，绝不吃亏。哎呦，小祖宗，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你说，我就是带了天上的仙桃，都不可能让我进去。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哪能收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要是带了礼物呀，我都不敢让您进门，我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说我是个黑心肝的。我是想给您请个平安脉，看看您的心啊肝啊有没有问题。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咱们有病治病，没病保养嘛。小祖宗，我最近研制出的解毒丹啊比从前的更好，还有避毒丹啊迷药之类的东西，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没有的。您赶紧进来选选，看上什么呀全都拿走。真让拿？真让。不心疼？不心疼。不能我拿走以后你撵着我逼逼吧？绝对不逼逼。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华山，走，咱们进货去，去马车上将我早上准备的袋子拿下来。哎呀，我终于找到这个小药炉了。当年这个小药炉被盗以后，老祖宗连走的时候都没闭了眼。不得不说呀，还得是阁主你这袋子是不是略微有些大呀？贝勋听见张子时的话，朝他怀中的小药炉看去。不大，一点都不大，一个麻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不用麻烦张神医，这样的麻袋主人的马车上还有6、7个，够用了。贝勋给了张子时一个你最好把嘴给闭上的眼神之后，大摇大摆的就去了他的后院。师傅不好了，咱们家来土匪了。那2个土匪拿着麻袋，将您后院那一排屋子里的丹药全都拿走了，一瓶都没有剩下，就连空瓶子都晃了好几遍呢。没事儿，让他们拿，你去盯着点。师傅，这次是真的不好了。那2个土匪又拿着几个麻袋，将您密室里的丹药也全都拿走了，3个密室连个毛都没有剩。你是说密室里？对啊，就是密室里，3个密室全都被打开了。老张头，这次真是让你破费了。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还要找个怼药材的那个东西，跟这药炉差不多，纯黑色带暗纹的，对吧？等我找到了还给你送来哈。那叫药臼，不着急找，那个玩意儿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哎，那不也是你们张家几代传下来的东西吗？真不要了？你确定你家老祖宗不能半夜上来找你聊聊天儿？张子时心里苦，怎么可能不要？关键是就您这种办法，我怕我要不起啊。那就麻烦阁主了，从今日起啊，我多做些丹药，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让华善姑娘来说一声，我绝不推辞。
这就对了嘛。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谁要是将你们张家的小药炉找到了，谁就是你的恩人。行了，你也别这么客气了，不用送我们，留步吧。对了，多做些丹药，因为我有种感觉，你那怼药的玩意儿就快要找到了。好的，那我就不送了，您慢走啊。薰儿啊，再有半个多月就是太后的寿诞了。太后的寿诞和年节就差了2天，太后不想铺张浪费，所以就跟年节一起过了。外祖母这里有些银子，你拿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衣裙首饰之类的，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到时候外祖母会跟你一起进宫。别怕，要是遇到太傅府那几个不要脸的，自有外祖母给你撑腰。外祖母，这是寻儿认识的一个神医炼制的丹药，强身健体的，1天1粒，您就当糖豆吃着玩。不过还有的是，不用省着。还有，这几瓶是给外祖父的。寻儿知道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外征战，落下了不少病根，这些都是对症的，用法已经写在上面了，您要叮嘱外祖父按时吃啊。魏勋离开之后，司徒依云好奇地打开丹药瓶子吃了1粒，瞬间愣在了原地。老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小小姐送来的丹药有问题啊？要不要老奴去找府医来看看？这是张家的丹药。张家？是那个张家吗？对，就是那个张家。没想到张家居然还有后人在，好啊，真是好啊。薰儿居然能认识张家的人，是个有福气的。下午，魏巡带着华善2个人出去逛街。哎，那是不是贝梦香啊？主子，给您，这是百味居掌柜家刚下的小狗，我看着好看就给你抱过来了，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您。哎，您站这儿看什么呢？他还这么小，也不知道找个被子给他包起来，冻死了怎么办啊？我用内力给他暖着呢，冻不着他。华善姐姐，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喏，看那贝家2小姐不知道抽什么风，带着丫鬟都在这转悠好几圈了。嗨，她在这等摄政王呢，都好几天了。等凤千诀？他俩好上了？看，主人，你说摄政王看上那蠢货，人家狗都不乐意了。我是这个意思啊。那贝梦香自从上次宫宴之后就看上那摄政王了，然后上次赏花宴，你们回来的时候不是都半路离开了吗？摄政王的马车就空了出来。那贝梦香知道摄政王府的马车在后边，故意让自家马夫将马车陷进雪地里，然后在那儿等着劫车。摄政王府的车夫不敢做主，其他人家的马车又早早的走了，最后扛不住贝梦香的软磨硬泡，只能让他跟他一起坐在马车的外面了。这贝梦香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不在马车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冻得回去就发起了高烧，差点没将人给烧傻了。这不，在家里养了1个月，好了之后呢，就开始在这儿等着偶遇人家摄政王，说什么要感谢人家的帮助呢。感谢人家的帮助，估计人家摄政王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吧。如果真让摄政王知道了，估计那车夫少不了一顿罚。他这哪是感谢人家呀，这分明就是恩将仇报嘛。快躲开！哎，说你呢，谁家的小姐啊？这不想活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当街拦马车，穷不起了在这碰瓷呢？瞎了你的狗眼，也不看看这是谁的马车？发生何事？回禀王爷，前面有个女子拦了咱们的马车，要不是咱们速度不快，现在怕已经撞上去了。臣女是太傅府的小姐，排行第2，我父亲是贝承平。有事？臣女是来感谢摄政王的。感谢本王？你是不是谢错人了？
赏雪宴回来的途中，臣女的马车不小心陷进雪地里，最后还是搭了王爷的马车才能回来。王爷，奴才那日并没有让贝尔小姐上马车，而是跟奴才坐在马车外面。这辆马车？不是，那辆马车自上次赏雪宴后就再没有用过，还在府里。回去将那辆马车劈了烧火，以后再搭乘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也就不用留在王府了。贝尔小姐，奴才好心好意的搭您回来，可是您怎么恩将仇报啊？麻烦您让让，以后呀离王爷的马车远一些，不然照您这种碰瓷儿的方法呀，摄政王府的马车估计全都得送去劈柴了。王爷，臣女只是……还不走？走，马上就走。麻烦贝尔小姐让一让。不躲开就撞过去，敢当街拦本王的马车，撞死也是白撞。凭什么他被寻就能被摄政王送回去，自己就搭乘了一下马车，还是坐在外面，那马车就要被劈了烧火？自己比被寻差了什么？哎，你们听见了吗？刚才这贝尔小姐说，她赏雪夜那天回来，搭乘的是摄政王的马车，真的假的呀？我也不知道啊，但那天咱们也在，摄政王最后不是送了贝大小姐回去的吗？这个我知道，我特别的知道。那天从别庄出来之后，我跟我表姐多说了几句话，耽误了些时辰，所以我是最后走的。当时贝梦香的马车就在我前面不远处，走得慢慢悠悠的，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在我的马车跟他并排要超过他的时候，就听见他跟他的车夫说，让车夫在前面将马车陷到旁边的雪地里。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好奇呀，就让车夫慢点走，看看他要干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了，他就是为了故意劫摄政王的马车。可笑的是他没想到摄政王根本就没在马车里，车夫不敢让他进马车。最后还是看在贝大小姐的面子上，车夫才让他坐在外面，将他送回了太傅府。后来听太傅府上采买的人说，贝尔小姐从回去就开始发起了高烧，这不刚好就出来跟摄政王刷存在感了。谁知道人家摄政王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你们说他是不是个笑话？狠毒的看了一眼黄衣女子之后，转头就带着丫鬟快步离开了。米峰，最近关注着点贝梦香，还有那边那个穿黄衣服的女子。主子，刚才米峰让人送了消息来，说凤千爵派人来传话，正告诉您说国师回来了，现在人就在摄政王府。让米峰告诉凤千爵，今晚我自会去摄政王府找他。还有什么事？那个主子，米峰让我跟您说，他还没见过国师呢，也想去凑凑热闹。这个货可不让他去，难道他就不去了？他要是不去，晚上能睡得着觉吗？罢了，告诉他晚上在真香阁等着，省得自己偷偷跟去，到时候被人家摄政王府的人抓到，还以为我们无城阁没规矩呢。无城阁好像还真没什么规矩。那个叫红山的处理好了？主子放心吧，这会儿他正在屋子里睡着呢，保证一觉到天亮。此时摄政王的书房里面灯火通明，王爷也真是够细心的，怕人家阁主来的不方便，居然将府中所有的暗哨全部撤了，就怕人家进不来。就是这王府里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还真是挺吓人的。如果本阁主没记错的话，你叫魏泽？阁主，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吓死属下了！我说，你们好歹也是摄政王府的，就算摄政王武功再高，府中也不能连一个暗哨都没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偷偷跟过来了，省得这一路上遭人白眼。魏泽无语，那是没有暗哨吗？摄政王府会没有暗哨？要是没有暗哨，现在王府估计连墙皮儿都没了。阁主，王爷特意吩咐属下在这里接您，请跟属下来。王爷和国师正在书房里等你呢。你们这王府，还真是挺阴森的。
连我这种常年昼伏夜出的人心里都发毛。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当我心里不发毛吗？书房的外面，叶芝你来了。可乐。魏勋刚想说他快冻死了，就看见旁边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一个一身紫色衣衫的女子。这是魂魄？但是发现魏勋好像能看见自己之后，叶芝，哼，这国师架子还挺大。就看见国师一本正经地坐在一旁，好像等着被寻几个人上前行礼。惯的你臭毛病，如果你是神棍，那就看本阁主一会儿怎么拆穿你。如果这臭老头真有两把刷子，哼，吓死他。主子，我怎么觉得那老头等着你去跪他呢？一会儿指不定谁跪谁呢。国师，这就是本王跟你说过的无城阁的阁主叶芝。哼，既然想让本国师给看看，那就将面纱摘下来，故弄什么玄虚啊？这国师怕是要倒霉了。堂堂一个国师，居然只会看面相。本国师当然不单单会看面相，既然你如此的不屑，那本国师就好好的给你看看，到时候看到一些不好的，可别说本国师不给你留面子。请开始你的表演，看一会儿自己怎么让这目中无人的女子下不来台。这是神棍。虽然我看着也像，但是你好歹也小点声，不然他一会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该赖到你头上了。魏勋看着对面国师的样子，心中好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来自己到底是谁。哎，这国师该不会是想将主子身上钉个洞出来吧？几人就看见国师的脸色逐渐变得不好看，没过一会儿居然吐出一口血来。完了完了，我刚才就不该说话的，这下要完了，要被碰瓷了。哎喂，那国师啊，你吐血跟我说话没关系啊，我可没银子赔给你。对了，医药费我也不会给你付，你别想赖上我。国师，你还好吧？然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贝寻，眼神也从刚开始的不满变成了疑惑、震惊，最后就连身体都在隐隐的颤抖。怎么，国师想好怎么让本阁主下不来台了吗？请问姑娘究竟是何人？你是国师还是我是国师啊？你问我。国师，叶芝他……王爷，阁主的灵魂不是我能看的。此话怎讲？就是我没有资格看阁主的灵魂。本阁主的灵魂要是随便一个神棍都能看，那本阁主还混个屁呀！阁主能否为我解惑？解惑？解什么惑？我就是给你解了又如何？你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啊？先不说我，就外面站着的紫衣女子，你不是也没看见吗？凤千觉听了贝寻的话，突然脸色大变，起身就往书房外走去。叶芝，你说的紫衣女子在哪里？贝寻没有说话，而是扭头看向国师，可国师也跟凤千觉一样，什么都没有看见。那就在那里，那棵大树下面站着看着你呢。凤千觉，这女子是谁啊？是你心上人吗？你说的那女子可是身着一身紫色衣衫，眼睛跟本王极为相似，头上还戴着一根紫水晶的发簪。对，没错，你能看见。那是我母亲。这是什么情况？凤千觉的母亲不就是他娘的闺蜜沈碧寒？但是他母亲不早就不在了吗？怎么没去投胎还在这里啊？唉，这就是没文化的代价呀。我有的是文化，大师兄你才没文化。那个误会，你们就当我抽风呢。你们继续啊，不用管我。别说大师兄不帮你，这个给你，好好学学，不然以后说出去丢我的人。然后贝寻就感觉到神识中闪过3道金光，神识的基础知识，灵力的基本法则，如何辨别灵魂的重要性，
贝勋表示自己有被侮辱到。这3本书是所有的灵体在出生的时候就要学习的东西，就好比幼儿园小班的课本。大师兄，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让本王见到母亲。王爷，这个以我目前的能力，我做不到，因为我根本就看不见灵堂。或许阁主可以，阁主绝非凡人。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灵魂，但他的神识十分强大。就在我要看他灵魂的时候，他的神识攻击了我。而能拥有神识的人，自然不是普通人。神识？那是什么？国师也有？我功力不够，还没有神识。我之所以能探查别人的灵魂，是因为你在机缘巧合下开了芝麻大小的灵智。阁主说的不错，我确实是得了机缘，但如果阁主不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灵智。能得灵智，你确实也算是个有大运气的人了。但是这人呐，得知道一句话，嘚瑟大了掉毛。阁主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注意。我就说主子不是寻常人吧，不然一个一直痴傻的人，怎么可能醒来后就懂了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连内力都没有，就能轻轻松松的将我按在地上摩擦。怎么，你要叛变？蜜蜂，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背叛主子，就算我打不过，我也会尽我所能杀了你。你可别胡说，咱们自家主子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别说主人会一些奇怪的东西，就算他不是个人，我也追着给他端茶倒水。你才不是个人。凤千诀，其实我是不建议你跟伯母相见的。虽然这样有些残忍，但是你要知道，这世间有它的法则，如果违背了，不管是对你还是对你母亲，都会有不好的影响。阁主说的对。虽然我不能让你们见面，但是我能让你们说说话，这样行吗？可以吗？真的可以跟母亲说话吗？可以啊，但你们只有1晚上的时间，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等他了却了心愿，天亮前我会送他去轮回的。国师听见贝寻的话，恨不得马上给他跪下。一个凡人能随意的看见灵魂，还能送他去轮回，这简直比他云游的时候见过的任何的大能都厉害。就看见贝寻抬脚走了出去。主子可真美啊，真不知道以后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主子。是啊，虽然我每天都在主子身边，但每次看见主子的时候，还是觉得她美得惊人。其实你长得也不错，但是不能跟主子比，跟主子比，你就是丑了。呵呵，我他妈谢谢你哈。美得惊人。呵呵，这雪再下一会儿让他冻死，那才叫惊人呢。伯母也不知道在那树下待了多少年，魂魄都快要消散了。说完就将几个人带进屋里。好了，现在你们母子可以说话了。娘，千诀。随着声音响起，所有人都震惊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娘，你怎么会在王府？姑娘，多谢你了。伯母，你们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天亮之前我就要送您离开了。千诀，你父亲不是战死，而是被人害死的。你父亲一直都在跟我说，他活不活不重要，但是一定要解开你身上的毒啊。所以这么多年，他不停地在寻找真相，最终在南疆找到了一丝线索。你父亲应该是跟南疆的皇室有些关系，但具体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查到，就被人下了奇毒，所以他才会在战场上失利，最终战死。而且你爹和先皇其实关系很好。母子俩就这么手拉着手，家长里短的一直说到了快天亮。儿子，你跟紫苑的女儿。娘，
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至于那贝家小姐，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自会好好照顾她，就像当成妹妹一样。说完后，还隐秘地看了坐在一旁淡定喝茶的红衣女子一眼。同是男人，他可太知道那一眼中的意思了。这摄政王是看上了自家主子了，看上无城阁的阁主，然后将贝寻当成妹妹。如果这摄政王有一天知道无城阁的阁主就是他拒之千里、保媒拉线当成妹妹的贝寻，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这货有毛病。那个小祖宗，我们是来接人的。这个女子啊，已经在此逗留很久了。以前她的身上有功德光，我们奈何不了她。可是她现在身上的功德光已经马上就要消散了。如果我们再不将她带走，她会魂飞魄散的。小祖宗啊，我知道，放心，我又不傻。你们走吧，天亮之前我会亲自送她去轮回，不会耽误你们差事的。那个叶芝，我知道，我只是……千珏，不要舍不得，还能跟你说说话，娘已经很知足了。这还得多谢这位姑娘，那就麻烦姑娘送我离开吧。贝寻看着面前的母子俩，尤其是看见凤千珏这般模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突然特别的难受。凤千珏，只见贝寻站起身来，伸出白皙的双手，快速的结印。娘，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沈碧寒最后还是走进了光圈，被送去轮回。叶芝，我有些累，就先回去了。你要是有事找我，就还让人去真香阁传话就行。国师，叶芝她不要紧吧？哎，虽然我的修为不如阁主，但也知道逆天而为是有反噬的，而阁主最后结的印，正是将所有反噬引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只为了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不然反噬到你们身上，夫人怕是要魂飞魄散的。而此时的贝寻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全身滚烫。怎么就看不得美男伤心呢？怎么就自己找死呢？这下好了，人家圆满了，你自己在这受反噬。哎呀，活该啊，活大该！他得赶紧的，没见主子都开始烧得说胡话了吗？要是再这么烧下去，又变回傻子可怎么办啊？华山，别找了，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过了12个时辰就好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此时，叶白正在阎王殿里面。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您说让我们亲自去将那沈碧寒带去投胎。那雪儿的反噬是怎么回事？是，大人饶命啊！是那小祖宗自己说要亲自送沈碧寒去投胎的，小的们也是没办法啊。而且那沈碧寒最后确实是被送去投胎了的。哼，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子？照你们的想法，这个位置我让给轩儿来做可好？毕竟他的话可比我的管用多了。要是可以的话，您以为您干不出来这事儿啊？让那小祖宗当阎王，您怕是巴不得呢。谁不知道您当这阎王都当得快不耐烦了。可是这话他们也就是想想，谁敢说出来啊？不要活了。我的小祖宗啊，这次您可是将我们给害惨了。你们两个自己挑优。大师兄，那2个鬼差借我试试呗，我缺2个看门的。找2个鬼差看门，这种理由也就他能想得出来。他那里又不是地府，放2个鬼差看门还不如放2条狗。鬼差表示：哇哇哇，我们愿意当狗，当狗可以不用下油锅啊。你们2个，哎，这下完了，估计这油锅怕是跑不了了。小祖宗，如果还有下辈子，求您放过我们吧。你们2个，玄儿叫你们去给他看门。 2个鬼差仿佛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仙界，幸福来的简直太突然了。还不快滚！等着让老子送你们吗？快跑！
跑呀！大人连粗话都说出来了，再不跑等着炸魂吗？小祖宗，我们收回刚才的话，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有下辈子，请您尽管使唤我们。下午的时候，魏巡看着门口躲在阴凉处兢兢业业看门的2个鬼差，一阵无语。其实他就是怕大师兄铡了他们，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他们要出来而已。鬼差看门倒是也不必，可是每当魏巡让他们随便去干点什么的时候，那2个鬼差就好像马上要魂飞魄散了一样，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哎，算了，随他们吧，愿意开门就开门吧。还是小祖宗好，小祖宗人美心善。哎，对啊，虽然说咱们这次，但到底还是小祖宗救了我们。小祖宗就是天上的活菩萨。小祖宗呀，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太阳。倒也不必这么硬夸哈。这时，主子啊，林家那对双胞胎姐妹邀您3日后一起去逛街喝茶。行，在床上躺3天，3天以后正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还真挺喜欢那俩双胞胎的，他俩可好玩了。您能不能先把自己养好了，再去玩别人啊？华山，这小奶狗有名字吗？蜜蜂没说，应该就是没有名字。魏巡眼珠子一转，突然呵呵地乐了起来。哎，主子，您看看属下是谁？娘，是您来接我了吗？啊，主子，您等着，蜜蜂这会儿就在外面守着，属下马上就让他去将张神医给拎过来。您再坚持坚持啊，张神医一定能将您治好的。华山，我跟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去将老张头给我拎过来啊！就咱俩上次干的那事儿，你让他过来治我，估计他能直接给我送走。啊，主子，您刚才在笑什么呢？我想到给这个小奶狗起个什么名字了，以后你就叫小黑，好不好呀，小黑？叶白正在处理公务，听见魏巡在神识中说的话。巡儿，换个名字。我偏不，我就喜欢叫他小黑，多好听啊！哼，让你说我没文化，看我这下有文化了吧，连名字都会起了。是不是巡儿又闹出什么事了？巡儿给一只小奶狗起名叫小黑。叶白，小黑，别说，乍一听起来还真是挺像一家人的。嘴绝！我发誓，等下个月巡儿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劝他给小黑改个名字。你还是想想，他下次回来你藏哪儿吧。这个月就差点被他抓到。一说起这个，崔珏也是头疼。魏巡在地府几千年，这地图他比自己都熟悉，就连哪儿有个洞他都一清二楚。要不，我突然想起来有事情，先走了。你们师兄妹俩做个人吧。3日后，巡儿，咱们去成衣店看看怎么样？就在真香阁的旁边，正好咱们买完香料去买衣裙。哎，巡儿，你身上的熏香是什么味道的？真是太好闻了！上次赏雪燕的时候就想问你了。我没有熏香啊，我从来不用香料的。其实不是魏巡不喜欢香料，哪有女孩子不喜欢香的？她只是怕被人闻到记住，然后暴露她就是叶芝的事情。没用吗？可是你身上真的好香啊！哪种香？花香。不对，松果香？好像也不是啊，说不出来，以前从来没有闻到过，而且离远了没有，要离近了才能闻出来。总之，就是闻了让人心情很好的味道。你们看呢，那贝梦香像不像个首饰匣子？太傅府到底是有多穷啊，连个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居然让府上的小姐将所有的首饰都插在脑袋上，不沉吗？脖子不疼吗？追不追得慌？哼，怎么样？就算你将你娘的嫁妆全都拿走了又怎么样？爹还不是先紧着我花？
但是贝梦香不知道的是，他爹之所以能在他身上下本钱，是因为他知道了尚俊文对他有意思。贝雪，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贝大小姐，香儿在跟你说话呢。你愿意当舔狗就自己好好当，别拉着别人跟你一样，将贝梦香的话当成圣旨。你别在这儿胡说，我什么时候将香儿的话当成圣旨了？哦，原来没有呀。那行吧，你说没有，那就没有吧。我还以为你心仪贝梦香呢，看来居然是我会错了意。我没有，我不是。没有什么？没有心仪贝梦香？香儿温柔，性格又好，就算我哥哥喜欢香儿又能怎么样？那像你一样，除了长得好看以外一无是处，就只能倚仗着镇国公府，算什么本事？来，咱们往后退退，离傻子太近了容易传染。你们把贝梦香当宝，没准人家把你当成草呢。吏部尚书府人家可看不上，人家看上的可是摄政王，想着当摄政王妃呢。贝梦香，做梦倒是香得很。米峰在牵衣房的2楼早就看见贝寻往这边来了，左等右等也不见人上来，只能亲自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哟，这不是贝家2小姐吗？怎么今日换男人了，不去街上拦摄政王的马车了？也是啊，贝2小姐要是再拦几次的话，估计人家摄政王就得走着出门喽。公子此话怎讲？哈哈，摄政王府的马车都被拦了劈了烧火去了，那摄政王自然是要走着出门喽。姐姐，我只是想问问你，在镇国公府过得好不好而已，毕竟那只是你的外家，到底不如自己家自在。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回来跟祖父和父亲说的，他们定不会不管你的。你是没睡醒还是被傻子传染了？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现在整个镇国公府都是我在管家，我过得能不好吗？倒是你，太傅府是离了我娘的嫁妆以后，穷得连首饰匣子都买不起了吗？像你这个勉强还能算得上是官家小姐的人，将所有的钗环都戴在头上，你这一路走过来，没人问你脑袋重不重啊？别说，这贝大小姐说的还真是挺像的。可不是啊，你看贝大小姐衣裙是简简单单的款式，头上也仅仅只有一只步摇，但就是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啊。再看看那贝尔小姐，就活像个卖首饰的，生怕别人不知道她首饰多是怎么的。这你就看走眼了吧？你再好好看看贝大小姐身上穿的，虽然款式简单，但那料子可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东洋国的天丝云锦，一年也才5匹之数而已。贝梦香不可置信地看着贝寻身上的衣裙，天丝云锦，居然是天丝云锦，那个1000两银子1尺，而且是有市无价的存在，居然被贝寻当成寻常衣服穿在身上。少年晴拉着2人跟在贝寻几人的身后，也进了牵衣房。掌柜的，将你们这里最好的布匹和成衣拿过来，本小姐要挑挑。少年晴就像是跟那双胞胎作对似的，见他们2个拿哪个就要哪个。林然和林若对视了一眼，然后更加奋力地挑了起来。念晴姐姐，咱们还是别买了吧，已经很多了，好的几乎已经都在这里了。没关系，出门的时候我娘给了我银子，够买这些东西的了。可是买了这么多，穿不过来放着浪费了。我留着送人，只要能找贝寻和那双胞胎的晦气，我就高兴。念晴，别闹了，要是他们2个将这牵衣房里的所有的成衣和布匹都看一遍，难不成你还要全都买下来啊？哎呀，大哥你是不是傻啊？那俩双胞胎的身量跟我差不多，你没看我买的几乎都是这里最好的，还是我能穿的吗？不多时，贝寻跟米峰谈完了事情，从楼上走了下来，看着双胞胎空荡荡的双手，皱了皱眉头。掌柜的，我定制的衣衫很好，直接送到镇国公府就行了。另外我记得店里是不是还有2匹
东阳国的蚕丝锦缎，你去挑几匹花色好的，让我这2位朋友挑挑，记在我账上，就当我提前送他们年节的礼物了。寻儿，不用，这家没有，我们可以去别家看看。那蚕丝锦缎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没关系，你们尽管挑。你们也知道的，我在京都没什么朋友，就你们2个和欢颜同我交好。只不过欢颜还没从老家回来，不能一起挑。不要紧，一会儿咱们替他挑个好看的花色，让掌柜的送到他府上去。寻儿，真的不用的，我们同你交好，不是想占你的便宜。那蚕丝锦缎我们自己买就行。听我的就行了，我说送你们就送你们，要是你们再拒绝，可就是没把我当朋友。快到年节了，千衣房里挑布匹和成衣的小姐们不在少数，其中还有一起参加过赏雪宴的。此时听见贝寻的话，都羡慕地看着双胞胎，暗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跟贝寻结交，不然如今这好事是不是也该有自己一份？掌柜的，这蚕丝锦缎我要1匹。这位小姐真是抱歉呢，这蚕丝锦缎只有这8匹，而且不对外销售。让你装，买不到吧？气死你！不对外销售，但是他怎么能买？真是个蠢货！这个千衣房整个都是主子的，他有什么不能买的？可想归想，却是不能说出来。回这位小姐的话，贝大小姐之所以能买，是因为她跟我们千衣坊的老板认识。我们老板交代过，店里的东西不管多珍贵，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哼，我就不信了，整个京都就你们千衣坊有蚕丝锦缎，别的店里就没有？我就不信，我有钱还能买不着1匹布。小姐这话还真说对了，这蚕丝锦缎整个京都还就我们千衣坊有。今年东阳国总共出了16匹蚕丝锦缎，除了8匹被送进了东阳皇宫，另外的8匹全都在这儿，别的地方根本就不会再有。听见了没？我跟着千衣坊的老板认识，所以你们别有心理负担，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就行。你们2个呀，一个喜欢湖蓝色，一个喜欢浅粉色，对吧？这正好一样有2匹，颜色刚刚好。哦，对了，这2匹嫩黄色的给欢颜送去吧，他一定喜欢。哎，剩下的2匹居然是华山你最喜欢的银白色，哎，正好给你裁衣裳穿。凭什么？凭什么好东西都是贝寻的？自己明明也是他的妹妹，可是他都在这站了半天了，贝寻就好像没有看见似的，反而将那么好的蚕丝锦缎给了几个不相干的人。要知道自己可是和他有着血脉亲情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掌柜的，这得多少银子1匹啊？回这位小姐的话，这天蚕锦缎虽然不如天丝云锦稀有，但也得值500两银子。才500两银子1匹，我还以为多贵呢，也能让你们珍惜成这样。想必这位小姐从来都没买过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吧？谁说我没买过？看不起谁呢？我爹可是吏部尚书。既然买过，那您怎会不知道，这市面上的所有布都是按匹卖，唯独这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是按尺呢？才500两银子，不知道吏部尚书1年的俸禄是多少啊？能经得起尚小姐这个花法，难不成？贝大小姐请慎言，家父自为官以后公正廉明，从没做过有违律法的事情。倒是贝大小姐，这身上穿的是天丝云锦，手上这蚕丝锦缎更是说送就送，这镇国公府想必也不简单啊。我们镇国公府当然不简单了，我三舅舅是皇商，我花点银子怎么了？念青，时候不早了，母亲还在府里等着咱们呢。大哥，我东西还没有买完呢。香儿，我们先送你回府，改日再陪你出来逛。哼，回去就回去。念青，还不快走！等几人走出去之后，
尚俊文才发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将贝梦香送回了太师府之后，念晴，我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再去招惹贝勋，见着他就绕着走，千万别跟他起冲突，听见了没有？大哥，你在害怕什么啊？是被寻吗？那乡下回来的臭丫头有什么可怕的？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就记住，以后少招惹贝勋就行了，别给家里带来祸事。至于香儿，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提醒一下她吧。不过，她毕竟是贝勋的妹妹，想来应该没什么事，毕竟他们血脉相连。这晚，摄政王府里，魏泽，消息可送去真香阁了。回主子，送是送去了，可是那副阁主说呀，他们阁主最近身子不适，在休养，怕是不能来赴约了。贝勋最近怎么样？哎呀，王爷您是不知道呀，那贝勋今日可是将吏部尚书那嫡女啊给挤兑的够呛，他居然将牵衣坊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全都送了人，整整8匹啊，真是大方。不仅这样，在上郡文在说郑国公府不简单的时候，那贝勋居然说呀，他三舅舅是皇商，他花点银子怎么了？王爷您是没看见啊，那上郡文兄妹俩的脸色呀，当时可是好看的紧呢。还有那贝尔小姐，见蚕丝锦缎被送了人啊，嫉妒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再去仔细查查贝勋。不是都查过一次了吗？她一个从小养在乡下过穷苦日子的小姐，怎么可能有本事将牵一方不对外销售的蚕丝锦缎做主送人？那掌柜的凭什么听她的？而且既然不对外销售，那他是怎么知道牵一方里有蚕丝锦缎的？属下听到好像是因为贝大小姐跟牵一坊的老板认识，掌柜的还说呀，他们的主子说了，牵一坊所有的东西不管多贵重都要先紧着贝大小姐。你从小就跟着本王，这脑子怎么就不转圈呢？你看看那天吴成阁的副阁主，再看看你，本王当年怎么就挑中你了呢？那贝寻他真的是查的都不能再查了，就是一个被苛待从小被送到乡下的官家小姐，这有什么可查的？难不成他还能将原来贝寻他们住的小破屋子掘地3尺不成？贝寻他从小吃傻，还生活在乡下，他是怎么认识牵一坊老板的？而且牵一坊是谁的产业？他的老板是谁？难道你不知道吗？是属下疏忽了，咱们鬼市的人曾经来报过，那牵一坊是吴成阁的产业，所以牵一坊的老板就是阁主。那贝寻，哎，岂不就是跟那吴成阁的阁主叶芝是认识的？属下马上就去查，这贝家大小姐藏得挺深呀，居然还认识吴成阁的阁主，还真是小看他了。年节前2日，贝寻的3个舅舅也带着各自的妻儿回了郑国公府。外祖母，快看看寻儿给您定做的衣衫，喜不喜欢？我也给3位舅舅和舅母还有哥哥姐姐也做了衣衫，咱们一起去试试吧。尺寸我都是跟府中的绣娘要的，如果有不喜欢或者不合身的地方，还有时间改一改。哎，好好，没想到寻儿还能想着给我们做衣衫，快，咱们赶紧去试一试。哎呀，还是寻儿会做衣衫，我怎么就没想过将衣衫做成这样的呢？真是好看，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2日之后的宫宴上，郑国公府这衣衫还挺有特点的。摄政王顺着小皇帝的视线看过去，看，这是我那外孙女儿啊，专门找人定制的，家里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很好看呀？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能穿上外孙女儿送的袍子，知足喽。要是当初没有苛待贝寻母女俩，没有将他们母女送走，现在穿着这身袍子显摆的，是不是就是自己了？娘，金陵也是尴尬，他怎么会不想给女儿最好的？可是他给不起啊。您说什么？3国使臣已经在宫门口了，还有永没古国的人也在。浩儿别慌，这不是还有摄政王在的吗？一切听他的就是。辛苦千珏了。姨母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看着那凉亭中的人影，他就好像管不住自己的腿一样，慢慢的走了过去。花善，你说这宫宴什么的怎么那么烦人啊？一坐就是这么久，坐着就算了，还得时时刻刻的注意自己的仪态，不能给镇国公府丢了脸面。可惜我只适合躺着和靠着的腰啊，硬生生的坐了那么久，这会儿都不会打弯了。啊，对，就是这儿，还有肩膀也捏一捏。就在凤千诀缓过神，想走近看看的时候，王爷，该回去了，三国使臣马上就要到了。王爷，转身回到大殿中，但他此时满脑袋想的都是被巡手腕上那看不太清楚的胎记。主子，您看那是不是摄政王？就是那媒婆儿，也不知道出来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一看就没好事儿。被巡待了一会儿，也回到了大殿。北海使臣、东洋使臣、南疆使臣到。那南疆使臣在路过镇国公府的位置时，向这边看了过来，好像在确定着什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女啊！北海使臣见过南境皇帝。东洋使臣见过南境皇帝。南疆使臣见过南境皇帝。三国使臣请起，今日才是大年30，三位使臣到得早了些。别看这小皇帝才6岁，但一看就是从小按照皇帝培养的，往那一坐还真像那么个意思。但是凤千诀那个媒婆总是没事瞟自己是几个意思？难不成还想将自己嫁到别国不成？要真的是那样，哼，看他不打爆他的狗头。回南境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我刚收到我们王上的旨意。我们王上觉得两国常年征战不断，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想跟贵国联姻，以结永世之好。你们南疆居然还知道苦了黎民百姓啊！哪次的战争不是你们先挑起来的？现在你们打得国库空虚了，派人来说什么要结永世之好，合着里面外面好的坏的全都让你们给说了，你们的脸呢？啊，脸呢？还要不要了？原来林然那张嘴是随了他爹了。以前的事情双方都有对错，现在我们南疆拿出诚意，想跟贵国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王上知道这次的年节也是太后的寿诞，所以特意命人准备了丰厚的寿礼。众位应该都知道，我们南疆王室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各种奇毒。我们南疆王室的医师在今年更是研究出来了能控制野兽的丹药。寻儿别怕，有外祖母在，南疆那地方尽是这些不入流的东西。南疆的奇毒，能听人号令的野兽，在外祖母的眼里竟然只是一些不入流的东西。南疆使臣让一旁的工人将2个箱子打开，一瞬间大殿内响起了各种小姐和夫人们的尖叫声。王爷命属下保护贝大小姐的安全，如果有任何意外，属下会第一时间送贝大小姐离开。哟，这南疆送的哪是寿礼呀，这分明就是送的2只下马威嘛。各位不用害怕，这2只老虎已经吃过我们医师炼制的丹药了，是不会轻易伤人的。谁服下这药丸，谁就能成为这老虎的主人，对他们发号施令。而这2只老虎也只会听从这个人的话，任他为主。魏泽，你回到凤千诀身边，帮他保护好皇上。王爷说让属下保护好贝大小姐，所以属下哪儿都不能去。怎么样，皇上想好了让谁服用这丹药了吗？你们南疆的奇毒向来霸道，谁知道你这药丸吃了会不会死人啊？哈哈哈哈！怎么，你们南境的人都这么胆小吗？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此这丹药研究出来以后，我们大王子首先就吃下了丹药，收服了一头黑豹。再说了，本使臣就在这里，如果这是假的，难道本使臣不要命了吗？
哼，我们南境官员个个都是中流砥柱，岂是你这条烂命可以抵的？臣愿意施药。李将军既然想试，那就试试吧。本王这里有解毒丹，就算那丹药是假的，本王也能保住你性命。贝大小姐不必担心，李将军是我们王爷的手下。不是，我不是担心那丹药，而是……魏巡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那李将军已经接过丹药，刚要放在嘴里，就听到2道虎啸声响起。只见那2只老虎跳出箱子，冲着李将军就扑了上去。那青年将军发现了异样，一个滚地躲开了猛虎的袭击，但手臂和大腿还是被抓伤了，手中的药丸也随之掉落在地上，被其中一只猛虎瞬间踩碎。不可能啊，每次都好好的，这2只老虎明明是被驯服过的。显然这2只猛虎知道那黑色的药丸是什么，所以才会扑出去，他们不想受制于人。这下可完了，这2只老虎是受过训练，能上战场的，这些侍卫可能奈何不了他们啊。那猛虎被药香刺激得越来越暴躁，最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冲着小皇帝和凤千爵而去，在保护小皇上和太后的同时，只能牵制住一只，另外一只则是侍卫和几个将军们在周旋。看着猛虎离小皇帝越来越近，众人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你这畜生，给我滚下来，不然看我不把你的虎头打成狗头！这郑国公府的小小姐是被吓疯了吧？我觉得也是啊，正常人谁会在这个时候训老虎？那可是老虎呀，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呀？这贝大小姐是不是训人训上瘾了？现在就连老虎都不放过了。主子又傻了。那老虎一个急刹车顿住了身形，然后转身看向被寻的位置。快退回去，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要不是他在这玩闹，现在死的就是那个小皇帝了。哎，快看，停下来，停下来了！那老虎居然真的能听懂人话。听懂了又怎么样？没看见那老虎现在盯着那被寻看的吗？让他出风头，吸引了老虎的注意力，这下看他怎么收场啊！大殿里的其他人在侍卫的保护下早就退到了安全的地方，就连郑国公府的其他人也在魏泽的安排下退到了后面。我让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要造反呢？一股地府的死亡之气从被寻的身上散发而出，在感受到那气息的威压之后，瞬间就跳下来趴在地上，温顺的像是只猫一样。说他没说你是不是？赶紧给我滚下来趴下！那猛虎感受到死亡的气息，瞳孔瞬间一震，咻的一下冲着被寻就扑了过去。可那猛虎在快要到被寻身前的时候居然停了下来，稳稳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贝大小姐，可否让咱们回到箱子里？听不懂人话啊，让你俩进箱子里呢，等着我送你们呢。以逃命的速度回到箱子里趴好。那个女人太可怕了，刚才那股气息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要回南疆，还是南疆的那群小矮子可爱啊。那个我曾经在乡下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是这么训狗的，我就想着试试，没想到还真挺管用的。我信你个鬼！好了，猛虎已经被收服了，众位大臣都坐回来吧。训狗？哼，要是训虎跟训狗一样，那他们南疆还混个屁呀！小矮子，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你也想进箱子里待一待？众位爱卿受惊了。南疆使臣，这2头猛虎，你不该给朕和众位大臣一个解释吗？南疆使臣，我们皇上问你话呢，你哑巴了？我们好好的宫宴，你不请自来不说，还弄了2头猛虎来捣乱。要不是有我们郑国公府的小小姐在，怕是不知道要伤到多少人。那2头畜生甚至差点要了我们皇上的命。我看你们南疆啊，不是来结百年之好的，是要来灭门的吧？还请南境皇帝明察，我们南疆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不仅仅是这2头猛虎，外边还有10几个箱子的奇珍异宝，
里边不乏一些灵丹妙药，这些都是我们王上亲自命人准备送来给您和太后的，都是我们的诚意呀。您看，我真的没事儿，那2只老虎根本就没碰到我。司徒依云满眼的后怕，刚才在猛虎出来的时候，他都想好了，万一这猛虎要冲着自己的外孙女儿来，他就算是暴露，也得将贝勋保护好。刚才你怎么能驯服那猛虎？你若不想说，外祖母也不会问。但是那训狗的借口只能暂时蒙混过去。如若以后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外祖母教你的就好。他以为外祖母定然会问个所以然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外祖母不仅没问，还帮他将退路给想好了。外祖母，您真好。我们王上想娶南靖国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为王后。本王不同意。如果本官没有记错的话，贵国的王应该已经年过40了吧？今年年中的时候，贵国的王后才刚刚离世，你们王上就这么迫不及待？行吧，迫不及待也就算了，你们南疆就没女子了，偏要来霍霍我们南境的女子，一个都快50岁的人，要娶人家一个刚刚及笄的小姑娘做王后，还一副施舍的态度。你们王上的脸啊，可真是比你们的疆土都大。大人此言差也啊，虽然我们王上的年纪确实大了那么一些，但平时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就像是30多岁。而且小小姐嫁过去是做王后，那可是多少女人的梦想啊。那是你们南疆女子的梦想，可不是我们南京女子的。我们南京有的是大好男儿，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嫁到你们南疆那么远的地方？微臣觉得寻儿该嫁去南疆。寻儿嫁过去之后，两国结了永世之好，自然就会停战，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贝大人这么想攀高枝，不如看看你旁边的贝梦香，将她送去南疆，一样能让你有个做王后的女儿。贝玄，你在这胡扯什么呢？谁要嫁去南疆啊？怎么，不是刚刚贝大人说的吗？嫁去南疆那可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啊。那么好，你怎么不嫁呢？因为我们镇国公府不需要一个做王后的外孙女儿撑场面，可你们太傅府却想要一个做王后的女儿攀高枝，所以你不去谁去啊？本王记得贝勋已经跟太傅府没关系了吧？那贝大人自然无权替贝勋本人做主。不过如果贝大人想让贝二小姐嫁过去，倒是可以跟南疆使臣商量一番。贝大人，你快闭嘴吧，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人的。你这个孽女！哼，害了老身的女儿不说，现在居然还敢把你肮脏的心思打到我寻儿身上。贝承平，你是活够了想死吗？不如老身成全你如何？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坐好，少在这里丢人现眼。父亲，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啊。你什么也不做，就是为太傅府好了。如果没有你的自作聪明，太傅府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贝大小姐，打住！我不会嫁到南疆去的，我们摄政王不同意，镇国公府不同意，我自己也不会同意。做南疆的王后难道不好吗？你们的王娶别国的女子真的好吗？能够得着嘴吗？这人还是不是个女子了？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居然还敢拿他们的身高说事。臣心悦镇国公府小小姐已久，愿娶小小姐为妻。此生只她一人，绝不填房纳妾。南疆使臣还没有解决呢，这会又来凑什么热闹？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南疆使臣说要求娶贝寻为王后的时候，他心中竟然那么的不愿意。现在又多了一个林安书，这简直是让他有一种想杀人的欲望。我们南靖国是不会跟你们南疆联姻的。
今天是年30，又是我母后的寿诞，你们送来2只猛虎，搅了宫宴，本就是居心叵测，居然还想着娶我们郑国公府的小小姐，简直是在做梦。回去告诉你们的王，不服就开战。我们南境的男儿有的是，还不屑于用一个女子一生的幸福去换取短暂的和平。在备勋想说什么的时候，就看见平时给他看门的2个鬼差冲他飘飘忽忽的飞了过来。小祖宗，大人让我们告诉您，不能嫁人，那2个人都不是您的正缘。他自己怎么不跟我说？那个，大人可能是在忙，没时间吧？大师兄在忙，没时间跟我说不能嫁人，却有时间让你们来告诉我。小祖宗，我们俩就是个看门的，大人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呀。不知道，知道也得装不知道啊，知道太多会被下油锅的。行吧，那你们也替我给大师兄传个话，今天是年30，还有7天我就能回去了，让他和崔珏2个人好好的藏起来，千万不要被我给找到。南疆使臣想了想，最后还想再争取一下，还没有等说，永莫古国使臣到。这件事情肯定跟他外祖母有关系，他甚至怀疑这永莫古国的使臣在这个时候来，就是他外祖母授意的。见过南境皇帝。使臣快免礼。说完之后，小皇帝就不安地看着凤千爵。身为皇上，他自然知道永莫古国代表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小皇帝一登基，郑国公府就受到了重用的原因。其实他的父皇南宫炎也并不是没有重用郑国公府，而是他那时候边境不停的有战乱。不知3位使臣这个时候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我们3人今日是奉我们女帝之命前来取一个人性命的，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是不想私下解决，引起贵国的恐慌。不知是谁得罪了贵国的女帝。今夜是年30，不如等过完年，我们再商议此事如何？大年30到人家国家的宫宴上取人性命，你们永莫古国还真是奇怪，一点忌讳都没有的吗？然后众人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眼前一道矮小的身影就被华丽丽的扇飞了出去。我们大人在跟南境的摄政王说话，哪有你这狗东西插嘴的份儿？南疆使臣趴在地上吐了一口血，然后就闭上眼睛装死了。回摄政王，我们路上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些日子，今日刚抵达南境京都，没提前送上文书，是我们的疏忽。但此人的性命，我们今天必须取走，因为我们女帝的原话是，不能让此人活到明年。摄政王放心，我们下手是有数的，不会弄得到处都是脏污。说完，也不等凤千爵回话，更不管其他人的表情，只见领头使臣手中一根细细的银丝闪过，瞬间缠在了贝承平的脖子上，最后没了气息。你们凭什么杀我儿子？永莫古国又怎么样？永莫古国就可以随意杀人了吗？我儿子一直都在京都，甚至都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他是怎么得罪你们的女帝了？居然在年30的宫宴上要了他的性命！哼，这种死法还真是便宜他了。本大人奉劝你，平日里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有时间还是多管教管教家人，别让他们再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不然下次那就不止他这一条命了，估计你们太傅府是要灭门了。今日打扰贵国宫宴，实在抱歉。我们的事已经办完了，马上就离开贵国，不会给贵国带来困扰。说完转身就走，那领头的使臣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狠狠地踩在了南疆使臣的腿上。抱歉，刚才没看到你在这边，本大人还以为就是个黑点儿。下次想要躺着就去边上，说不定谁看不见，一脚将你踩死了，可怎么办？说完就转过头潇洒地走了。是个黑点儿，如果不是贝承平死了，此时不合时宜，贝勋就要笑出来了。是你对不对？是你让他们来取我儿性命的，对不对？
司徒依云看着贝太傅，对他的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你，你是从永墨古国出来的，又是郭姓，一定就是你。你恨我儿子苛待你的女儿，导致他最后丧命，所以就让人来杀了我的儿子，是不是这样？只有你的孩子是宝贝，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芥了吗？我的女儿是我从小当成眼珠子似的宝贝大的，可没想到现在你知道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滋味了吗？太傅请节哀，刚才那永墨古国使臣说了，是他们的女帝派他们来的，这跟老国公夫人有什么关系呀？对呀，太傅还是快让人将贝大人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吧。我儿平白无故的被永墨古国的人杀了，还请皇上和摄政王给我儿做主，我儿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永墨古国在我们南境宫宴上公然杀人，这是明摆着不将我南境国放在眼里。如果这件事不追究，那以后是不是其他3国都可以效仿永墨古国，来我们南境随便杀人啊？这位大人多虑了，我们2国是来跟南境交好的。您担心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肯定不会的，这点我们可以拿性命保证。我死了？死了？不可能，你骗我，你一定是骗我。小祖宗，用不用我将那傻子拘走啊？那傻子是我爹。那个什么，小祖宗，我不是有意的。没关系，他本来就是个傻子啊，不过现在不用拘他，咱们跟他玩一会儿。果然啊，小祖宗就是小祖宗，从不放过一个魂儿啊。喂，你差不多就得了啊，这扑人不累吗？哎，你怎么还扑你爹呢？是不是想将你爹也带走啊？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大儿。你这个不孝女，我掐死你，这样就算是下地狱我也有个伴儿。这个真是，不管怎么样啊，都拦不住一个想死的鬼。只听见砰的一声，贝承平被贝寻身上突然出现的金光给弹飞了出去。果然，就连我们阎王大人都怕这金光，更别提你这刚死的家伙了。对，再撞，你继续撞，你就这么撞我们小祖宗啊？这样呀，一会儿我们连拘都不用拘你喽。你为什么能看见我？蠢货就是蠢货啊！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吗？我问你，你为什么能看见我？你当自己是谁啊？你问我，我就要答。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是啊，你的女儿早就死了，被你害死了。对，你不是我女儿，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那么狠心呢？但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就要把我复活。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是人，不是神。你说复活就复活呀？就算你的女儿现在在这儿，也只会让我将你打得魂飞魄散。不，小祖宗你就是神，是我们地府所有魂心中的神啊！玄儿，让那俩看门的将贝承平的魂魄带回来。哎，大师兄，你不忙了呀？能跟我说话啦？玄儿，贝承平现在是你的父亲，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在你的手上魂飞魄散，不然对你不好。崔珏看着叶白，他突然有一些同情自己这好友了。你同情个屁呀！你忘了自己被玄儿追得到处跑，满天飞的时候了？就在贝承平再次撞击贝寻的时候，大殿外面黑漆漆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闪电。你们两个出息！小祖宗，那可是天雷啊！玄儿，快让那两个鬼差将贝承平的魂魄带回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们老大让你们两个将那傻子的魂魄送回去，还不快去抓？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爹。如果我在你的手上魂飞魄散的话，你会遭天谴的吧？此时宫宴还没有结束，
贝太傅依旧在跟凤千诀还有小皇帝纠缠着。贝太傅，本王觉得永墨古国的女帝是不会冤枉人的。作为一个帝王，如果随意冤枉人，那永墨古国也不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所以本王建议你还是回去查查，看看贝大人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女帝。快带贝大人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吧。今日的宫宴也到此为止。后面是为期7天的休沐，还望各位大臣过个好年，来年更好的为南境效力。好了，都散了吧。就在贝寻听到都散了的时候，整个人都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了。可就在贝寻想要站起来，想要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抓了贝成平魂魄的时候，就见那贝成平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冲着贝寻使劲地撞了过来。瞬间金光大盛，贝成平的魂魄最终还是烟消云散了。外祖母，我身体有些不适，就不跟您回府啦，我去找神医看看。外祖母派人护送你。我不用了，外祖母，华善的功夫就很好，可以保护我。而且那神医的性情比较古怪，不喜欢太多人知道他的住处。就在贝寻要走的时候，贝大小姐，林三哥，我知道你的心意了，只不过我现在有些事情，咱们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可好？林安淑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贝寻带着他的婢女飞似的出了大殿。林三哥，贝寻喜欢林安淑，不行，自己得尽快弄清楚贝寻到底是不是叶芝。刚一出宫，华善，你去将张子时那货给我拎到城外10里处的那片荒地上，我在那等你。真香阁的后院中，大年夜的，居然将我自己留在这里，不知道我没有亲人吗？真是的，好歹宫宴结束以后你们倒是来看看我呀，亏我还给你们2个准备了礼物。怎么闪电了？虽然快开春了，但是这会儿下雨会不会早了一些啊？主子，他这大半夜的进我房里干嘛？我就知道主子放不下我，肯定是宫宴结束来看我的。哎，看就看呗，干嘛那么着急啊？还一身杀气，难不成大年夜还想着揍我一顿？大半夜出城，连画扇都不带，肯定是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去了。我非得跟过去瞅瞅不可。凤千诀抬起头，贵子，京都里面有没有空旷的地方？空旷的地方，京都城内没有，但是京都外10里处有一片荒地，就在一处山脚下。那里曾经有几个村庄，几年前因为下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所以后来官府呀就将那所有的村民都迁到了别处，那里就一直荒了下来。大年夜去荒地，有点怕怕的。此时的贝寻正站在魏泽说的那处荒地上，要批就批，再能吓唬谁呢？天道，你是不是该进化了？你分不清好人坏人是不是？那傻子将原主和他娘都磕待死了，还不让人还手不成？轰！又一道天雷劈了下来，依旧没有伤到贝寻半分。我跟你说话呢，你傻了是不是？再说了，那贝成平虽说是撞到我金光后才魂飞魄散的，但是他自己碰瓷儿找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好坏不分，你枉为天道。就你这样，3界得有多少的冤魂错案呢？你个白痴，你个傻蛋！哎，没屁找，气死你！哎呦，姑奶奶，您轻点灵，我快吐了。哎，慢点慢点，您让我救谁也得留我一条命不是？主子呢？在那山底下跳舞呢。别说啊，主子这到底是什么功法？我从小习武当杀手这么多年，从来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什么功法能有这样的速度。如果不是我将内力运到双眼上，这会儿就连主子的残影都看不见了，真是羡慕死了。等主子回来，说什么也得让他教教我，这速度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神器啊！闭嘴，还不去附近盯着点，万一有人过来怎么办？得，
我这就去看看，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我祖宗。哎，我就在附近啊，不会走远的。如果主子被劈了，你就喊我回来，我好看看热闹。在看见华善将张子时带来之后，心也就落地了。要知道，就算是被天雷劈着，以他的魂灵来说，也不至于让这副身体受太重的伤，但是这么的疼啊！雪儿，这天雷你是必须要受的。我不凭什么？贝承平毕竟被你打得魂飞魄散。我没有，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你没有阻止他。好言劝不住想死的魂儿，他就是故意找死。寻儿，你乖，大师兄会护着你的。那大师兄，你来帮我来扛着天雷吧。寻儿，如果你不受天雷，他就会一直追着你劈。你乖，大师兄已经给你化解2道了，只剩下最后1道了。大师兄，你确定就1道？就1道。哎，那行吧，1道就1道。来吧，你这狗东西，不是想劈死老娘吗？阁主这是累了？如果主子被雷劈了，你能不能救啊？啊，这个嘛……如果主子有个3长2短，你我2人，再加上盯梢的那个话痨，就一起去陪主子吧。哎，华善姑娘，你冷静一点，我也没说不能救嘛。我保证，但凡阁主不是马上就死，还剩一口气在，我绝对能将他救回来。那个什么啊，就算阁主马上就死，我好像也可以试试。就算是地府的阎王来抢人，我也一定将他拉回来。我跟你抢他干什么？我恨不得他永远都别回来。这小祖宗不在地府的日子，每个鬼差都各司其职，老实的不像话，只除了每个月的初7。我去，不讲武德是不是？不做人是不是？但在天雷碰到他的同时，只见贝寻的手中爆发出一道强烈的金色光芒，顺着天雷的原路返了回去。这他妈的到底谁不讲武德啊？谁不做人啊？想白劈老娘，门儿都没有！这下可两清了。当凤千雪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她心心念念的红衣女子左手指天，站在那里硬生生地扛下了一道天雷。叶白在关灵镜中看见贝寻接下天雷并无大碍，甚至还能反击之后，身上的银色光芒不停地晃动。没错，其实天雷根本就没有办法化解，是叶白用法力将那2道天雷引到了自己的身上。主子被劈了没有？是不是被劈了？我刚才都听到声音了。他们2个是怎么过来的？连个人都看不住？那能怪我吗？谁知道那凤千诀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武功居然那么高。那魏泽都没出手，凤千诀一脚就将我踹得老远，一直把我踹到树上才算完。你看看，后面的大树上还有我的人字印呢。哼，废物！我是男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被雷劈了呢。我也要去瞅瞅。叶芝，你还好吗？他挺好的，不好的是我。哪里不舒服？你说出来，别吓唬我。我比他还不舒服，为什么没有人来问我？那女人居然用金光打我，这会儿我都快被烧死了。哼，劈我烧死你！再不快点滚回去疗伤，你这天雷就要化成青烟喽！你牛，我滚！叶芝，叶芝，你还能说话吗？我本来应该是没事儿，但是如果你再这么晃我，我可能就有事儿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弄疼你了吧？他想看看这货是不是被什么玩意儿给附体了，不然怎么会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2个鬼差在旁边围着贝寻不停地飞着。你们2个能不能停一停啊？别跟个竹蜻蜓一样的围着我飞，我眼晕。好的，对不起小祖宗，我们不飞了，不飞了。小祖宗还好吗？说不上好，但是死不了。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们2个离远点。刚才要不是我把你们2个挥开，现在有事的就是你们了。
魂魄最怕的就是天雷，你们两个以魂体挡在我面前，想替我挡天雷，这份心意我知道了，日后定给你俩讨个好差事。还有下次啊！努力修炼，帮小祖宗挡天雷。张神医，你快给主子看看，在这愣什么神呢？你不是说了，就算主子死了，你也能试试的吗？现在还没死呢。你能不能闭嘴？没看见那小祖宗正瞪着我呢吗？那个，这个地方太黑了，太暗，不利于治疗，咱们还是回城去吧。我看阁主的样子，问题不大，坚持到回城啊，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回真香阁。去摄政王府。魏泽，你先带着这个，沈英回去准备。哎，侍卫大哥，你低点飞，我恐高啊！天哪，侍卫大哥，你可抓紧了啊，千万别把我掉下去！哎呀，太高了！魏巡听着张子时的声音越来越远，一口银牙都快要咬碎了，怎么就走得这么快？居然都没有跟他要那个止疼的丹药。这什么破神医啊，江湖骗子吧？给，止疼的，效果很好。摄政王，还是让属下来帮主子吧。本王报，本王速度快，你们跟上就行。听见凤千诀的话，华善本来想说还有米风，他的速度也不慢。算了，这货自己回去都是个问题，要是他把主子给摔了，估计这货的小命也就危险了。碍手碍脚的，一点用都没有。孤男寡女的，还不赶紧回去看着点主子，在这愣什么神呢？等着哪天雷回来劈死你这个废物吗？我废物？我碍手碍脚？我一点用都没有？天雷回来劈死我！最毒妇人心啊！果然不能跟女人计较，尤其是一个生气不讲理的女人。摄政王府，你脱她衣服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当然是给她治伤啊！这女人是被雷劈了，身上黑漆漆的都烧焦了。哎，你没闻见一股烤肉味吗？我不将她衣服剥下来，等一会儿粘到身上把她弄疼，我这命还要不要了？哎呀，你别站在这儿挡着我，耽误我保命，保我自己的命。可凤千诀不管张子时怎么说，始终不肯让开，一直僵持到华善追来。主子的衣服岂是他能脱的？这要是传出去，他家主子还要不要嫁人了？就算这会儿摄政王府的人嘴巴都紧，不会传出去，但是等主子醒过来，估计会杀人的吧？多谢摄政王救命之恩，无以为报。等我给阁主医治完了之后呀，给您请个平安脉。咱们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嘛。你随本王出去，怎么做你告诉他，让他来。张子时将怎么做详细的告诉了华山，留下药之后就跟着凤千诀走了出去，站在廊下等着。哎，别进去，华山和阁主在里面，你可千万不能进去啊！你不是说主子没事的吗？让我去看主子最后一眼。主子最怕孤单了，等我看完，咱们一起上路去陪他。最后一眼？这么着急吗？等明日主子醒了你再看不行吗？你活不到明日了。如果这会儿你非要现在进去的话，估计也确实是最后一眼了，是你的最后一眼。明日主子就醒了？对啊，明日就能醒。他们这会儿呀，正在里面清理身子换衣服呢，所以你要不要等他们换好衣服，或者等明日那小祖宗醒了你再进去？大恩不言谢，等回去送你一车药材。哎，走，让那个侍卫找个房间，我给你看看腿，不然啊，你这一瘸一拐的，耽误给我送药材。后半夜，看他们刚才的样子，如果本王将他的面纱掀开，还能活过明日吗？王爷，您是有什么事情吗？等主子醒了，我们马上就离开。本王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在这里休养多久都可以，等好了再说离开的事情。华善想了想，也好，要是主子这个样子回到镇国公府，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自己还是得回去一趟，毕竟主子要是几天不回去，怎么也得有个由头。既然这样，那就打扰王爷了，属下还有事情得出去一趟。放心，本王替。蜜蜂，你死哪儿去了？
还不赶紧滚过来看着主子？其实本王也可以。主子怎么了？是不是不好了？老张头，老张头，你快来啊！怎么了？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主子，我有事情要出去一趟。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好好照顾主子的。我觉得你话里有话，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就说我扶着你过门槛，你还不用，这下好了吧？这是摔到脸了，怎么还流鼻血了呢？啊，丢人呐！吴成阁的脸都被他丢尽了。镇国公府，红山，你是说有好几次的晚上你都莫名其妙的睡着了？是，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来寻儿那丫头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呀。罢了，你还是回到我身边吧，不用再去保护寻儿了。不然每次她还得费尽心思的将你迷晕，怪麻烦的。那小小姐的安全？照目前的情况看，寻儿她呀安全着呢。谁要是招惹她，不安全的可能是别人。没想到她的性格一点也不像她娘，反而像我多一些。好啊，好啊。那用不用属下派人去查一下？不用。既然寻儿不想让咱们知道，那咱们就不用知道。那孩子是个有分寸的，我放心。老夫人，奴婢扶您去休息吧。唉，休息不了，再等一会儿吧。李嬷嬷，我看屋里的灯还亮着，老夫人睡了吗？小小姐身边的华善姑娘求见。老夫人担心小小姐还没睡呢，快将华善姑娘请进来吧。回老夫人，小姐身体不适去了神医那里，被神医留下调养了，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小姐怕老夫人担心，特意让奴婢回来告诉您一声。寻儿是生病了吗？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从前在乡下的时候身子没有养好，现在需要调养。那就让寻儿好好的休养，不要着急回来，怎么也得将身体养好。告诉寻儿不用担心我这把老骨头好得很。你去吧，记得收拾几件衣裳给寻儿带过去。对了，还有暖炉，那丫头啊怕冷。李嬷嬷看着华善离开的背影，不放心的开口：老夫人，小小姐的身体不适，也不找个好点的借口。就那丫头成天活蹦乱跳，对天对地的，她身体能不好？总之啊，没事就行。那丫头啊，不是个吃亏的。确实刚怼了天，而且怼的还是天雷。华善回来的时候，凤千觉这会儿正在王府的书房中处理着公务，可看着眼前的密报，他的心思却全在贝寻手上的那道胎记和叶芝的面纱上。其实在抱着贝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偷偷地看过了贝寻的手腕，可奈何被雷劈了的贝寻身上一片漆黑，尤其是左手的手腕。他本想直接停下掀开面纱，可华善就跟在身后不远处，一直都没有机会下手。你们两个睡就睡，居然还打呼噜，把主子都吵醒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虽然有些发热，但都是正常现象。药啊，我已经让人去熬了。至于身上，都是些皮外伤，养养就好了。再配上我秘制的药膏，保证一个疤都不会留下。等好了之后，还是那个白白嫩嫩的小祖宗。你们两个去其他房间休息吧，别在我这里打呼噜，会让我想打人。主子，您好点了没有？属下刚才回了一趟镇国公府，跟老夫人说了您要留在神医那调养身体，要过几日才能回去，还顺便去牵衣坊给您拿了几套衣服。还是我的华善姐姐能在关键时刻指望上，要指着刚才那俩，我气也气死了。
赶紧把衣服放下，让魏泽给你找个房间去休息。我这没什么事儿。属下哪儿也不去，就在您旁边的小榻上休息。您现在受着伤，属下不能将您自己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算是摄政王府也不行。那两个死货确实不怎么能指望上。主子您不知道，您在米峰那儿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还有那张子时，要不是摄政王他就……总之，属下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您。哎呀，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认识了你们3个，我都说了，这小祖宗没事儿，反复发热是正常现象，过几日就好了。你们怎么就不信呢？哎，你俩干嘛堵着门啊？我还得回去睡觉呢。不行，只要主子不退热，你就得一直守在这里。男女授受不亲。没事儿，我是女的，你们俩坐在门口，我去床边陪着主子。你看好他，不能让他跑了。要是让他跑了，就让主子把我打得主双管。你们会功夫，你们了不起。要不是怕那小祖宗醒了拆了我的小院子，我非把你们2个毒得跑肚拉稀不可。还拄双拐，我保证你跑的比没拄拐的都快。他们2个就站在那里，一边看着张子时扎针，一边听着贝寻烧得直说胡话，什么鬼差啊阎王的，后面居然连生死簿都出来了，生怕自家主子去见了阎王。阎王，我想见就见。不，能不见就不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3天。华山，你别说，老张头的药膏还真的好使，这才几天呢，就开始恢复了。这点华山不可否认，张子时的药确实是好用，比起仙丹也不差。外面下雪了，应该是开春前的最后一场雪。要不要出去走走？他要将人约出去，不然在房间里面，他身边的侍女就像是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不，应该是防着所有人。躺了好几天，骨头都躺僵了，是得起来走走。凤千觉带着贝寻走在院子里，看着身后寸步不离的华山，满脸的郁闷。那个了半天也没那个出个所以然来。我的好姐姐，你照顾我好几天都没休息好，回房去休息吧，我跟摄政王说点事情。那属下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事情您就大喊，米峰和属下都听得见。本王长得像流氓？不，你怎么会像流氓呢？就您这长相，多看几眼我都会担心自己变成流氓。王爷，您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吧？那个是有个事情，但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说来听听。那个本王想看看你的真容。你想掀我面纱？为什么？本王想确认一件事情。行，那你先吧。这次轮到凤千诀蒙圈了，他纠结了好半天，想到他会生气，会掉头就走，避而不见，会找借口拒绝自己，却唯独没有想到他只是想了一下就痛快地答应了。他虽然不知道凤千诀为什么要掀自己的面纱，但是他能确定他真的是个好人。还有一点就是贝寻知道凤千诀要给自己保媒拉线当媒婆的事儿，所以他非常的好奇他在看见自己就是正主的时候是个什么表情。要知道自己可是跟他有婚约的，给自己的未婚妻保媒拉线，呵呵，真是期待呢。王爷，您是要掀我的面纱，还是要掀我的头盖骨啊？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慢慢地放在贝寻的面纱上，一下两下，怎么都拽不下来。王爷，您是真的要掀了我的头盖骨啊？那个本王不会摘。不会摘你早说啊，头发都薅掉好几根。贝寻素手轻抬，一边摘面纱一边皱眉，也不知道华山最近几天抽的什么风，每天都将面纱夹得这么紧。这不是某人总打面纱的主意吗？虽然我不说，但是我不傻。在贝寻摘下面纱的那一刻，一张倾国倾城的绝色容颜显露了出来。凤千诀怔怔地看着未施粉黛的贝寻，心中既高兴又懊恼。高兴的是他果然没有猜错，贝寻就是叶芝，而且他们是有婚约的。懊恼的是
他居然让魏泽给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相看男人，试图将她嫁出去。还好没有成功。你们两个是不知道啊，刚才我将面纱拿来的时候，那凤千诀整个人都吓得愣在那儿了。哎呀，你们两个没看见，真是太可惜了。早知道他能是这种反应，我早就把面纱掀了，真是太好玩了。那主子你知不知道，那摄政王对你没安好心？华善虽然心中有所感觉，但他也知道自家主子对男女之情这种事情是有一些迟钝的。闭紧你的嘴巴，少说话，多做事。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这热闹我还没看够呢。正在这时，阁主，您在吗？属下找您有事情。进来吧，主子正好醒着。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那个，我想请阁主去看一下我们王爷。凤千诀他怎么了？王爷他有点不对劲。啊？哎，就是属下也说不上来。从刚才回了书房以后，王爷就有些不对劲，所以属下想请您去看看。不对劲去找张子时，我又不会看病。不是看病，是看。既然这样，本阁主就随你去看看，看看你们王爷到底是怎么不对劲。可当贝寻将书房的门推开之后，就看见凤千诀正坐在桌案前，看着一幅画，赶紧手忙脚乱的将画给收了起来。那个王爷，你们聊啊，我属下就先出去了。你找本王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啊，是魏泽让过来看看你的。魏泽怕你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特意求了我来看你。附体？魏泽，你给本王等着，一会儿本王就让军棍附你的体。那寻儿可看出来什么了？王爷还是叫我叶芝比较好，如果在外面就叫我贝大小姐或者是小小姐都行，毕竟咱俩之间充其量只能算是朋友而已。至于看出什么，那倒是没有。王爷好得很。贝寻想着，我当然看出来了，出来看你的笑话来了。还被什么东西给附体了，被傻子附体了还差不多。既然看完了，王爷也确实没什么事情，那我就走了。稍等一下，后日是贝承平发丧的日子，你要不要回去看看？我去。正好，后日本王也要去，不如……不了，张子时说后日我差不多就能大好，所以我准备明晚就回镇国公府，到时候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不用麻烦王爷。自己去领武士军棍？是王爷，但是领军棍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阁主跟贝寻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啊，王爷？如果贝寻就是叶芝，那他肯定知道属下跟他相看婆家的事情，也知道属下安排人与他偶遇的事情啊。那又如何？王爷，您心悦阁主，可属下却看上了阁主身边的那个女护卫，这样将事情给捅开了，我还怎么追她呀？我要是追她，估计她能一脚将我踹死吧。什么时候的事？就是赏雪宴，王爷您毒发那晚的事情。王爷，您跟阁主呀在山洞里待了一夜，属下也跟那女护卫在外面守了一夜。你们两个那天晚上……我跟他之间啊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做，就连话都只说了3句。3句？对啊，就3句。第一句是，王爷您让属下将银票给他，他说知道了。第二句话就是属下问他和阁主怎么会在这里，他说关你什么事。第3句，属下刚把嘴张开，还没等说，他说闭嘴。就这3句话。后来你们就一句话都没说，在外面站了一夜？那怎么可能？我不停地跟他说话，只不过他没有理我。没理我就算了，还专挑看不见的地方把我打了一顿。属下自认为功夫不错，但居然没打过他。王爷，您说他是不是很特别啊？这货怕不是个傻子吧？喜欢被人揍？叶芝就是贝寻，他身边的女子应该就是华善，
只不过易了容而已。至于他们两个的生意，应该是有什么秘法吧。行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要追人家，就自己想办法去追，别在这里烦本王。本王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追呢，哪有空管你们俩的闲事儿啊？两个将人给得罪彻底的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魏泽刚站起身，就听见小厮来报，说张子时求见，要给王爷请个平安脉，报答王爷那日的救命之恩。哎，魏侍卫你也在啊？那正好，一会儿也顺便给你把个脉。现在神医都这么平易近人的吗？不应该都像山里的那个老邓一样，每次去啊都得给着金银，陪着小心，还得把人家当祖宗似的求着吗？张神医和叶芝是怎么认识的？王爷，我今日本来心情挺好的，但是看着对方的好奇的眼神，还是说了起来。毕竟他实在是太想找人倾诉倾诉了。哎，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如当初就让那头熊把我吃了，这样我也不会天天被那小祖宗压得死死的。就是我有一日去山上采草药，因为突然下起大暴雨，没法下山，就留宿在了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说来也是我倒霉吧，那座山我都上过好几次了，都没有事儿，偏偏那次呀碰到一头棕熊。我独自进山，身上肯定会带着驱蚊驱兽的药粉的，可是那棕熊啊就好像成了精似的，我每次撒出去的毒粉它都能避开。我不会武功，最后把毒粉都撒完了，它还在洞口的不远处徘徊，就连我点的火把都没用。就在我以为自己肯定要当晚餐的时候，看见一个一身红衣戴着面纱的姑娘坐在不远处的树上吃果子，身边啊还跟着一个黑衣女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天神下凡，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那哪是什么天神下凡呀，那简直就是作精下凡，是老天爷看我活得太好，派来惩罚我的。我看见他俩坐在那个树杈上，一边啃着果子，一边看向我这边，还不时地讨论几句。眼看那棕熊就要来了，我吓得赶紧大喊，求他们救救我。可你知道那小祖宗当时说什么吗？他说呀，他就是路过这里，听到有动静来看看热闹。王爷，您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这凤千绝嘴角抽了抽，不由得回想到他当初中毒回京的路上，好像也是因为他来看热闹才救了自己一命。当时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赶忙告诉他我是神医，只要能救了我，我这条命啊就是他的。那小祖宗听到我是神医的时候，眼睛都亮了，抬手就将啃了一半的果子扔到那棕熊的头上。王爷啊，您可能想不到，就那半个果子轻飘飘的砸过去，居然就将那棕熊直接给砸死了。您说吓不吓人？确实是挺吓人的。所以啊，后来就算知道那小祖宗是个作精，这一年来我也只敢偶尔小小的反抗一下，并不敢真把他惹急了。您是不知道啊，要真将他惹急了，他能想出100个损点子对付你。就比如说我那小药炉，到现在都还有一股熬粥的味道。这种事情啊可太多了，多到我都不想说喽。哎，算了，咱们还是把脉吧。只不过这把脉的过程可把魏泽吓得一颗心都快跳出来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怕中医笑嘻嘻，就怕中医眉眼低。此时张子时的脸上将这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活着呢？还活着呢。别人可能不明白张子时的意思，但是风千绝确实明白，他身体里有一条蛊虫。那可是救命之恩啊，费点事就费点事吧。这话落在凤千绝和魏泽的耳朵里，让两个人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得罪了啊！就在这时候，魏寻去而复返。那个，对不住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记问后日的时辰了。你们继续，我不问了，我这就走。寻儿，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张神医正在给我把脉。我知道，你不用解释，我真的知道的。他在身上把脉吗？我懂的。王爷已经知道这小祖宗的身份了。哎呀，
我的小祖宗哎，您可给我留条命吧，行不行？我正要给王爷看蛊虫呢，不是你想的那样。蛊虫？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啊？那我也要看。哎，行，只要您别再乱说话，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天都行，好不好？那个，本王自己来。不用全脱了，只脱上衣就行。真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啊！有眼福喽。这套金针可是我张家的传世之宝，请出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用完一次呀，回去还要用药酒泡7天。那药酒可珍贵了，里面尽是些好东西。那你家的传世之宝还挺多的哈，什么熬药的炉子、怼药的杵子，甚至连装丹药的瓶子都是传世之宝。好家伙，这又出来个金针。老张头，你想碰瓷儿就直说，摄政王有的是银子，你不用这么含蓄，看不起谁呢？干嘛将我的心思都说出来？我不要脸了呀！我这是在帮你，你不知道吗？狗咬吕洞宾，以后别跟我要银子买你那些破烂。魏泽，拿5万两银票给张神医。是，王爷。5万两，这么多？拿一张1万两的和一张4万两的。魏泽不起。你们能认识老张头还是托了我的福，这4万两我就收下了，给老张头1万两银子的辛苦费就行。王爷说那是给我的。那也是我帮你说话，王爷才给你的。那可是5万两银子，你要那么多银子不怕被抢吗？想想你家那些流落在外的传世之宝吧，5万两银子能够买你的命了。你要不要？你不要，这1万两也没有了啊。哎，我要，我也没说不要啊。你都有4万两了，能不能要点脸啊？脸是什么？值钱吗？如果值钱，那正好拿去卖了。突然听见身后的凤千诀闷哼一声，他体内的蛊虫已经苏醒了，你们尽力压制。我已经用金针堵住了他游走的路线，很快你们就能看见了。凤千诀的双眸越来越红，几息后就不受控制地将魏泽给震了出去。那蛊虫还挺厉害，估计是蛊王啊，但想要将他逼得游走，估计还得1炷香的时辰。一会儿如果王爷压不住的话，小祖宗，您能不能出手，给王爷输点内力？谁告诉你我有内力的？那么高级的东西我可没有。只当他是跟当初一样，只顾着看热闹，见死不救。神医，你误会阁主了，阁主他是真的没有内力。哈？没有内力？怎么可能？他能将米蜂按地上揍，还是使劲揍的那种。不仅如此，他还能用轻功，怎么可能没有内力？虽然我不懂，但我又不瞎，你不用替他说话。他就是只顾看热闹，见死不救。一个人有没有内力，从脚步和气息上就能分辨出来。阁主他确实是没有。至于为什么能揍人能飞，那属下就不知道了。你冤枉本阁主了，本阁主表示内心很受伤。好吧，我知道你心中这会儿肯定也是愧疚难当。我这人呢很好说话的。我听米峰说你最近新研制出了一种丹药，叫什么美颜丹啊，对，就是这个。听说服用一段时间以后会让皮肤变得更白嫩，是不是啊？就这个吧，你给我准备100粒，10粒装1瓶，我要拿去送人。小祖宗，您知道炼制那丹药需要用多少珍贵的药材吗？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再说了，你好好的一个大男人，怎么想起来没事研究起女子的东西了？为什么研究？要不是你和米峰那混蛋成天一口一个张老头，他至于陷入自我怀疑吗？半个月给你。行，成交。我也不白要你的，一会儿我负责揍王爷。我谢谢你了。阁主，您拿了我那么多丹药，我问个问题，不过分吧？你问。您没有内力是怎么做人的？能不能教教我？教不了，我确实是没有内力，但是我有神力，天生的。
您就把我当傻子骗吧。反正我说了，你爱信不信。没出息。没出息就没出息，总比没命强。凤千觉双目猩红，冲着贝寻和张子时就击出一掌，吓得张子时急忙将脑袋缩回去，两只手紧紧地拽着贝寻的衣袖，贝寻只能伸出另外一只手随意的一挥，眨眼间就将凤千觉的掌风换了个方向。睁开眼睛。我睁着呢。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小祖宗，您能不能将他控制住，就是不让王爷动？那还不好办。魏泽，去拿条铁链过来。你去帮阁主吧，控制住王爷以后，我去帮你们吧。不用他，我自己来，不然一会儿指不定你得先救谁呢。只见整个书房中残影到处乱飞，几息之后，凤千觉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椅子上。搞定。蛊虫呢？快整出来让我看看。论看热闹，您是老大呀。不看热闹，我也是老大。没办法，小命要紧，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将自己卖给那小祖宗了。难道这就是王爷身体里的蛊虫啊？对啊，这就是。那神医，你快将这蛊虫弄出来啊！我也没说我能弄出来啊。不，那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就是让你们看看，王爷身体里啊是真的有蛊虫。在看到贝寻危险的眼神之后，我只是现在不能弄出来，又没说以后不能弄出来。人家今天没有做准备，只能先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蛊虫，才能回去准备相应的东西。哎，你们两个别这么瞪着我啊，我害怕。那他现在怎么办？那还不简单啊，我将金针拔了就好了。那蛊虫本来也是我强制唤醒的，等拔了金针，它自然就会回去睡大觉了。那你还不拔针，看着我得意什么？还是等着我把金针都拔了，全扎你身上啊？哎，女人什么的真是太可怕了，这么不温柔，以后嫁不出去啊，有你哭的时候。哼，等你成了老姑娘，我就天天去找你，在你旁边喊活该。要不是现在他在给凤千觉拔针，他非得将他踹出去不可。他可不会嫁不出去啊，王爷排队等着呢。没过一会儿，金针就全部被拔出来了，凤千觉也渐渐恢复了理智。没伤着你吧？魏泽表示自己受到了10000点暴击，他这都吐血了，脸都被摔肿了，可王爷就像看不见一样，反而去问站在旁边连衣裙都没有脏一点的贝寻。辛苦你了，去整理一下。那50军棍暂且就免了吧。属下没事，多谢王爷。嘿，这才像话嘛。不知神医可看见蛊虫了？看见了呀，不止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也看见了。那神医能否将蛊虫取出来？不能。你给老娘一次性把话说全。哎，说就说嘛，你猜我干什么？现在取不出来，我回去准备东西。说清楚要准备多久，什么时候能把那破虫子给取出来？哎，下个月蛊虫苏醒的时候，我来给王爷驱蛊虫。本王应该好好谢谢阁主，不如阁主再多留几日，让本王略表心意。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出药出力驱蛊虫的人是我，求求你俩可做个人吧。不用了，我还是明晚回去。至于老张头的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下个月15我会把他带过来的。神医嘛，就是用来救人的，不然他还有什么用啊？当初那头棕熊呢？你出来！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太欺负人了。第二天晚上，然后让华善将张子时扔回自己的小院里。张神医，那就麻烦你了。哦，对了，你可别想着跑啊！以主子的能耐，估计你前脚刚背着包袱踏出小院的门，他后脚就能将你堵住。我好歹是个神医，你将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当初说了，只要你们救了我，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人了，我怎么会逃跑呢？再说了，那小祖宗拿了我这么多丹药，我怎么也得找机会收点利息回来的。还有啊，你帮我回去提醒蜜蜂，让他别忘了答应要送我的1车药材，我明日就要。哼，一群烦人精。昨日一回去，
魏巡就将所有的事情当成笑话一样的讲给华善和米风听，所以这会儿两个人心中都无比同情张子时，就连药材米风都多送了一车。没想到啊，没想到那3个人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是有良心的。那个张神医，主子说了，你那套金针他看着挺好玩的，让你给他打一套，半个月后呢，他来拿美颜丹的时候一起拿走。话一说完，米风转头就跑，就像是后面有鬼撵他似的。打金针可是要金子的，他倒是给我金子啊！不给我金子，我拿命打啊！魏巡回到镇国公府的第2天，外祖母，我昨晚就回来了，怕打扰您休息，所以今日才来给您请安。身子都养好了？养好了，有劳外祖母挂心了。对了，外祖母，一会儿寻儿要出去一趟。唉，去吧，好歹也是你父亲，送他最后一程也当全了孝道。记得换件素色衣衫。主子，我发现一直盯着咱们的那个暗卫不见了。我也发现了，估计是外祖母察觉到了什么，把人撤回去了吧。这样也好，也不能每次都给人家用药啊。那个主子，您是不是回去换身素色的衣衫啊？不用，大好的日子穿那么素干什么？这一会儿真不会被人给打出来吗？带着华善就上了镇国公府的马车，刚走到半路，马车就停了下来。小小姐，摄政王府的马车在前面。小小姐，我们王爷在马车上等着您，要您一同前去，说是怕有人为难您。王爷说呀，这是还一些您能让他遇见神医的恩情，让您不用有心理负担。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魏巡还能怎么样？只能扶着华善下了马车。阁主就是阁主，亲爹发丧居然穿红衣，真牛啊！魏泽赶着马车，不时回头看向后面。这2天他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想要追华善，那就一定要将备询那个小祖宗给伺候好，帮自家王爷抱得美人归。等备询当上了王妃，住进了摄政王府，还怕自己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这一辈子的智商估计都用在这上面了。阁主果然是……不会夸就别硬夸了。再说了，这不是有王爷保护我吗？我怕什么？放心，本王定会保护好你。没过多久，马车就到了太傅府的大门口。哪来的妖魔鬼怪啊？还不赶紧闪开！王爷，辛苦您来为家父。备询，你来干什么？居然还穿着一身红衣！娘，你快来啊！你看看备询，他竟然……闭嘴！备询突然间发现，此时的凤千诀就好似变了一个人似的，跟平日里对着自己的样子完全不同。但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他2次救了凤千诀，一次是在赏雪宴，一次是他身上的蛊虫。要不是因为自己，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认识张子时。不是2次，是3次，还有中毒那次，但是本王不能说。备询，承平好歹也是你的父亲，今日你的父亲发丧，你居然穿着一身红衣，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贝太傅好歹也是帝师，见到本王不行礼不说，居然还在本王面前大声呵斥，看来贝太傅是真的老了呀。臣等见过摄政王。他们这是不是连我也一起跪了？好像感觉还不错的样子。都起来吧，本王今日是带皇上来太傅府看看有什么需要没有。王爷，老臣刚刚失态了，还请王爷宽恕。但今日是老臣的儿子发丧的日子，这备询却穿着一身红衣前来，想必也不是真心的，而是来给我太傅府难看的。我怎么不是真心的？我可太真心了，我是真心前来祝贺的。这贝承平给你们太傅府惹了多少麻烦事儿啊！要是他再活2年，估计这太傅府离满门抄斩也不远了。还有啊，他下辈子可别再遇见我娘了，我怕我娘杀了他。
不过他也没下辈子了，因为他已经魂飞魄散喽。北巡，你简直欺人太甚！别以为你有镇国公程鸟，本太傅就不能将你如何？我就不信，这世道还没有王法了。太傅莫不是老糊涂了？王法还能管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来参加丧礼不成？再说了，王法不就在这站着呢吗？王爷，我说的对吗？寻儿说的对。好了，别在这里耽搁时辰了，本王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情。爹，我觉得贝巡说的对，你说大哥都被皇上厌弃了，别到时候再把咱家给连累了。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大哥没了不还有我们两个吗？再说了，是大哥先苛待人家母女俩的。对呀，而且大哥的死又跟贝巡没关系，大哥那么对他们母女俩，贝巡人来了就不错了，您管他穿什么颜色的衣衫呢？你们两个，他可是你们的大哥啊！那贝巡和明子婉还是他妻女呢，也没见大哥对他们娘俩留情啊。本太傅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我觉得父亲变了，变得讲不通道理了，也变得执拗了。我也发现了，而且大哥的死跟贝巡有什么关系？那是永墨古国的人干的。爹不敢找永墨古国的事儿，就拿贝巡出气，真是不可理喻。可能是亲眼看见大哥死在眼前，受刺激了吧。我的亲爹啊，你就安心的去吧，不去也没办法，不是？哦，不对，你已经去不了地府了。要不是你玩命的撞我，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个畜生道呢。魂飞魄散了吧？这都是报应啊！该呀，活大该呀！王爷，轻敌来了。本王不想，用得着你说？王爷，您刚才不是说还有事情吗？那您就先回去吧，我跟朋友聊聊天。那本王就先回去了。雪儿，你还好吗？你们不用担心我现在心情很好。如果没有前几天的天雷，心情就更好了。那个，玄儿，小姐，大小姐，请您等一等。没怎么。还好您没走。那个，今日大老爷出丧安葬，按照习俗，您停！如果是福官的话，我怕我想起我娘，一时忍不住再将棺材板给掀了，让贝墨相扶去吧，想必她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当嫡女的。如果是哭丧的话，那就更不行了，你们不怕我哭不出来，我还怕自己会笑出声来呢。所以你们找别人去吧，当我不存在就可以了。我今日来上香是为了有个了断，也省得之后落人口舌给镇国公府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可别多想了啊，会错意了。行了，谁让你来的就这么去回就行，我走了。林然和林若再次使劲地给自家三哥使眼色。玄儿，我想跟你说，那日小小姐，小小姐，不好了！今天是不是自家三哥的倒霉日啊？怎么就能那么倒霉呢？你跑这么快干什么？找我有事吗？王爷有些不舒服，想请小小姐去看看，万一小小姐也能。王爷在哪？就在外面的马车上，我带您过去。今日怕是不行了，明日一起出来喝茶哈。还有明日啊，真是要了我的狗命了。林家姐妹本来满脸的失望，听见贝巡的话之后，瞬间又高兴了起来。自家三哥命不该绝啊！马车上，王爷，您这是活不起啦？本王刚刚只是突然间觉得气血翻涌，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才让魏泽将你请来，麻烦你了。王爷并没有要变身的迹象，可能是夜里没休息好吧。要不明日我将张子时抓来给您瞧瞧。倒不必那么麻烦，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张神医呢？啊？
不好意思麻烦老张头，好意思麻烦我比张子时还不值钱。我的好王爷啊，您可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啊！我觉得华善马上就要被我感动了。你放屁！王爷，您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是有点事情，不过本王也真的是身体不舒服。什么事啊？那个，本王觉得你还是跟其他男子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毕竟不知根不知底的，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王爷，您这话我就不太明白了。当初让魏泽给我找婆家，恨不得我赶紧嫁出去，当媒婆的是您，现在在众目睽睽之下牵着我的手，后来又让人将我叫走的人还是您，怎么那个时候您就不说对我名声不好了？难道您不是男人？本王行了，别本王了，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以后我的事情还请王爷别再操心。我觉得在摄政王府的时候，咱们已经将话说得很清楚了，遇到合适的人我自然会嫁，就算我这辈子都不嫁，也绝不会赖着您不放。还有，那个婚约只是伯母和我母亲之间的玩笑话，毕竟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王爷不用对我负什么责任，也不必将婚约的事情放在心上。至于你我之间，也只是叶芝和王爷之间的互相帮助，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等张子时给您将蛊虫取出来之后，不管是叶芝还是被寻，都尽量不会再出现在您的面前，省得碍着您的眼。本王不是那个意思，本王只是……起身就下了马车，带着华善走了。这么快？王爷，您这也不中用啊！还不走？要不你坐进来，本王来赶马车。啊，马上就走，马上就走。这肯定是将人家给惹急了。哎，这些日子我还是少往跟前凑吧。凤千觉他好像是有点什么大病啊，当初给我当媒婆，找了那么多人让我偶遇他的事儿，我还没说他呢，现在只不过说过几句话，就又想管起我的闲事儿了，居然跟我说让我离别的男人远点，对我名声不好。可放他的屁去吧，老娘又不会赖着他非他不嫁，名声好不好的关他什么事儿啊？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哼，主子，您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啊？什么可能？就是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摄政王不想您跟别的男子接触，是因为看上您了？华善说完之后，就小心翼翼地看着被寻的表情，哪知道被寻一愣之后，突然大笑了起来。主子，您在外面好歹注意点形象。好，我注意点。可是华善，你是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呢？你说的这种可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首先，他不会看上我的，不然怎么会给我保媒拉线儿呢？巴不得我赶紧嫁出去，这说不通啊。第二，我是不会嫁给他的。为什么呢？论长相，摄政王可以算是万中无一了。论武功，米凤都被他给踹瘸了。至于权力，摄政王也很不错了。您要是嫁过去，就是摄政王妃。摄政王妃？那我要是嫁给那小皇上，我还是皇后了呢。至于为什么不会嫁给他，那很简单啊，他那么嫌弃我，我为什么还要去上赶着他？再说了，我又不是贝梦香，我又不喜欢他。请摄政王节哀。两个在门口一边看门一边互殴的鬼差，在看见被寻脸上的笑容时，双双打了一个冷战。我怎么觉得要不要回去告诉大人一声？应该不用吧。哎呀，我想大人这会儿应该已经找地方藏起来了。要是万一大人忙忘了呢？你是傻子是不是啊？你生前是不是笨死的？你这会儿要去告诉大人什么呀？告诉大人小祖宗今晚要回去霍霍了，当着大人的面说小祖宗坏话，你不想当皇了？可是大人平日里也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大人能说，但是咱们不能说呀，不然大人会不高兴的。这就叫只许那儿放火，不让谁点灯。原
原来是这样，还是你有文化啊？那我听你的。夜里还不到子时的时候，贝勋就已经洗漱好，早早的躺到了床上，等着子时的到来。主子平时可是一个夜猫子，不说出去溜达吧，但也绝对不会这么早就休息的。就算偶尔会早睡，可也从来没有这么早过呀。难不成是上次被雷劈了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不行，他得给米峰发消息，让他明天一早就将张子时给拎过来给主子看看。张子时要是知道，那一定会说，那么大的无城阁，你们就不能用马车来接我？能不能别每次都用拎的？恐高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地府崔珏的房间中的床底下。大人，您觉得咱俩藏在这里真的不会被找到吗？不会。为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如果被找到了呢？没有如果。薰儿回来了吗？还没有。咦，奇怪了呀，这都过了子时了，他每个月不都是准时准点的吗？这个月是怎么回事？不会是被离劈出事儿了吧？那倒是不会，只不过我昨日在他的神识中动了一点小小的手脚而已。就是让他神识回来的时候必须是睡着的状态。以往他回来只要神识出来，肉身自动进入睡眠，但这次有这么好的办法，你以前怎么不用？不能每次都用，对他身体不好。这次是没办法，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为他扛了天雷的事情。那咱俩还躲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会生效。欺负我打不过你是吧？薰儿不会察觉出来？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不学无术。太傅府可不管怎么样，神识就是没有反应。也没事儿啊，这是为什么？被劈出毛病来了？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才忍不住的睡了过去。我去，终于出来了！我回来啦！贝勋刚进入地府的门，就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他的神识拽回身体上。睁开眼睛一看，他妈的，天亮了！啊，主子，您怎么了？是不是有哪不舒服啊？我是哪都不舒服，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赶忙转身出去，将天还没有亮就等在那里的张子时和米峰带了进来。主子说他不舒服，你快给主子看看。他这是被鬼附身了？老张头，你怎么在这儿啊？丹药和金针做好了？哎，我在把脉，别说话。还就真不动不说话的躺在那里，不正常，太不正常了。主子到底怎么样了？你这表情怎么回事？脸抽风了吗？没什么事儿，就是前些日子的伤才好，昨夜又一宿没睡，有些虚弱。你们上次不是抢了，不是是顺了，也不是，就是送给了你们那么多丹药吗？你去里面啊找归神丹，给他吃了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就这点小事儿，随便一个府医都能开方子，还至于你们大半夜的将我拎过来，真是大材小用。主子的事没小事。对，华山姑娘您说的对，小祖宗的事儿啊没小事儿。以后若是小祖宗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欢迎你们随时来拎我。不过下次你疯，你能不能让我穿上衣服再拎啊？多亏的是大半夜没人看见我，不然我的清白都被你玷污了。清白？你有什么清白？一个大男人要清白，你恶不恶心？主子要休息了，你俩要是想吵架，就回真香阁吵。哼，走走走，跟我去真香阁，你给我解释解释，男人的清白到底是什么？不，我回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家。我不，费这点啊！前几日不依你就好了，就该让你一直瘸着。贝勋回过神，放心，我真的没事儿，可能是被劈后遗症。昨晚我本想早点睡的，可能是因为心里有事儿，所以失眠了。难道是因为摄政王，所以主子失眠了？
难道主子心里有摄政王？我心里有狗屁。这日天刚黑，突然一个黑影冲了出来，几招就将黑影踹飞了。别，华山，是我呀，魏泽。我管你为什么泽，你吓着我主子了。阁主，王爷的蛊虫开始发作了。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别总用这个当借口诓骗我。诓骗您？我哪敢啊！我真的没有。如果我用这件事骗过您，那就让我……说呀，怎么不说啦？如果用这件事情骗我，就怎么样？被暗杀，出门被马车撞，还是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啊？不，这个不行。哪个不行？娶不到媳妇儿，这个肯定不行啊！一定要娶华山，大不了我的小金库全给他就是了。阁主，这次呀，您真的相信属下？王爷真的提前发作了，现在府中的人啊，都已经要控制不住王爷了。属下这才自作主张来求阁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凤千爵今年已经20了吧？是，王爷今年刚刚20，是到了娶妻的年纪了。谁问你他是不是该娶妻了？我是说蛊虫都已经发作20年了，前面20年你们都是怎么控制的？你们就还怎么控制呗？怎么现在一遇到我就控制不住了？哎呀，属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前王爷发作的时候，属下帮着用内力压制住就可以。可自从王爷今年的生辰过了以后，便愈发的严重起来，甚至会提前。阁主，求您去看看吧，就这一次，反正下个月蛊虫就要被取出来了，不是吗？阁主，要是今夜王爷真的死了，下个月您就看不见蛊虫长什么样子了。你先回去吧，主子换了衣服就去。魏泽知道自己赌对了。主子，您真的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魏泽说的对，要是万一凤千爵真的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见蛊虫了。还没到摄政王府的时候，就看见整个王府里面灯火通明。哟吼，好多黑衣人啊！啊，华山，你还别说，这摄政王府里的侍卫武功都还挺凑合的，这也不知道是谁派来的黑衣人，这么半天都没攻到门口，还在院子里转悠呢，真是一群废物。这要是在无尘阁，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还是咱们无尘阁好。要不要属下过去帮忙？不用，他又没给银子，咱们先坐这儿看会热闹，只要人不死就行。说完，主仆两人就坐在树上，一边看热闹一边点评，偶尔还救一把要被剑戳死的王府侍卫。阁主救命啊！喊什么喊？我是你家侍卫吗？你让我救人我就救人啊！无尘阁的规矩懂不懂？无尘阁的阁主叶芝，快，赶紧攻进去杀了凤千爵，不然等他出手，咱们都得死。10万两银子够不够？10万两够不够？这里一共还有13个黑衣人，这种级别的无尘阁的标价是1万两银子一个，所以不够，还差3万两。我无尘阁可不做亏本的买卖。黑衣人攻得更凶了。行，13万就13万，求阁主出手啊！就这种战力，用得着我出手啊？华山，你去吧，记得收银子，13万两全是你的，当我给你存的嫁妆了。他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不过给他就拿着，自家主子不是个识数的，就当帮他存着了。不停地穿梭在黑衣人中间，几息后，全部黑衣人无一活口。原来赏雪宴那日在山洞口，华山揍自己还是留了手的，不然……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她杀人的样子真是太好看了，虽然易了容，那也好看，真是喜欢死了。你要是再站在那里喜欢死了，本王离死也不远了。记得将银票给华善，1两银子都不许少。我可去你的吧，什么鬼样子，吓老娘一跳。
不，我们鬼可比他现在的样子强多了。还不快拿铁链去！傻站在这儿等着下一波黑衣人来吗？麻烦阁主了。记得一会儿的黑衣人2万两银子一个，这波可比地上躺着的那些废物强那么一点儿。阁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主子的听觉和视力很好。可是2万两银子也太贵了吧，这得……因为他也听到了，好多人冲着他们王府的方向来了，而且根据轻功等级来看，确实是比地上躺着的强了不少。全体戒备，保护王爷！哎呀，华山，我的姑奶奶，您别站在那儿了，快来帮忙行不行啊？10个黑衣人，一共20万两，再加上刚才的13万两，一共33万两。哎呀，行，33万两，我知道了，一会儿就给你，保证1两银子都不会少。哼，现在不觉得2万两银子一个人贵了？一半黑衣人就已经倒在了地上，黑衣人的数量减少了，侍卫和魏泽瞬间觉得轻松了不少。不贵，一点都不贵。这么快，一半黑衣人都已经倒下了。太慢了，看来我最近是懈怠了，不然这会儿应该全死了才对。倒也不必那么严苛吧。又过了一会儿，全部黑衣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华山亲自挨个的检查，以防有漏网之鱼。我检查，我来就行，你快去歇着吧。我不信你，万一你觉得太贵了，最后说有几个没死，我上哪儿说理去？我像个骗子吗？外面的黑衣人全部处理完之后，魏巡正好也将门打开了。王爷怎么样了？已经绑好扔床上了，这次确实是比上次发作的要厉害。下个月还是赶紧让老张头将蛊虫拿出来吧。赶紧让人去账房拿了33万两的银票，讨好的递给背心。本王还在这里躺着呢，你瞎呀？你看不见啊？拿着，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后面还有。王爷，人家都有嫁妆，你什么时候能给属下点老婆本啊？就你这样的，本王祝你一辈子大光棍。哎，主子，您的手怎么流血了？啊，这是牙印。可不就是牙印吗？那个凤千诀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疯狗似的追着我也就算了，他好像就跟有目标似的，就想拽我的左胳膊。然后我这不是怕弄脏了衣裙吗？一个没注意，他居然咬了我一口，真他妈是疼死我了！要不是我反应快，非被他咬掉一块肉不可。不行，华山，咱俩赶紧走吧，我得去找老张头了，让他给我好好瞧一瞧，万一留个疤，我可真是要恶心死了。你们王爷确实是犯病了，不是故意占我便宜啊？王爷是真的犯病了，如果这次我说谎，就让我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儿。那行吧，我走了。哦，对了，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啊、猪蹄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啊？此时的张子时，哎呀，完了，那小祖宗，要来了，去！张神医，你在哪儿？老张头，你快出来啊！我被狗咬了，哼，疼死了！是那小祖宗，还被狗咬了，那还了得？这小祖宗也挺不容易的。小祖宗，你确定这是狗咬的？那狗是不是长得跟人差不多呀？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我都快疼死了。能，不管是狗咬的还是人咬，像人的狗咬的都能医。华山，等回去的时候你跟米峰说一声，让他查一下今晚的黑衣人都是哪来的。主子，您是不是担心摄政王啊？我担心他，可快拉倒吧！我是担心他就这么死了，下个月我就看不到蛊虫了。等老张头将蛊虫拿出来，我管他去死。还有，就在这时，主子呢？我听说主子流着血到老张头这儿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一个踹我小院的门，一个踹我房门，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修门很累的？主子，您没关系，就算手指没了，你也依旧是最好看的。放心，不管是谁，属下一定会给您报仇的。敢伤我的主子，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还有，您以后要是因为没了手指嫁不出去，那我就委屈点儿，我娶了您。魏勋看着米峰通红的眼睛，老张头，我只是被咬了一口，你至于给我缠成这样吗？我怀疑你这是在报复我呀。我可没有报复你，我只是怕伤口沾染了什么脏东西，毕竟咬得太深了。这是被咬的？主子，你告诉我是哪条狗咬的，在哪儿咬的，长什么样子？你看我不将它找出来，打断它狗腿。在摄政王府被咬的那条狗叫凤千绝。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咬人的居然会是摄政王。米峰涨红着一张脸，半天没有说话，一直到华善将今天的事情都说出来了。哦，您说今夜摄政王府的黑衣人呢？我知道，是二王爷南宫恒和三王爷南宫同干的。啊？他们两个串通起来了？那倒是没有，他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摄政王有病这回事儿，又知道正好是今夜犯病，所以就不约而同地派人去刺杀。应该王府里有他们的眼线吧？他们怕被认出来，不敢用自己的人，都是临时找来的杀手，所以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只要凤千绝死了，皇宫里那个小皇上的皇位自然就坐不稳了。哎，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儿啊，属下收到消息，二王爷自上次找了媒人给您说媒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死心，所以主子啊，近些日子还是小心些，属下也会继续打探的。那就让他来吧，最后指不定谁倒霉呢。啊，你们三个要聊天，能不能回真香阁或者牵衣房去聊啊？我困了，要睡觉。哎，那个小祖宗啊，记得不能碰水，明天来换药，连着换3天。老张头，我告诉你啊，要是我手上留下一个疤，我就把你那个祖传的宝贝小药炉给砸了，还有你那些传世的什么锅碗瓢盆，一个都别想剩下。哎呀，我保证，要是留下一个牙印，我自己亲自砸。所以啊，您快走吧。主子，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属下还有些事。第二日，王爷，这都是昨日阁主离开前让属下给您准备的。说，他说什么？阁主的原话是：你记得明天给他吃点鸡爪子呀、猪蹄什么的，别总想着啃别人的手，这都是什么臭毛病啊？什么叫啃别人的手？本王啃谁的手了？阁主的。本王真的啃了他的手？确切的说是咬了一口，属下看着肉都翻起来了。你确定本王是咬了玄儿的手，不是你的手？属下非常确定，您咬的就是阁主的手。至于属下的手，天还没亮的时候，属下正派人查府中的眼线，正忙着呢，就看见米峰突然从墙头翻了进来。你也知道，米峰是江湖第一杀手，属下根本就打不过他。你能打得过谁啊你？这话说的，其实属实有点扎心了。其实魏泽的功夫还是很好的，不然也不可能一下子拦住那么多的黑衣人。但要是跟华善和米峰这种本身就是职业的杀手尖子比起来，就还是差了一截的。虽然打不过别人，但你在其他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王爷觉得属下有什么可取之处，属下一定继续努力。蠢！我当我自己没问，我也当您没说。继续往下说。那米方呀来过王府，就直冲着您的房间就冲了过去。属下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属下想着他是阁主的人，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的。可是属下错了，那米峰打开房间的门啊，见王爷正在床上昏迷着，不知道为什么就站在门口不动了。
就在这时候，属下突然听见他嘀咕了一句：“不能趁人之危，毕竟打不过什么的。”然后呀，他回头看着属下，让属下将手伸出来。属下本以为是阁主或者神医啊，让他给送药来的，结果属下刚将手伸出来，他拽过属下的手啊，狠狠地咬了一口，肉都差点没给咬下来。咬完之后呀，还吐了好几次口水，跟属下说：“真是便宜你们了。”然后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属下的手，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啊！凤千爵这会儿总算是明白了，这米峰是给他主子报仇来了。既然你是替本王受过，被咬了一口，那就去账房领1万两银子，当本王给你的安慰。米峰，你在哪儿？快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多被咬几口啊！这会儿，魏巡正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吃着午膳。捡钱了，这么高兴？这货啊，是来跟你邀功来了。邀功？你干什么了？给吴成阁揽着大生意了？挣一次能吃10年的那种吗？那算什么呀？我干的事儿可比那痛快多了。他到底干什么了？他咬人去了。你咬谁去了？你不会咬风千爵去了吧？哼，去了，但是没咬着。毕竟他当时昏迷着，我可不能占他便宜。以后让他说咱们吴成阁没规矩。那就好。我把魏泽给咬了。你说什么？你把谁给咬了？啊，我把魏泽给咬了，就是一直跟在凤千爵身边那个。他主子将您给咬了，我不能咬他主子，我就咬他。我狠狠地咬了一口，连位置都一模一样。你没跟我开玩笑啊？当然没有了。昨晚我越想越生气，所以从老张头那儿出来以后，就直接去了摄政王府。我本来是想咬凤千爵的，但是，咬了魏泽也差不多嘛，反正咬回去了。你干得漂亮！就算你不去咬回来，我也准备找个机会咬回来的。不能白挨一口，咱们吴成阁没那种逆来顺受的规矩。华帅，去给米峰拿5万两银子当做奖励。主子，属下得到3个消息。来，一边吃一边说。第一个，二王爷准备在明晚引起骚乱，然后绑架您，将您那个啥了，然后逼您嫁给他。只要您嫁给他呢，就能得到镇国王府的支持。要知道啊，您大舅手中可是有兵权的。明日啊，主子，明日是正月15，林家小姐约了您一起看花灯。想靠女人上位，她这是要走贝承平的老路了。切，本阁主最近闲得无聊，正好陪她玩玩。继续说。这第二件事啊，有2拨人暗中在万无山庄请了顶级杀手。属下查了查，应该是2王爷和3王爷请的。出手时间呢，定在下个月的15，2拨人数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0人。这次又是不约而同？是，虽说是没有商量过，但这2个王爷应该都知道对方要干的事儿，所以才会前后时间一同找上万无山庄，心照不宣而已了。他们应该是要对摄政王出手，毕竟这么多年，凤千爵每月15犯病的消息，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去。只要有人细心观察和监视，还是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的。真是烦人，当个摄政王真是麻烦啊，还不如就当个将军呢。这件事儿让我再想想，毕竟咱们跟凤千爵没那么熟，我只是想看个蛊虫而已。再说了，虽说咱们跟万无山庄是早晚要对上的，可现在不是还没撕破脸吗？第3件事呢？主子，这第3件事呢，多少跟您有点关系。跟我有关系啊？就是您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贝梦香。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还是又上哪丢人现眼去了？啊，都不是。这次呢，她可是悄悄地干了件不是人的大事儿呢。要不是人病的都快死了，这件事还没人知道呢。她干了什么？主子，你们还记不记得贝梦香在大街上拦摄政王马车的事儿啊？我还记得当时让你派人看着一点有个穿黄衣的女子。难道……主子想的没错，
就是那黄衣女子出了事儿。我不是让你派人看着了吗？怎么还会出事儿？哎，摄政王为了保护小皇上，将皇宫守得跟铁桶一样。咱们的人好不容易混进去，但也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事情就发生在大年30的宫宴那天，就是主子您被雷劈那天啊。说事儿就说事儿，别总提我被雷劈，丢人。那日宫宴主子不是先走了吗？摄政王见您走了，紧接着就跟着出宫了，所以后面的事情呢，属下也是近日才知道的。那黄衣女子呢，是兵部左侍郎曹固的独女曹韵，随着父母一起进宫参加宫宴，就在出宫的时候出了事儿的。要说呀，这贝梦香也着实是有些本事，他邀着曹韵一起去如厕，曹韵不好拒绝，就只能一起去了。然后贝梦香就不知道怎么打晕了丫鬟，将曹韵给迷晕了。然后等曹家姑娘醒来之后呢，已经衣衫不整的躺在花园中的一个假山后边了，不知是谁所为啊，所以只能偷偷的叫了一个路过的宫女帮她去传信。当时在找女儿的曹固为了自己女儿的名声想，只能先将人带回家了，并说是自己女儿迷路了，没有让人声张。因为当时很多大臣都已经出了宫，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再加上三国使臣和贝承平的死，这件事便更没人注意到了。属下之所以知道呢，是因为派去盯着曹韵那人来禀告了，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府了。而且左侍郎的夫人呢，还悄悄地出京去附近的城镇请了个女郎中，属下这才派人去详查还因为这件事儿暴露了一个暗桩。查到是谁干的了吗？查到了，那日将曹家小姐玷污的人是三王爷南宫同的人。三王爷本想拉拢兵部尚书林家，但林尚书为人圆滑，就跟应付二王爷一样，这嘴上说着行行行，但到事上就装傻。所以呢，他就把主意打到了兵部左侍郎曹固的身上。曹固也是真跟他名字一样，是个固执的。年前的时候，三王爷派人送了礼物到曹固的府上，并隐晦地说明了来意。可没想到那曹固竟然当场就将那礼物摔到地上，并告诉来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三王爷这等人为伍，让他死了这条心。这件事让本就小心眼的三王爷记在心上了，所以在知道贝梦香想对付曹韵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找人联系了他。听暗哨说是贝梦香主动提出要找个染病的人，所以曹韵现在的情况并不怎么好。而至于那男子呢，在事成之后也就被三王爷给秘密处死了。而且贝梦香那个傻子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联系的。我原本以为贝梦香只是耍些小把戏，比如推个人呢，冤枉个谁之类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狠毒。既然两个人都狠毒到一起，那就不如让他们两个凑成一个对儿，到时候也好收拾。至于曹韵，一会儿我正好要去张子时那换药，我问问他。李峰听见自家主子说要把贝梦香和三王爷凑合一对儿的时候一愣，随即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你笑什么？这几件事里面有一件事是好笑的吗？我不是笑这个，我是笑主子要把贝梦香嫁给三王爷这件事儿。这有什么好笑的？主子，三王爷他有隐疾。闪开仔细说说。主子，您可知道二王爷和三王爷俩人比凤千爵还大的一些，可至今却都没有娶妻。二王爷呢是觉得自己还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呢，所以想娶个对自己有助力的妻子。但三王爷就不同了，他是真的不想娶女子。不想娶女子？那他想娶谁啊？难道还想娶个神仙不成？不想娶女子，那自然是想娶男子了。你的意思是三王爷他喜欢男人啊？
怪不得二王爷只想着求娶林家姐妹和我，但三王爷却从没想过。确实是这样，所以三王爷在朝中的势力跟二王爷比起来差了那么一点点。太好了，我决定了，蜜蜂，你想办法好好的撮合一下贝梦香和那三王爷，不惜任何代价，但千万别把人给玩死了，我还得留着看热闹呢。贝梦香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况且一个庶女能嫁给三王爷，也属实是太高攀了。你别告诉我你家王爷又犯病了。没有，这次啊是有其他事情。阁主，今天是正月15，我家王爷想晚上邀您一起出去用晚膳看花灯。我家王爷说了，误伤了您很抱歉，见了您啊，他定会给您赔罪的。赔罪就不用了，毕竟已经咬回来了不是吗？扯平了。还有晚膳和花灯就算了吧，我已经答应了要跟林家姐妹俩一起去。王爷，大事不好啊！跟司徒依云说不回来用晚膳了。寻儿啊，外祖母有事要跟你说一声。外祖母，您有事儿就差人来叫寻儿就好，怎么还亲自来了呢？怎么，寻儿觉得外祖母很老了，连这几步路都走不动了？怎么会呢？外祖母看上去也就40多岁，一点都不老。外祖母要跟外祖父出去游玩一段时间，雪儿要在府里乖乖的，遇到难事就找你大舅舅，想看书找你二舅舅，缺银子找你三舅舅，万事别委屈自己。外祖母会给你留下一只小鸟儿，要是有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写信让小鸟带过来，外祖母和外祖父会第一时间帮你解决。寻儿啊，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镇国公府和外祖母都是你的靠山，而且是不管你怎么靠都绝对不会倒的那种。我的寻儿是个好孩子，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必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外祖母，您什么时候走啊？3天后。这么急？我还以为怎么也得过1-2个月呢，这样我就能跟着一起去了。我还没去过太远的地方呢。你呀，一天就知道到处玩，到处看热闹，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吗？贝寻听话的点着头，一直聊到天快黑了，才亲自将司徒依云送了回去。老夫人，那传说会不会是假的呀？唉，我也希望那传说是假的，所以啊，我一定要回去一趟。还好寻儿现在还不用咱们担心，那个无城阁被他管理得很好。叶芝名字倒也有新意。也罢，反正就是些小打小闹的玩意儿，只要他不出危险就好，随他去吧。天色暗了下来，贝寻带着华山出府了。算了，就当多个帮忙拿东西的人也不错。王爷，您快来吧，您干什么去了？华山姐姐，我来帮您拿，您只管跟小姐公子好好的逛，这种力气活还是让我来就好。华善想了想，现在街上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二王爷今日又没有憋着什么好屁，所以也就没有推辞。主子，咱们还是先去旁边避一下吧。正在贝寻要说好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了前方传来的2声虎啸声。
我之前已经定好了位置，你们去3楼的包间里等着，千万别下来。寻儿，你也别去，外面太危险了。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们3人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放心吧，你们忘了，那些老虎可是很怕我的，所以我不会有事儿。你们就在这里等着，等我回来以后一起喝茶吃饭。二王爷派来的人看见贝寻带着华善冲着他们迎面而来，愣了一下，然后马上低下头，装作平民百姓的样子。华善见贝寻点头，故意从他们身边路过，几人想掉头去追，刚一转身就觉得全身都提不起力气，几息之后便倒在了地上。正站在2楼包间窗边看热闹的二王爷南宫恒只感觉到一股邪风迎面而来，然后就华丽丽的被刮了下来，所以当他从2楼掉下来的时候，就只能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近。贝寻看见从南宫恒身上踩过的百姓，踩得好，使劲踩，最好把他的黑心烂肺全都踩碎。见百姓们都没事儿，贝寻这才又转头带着华善往虎啸的方向狂奔。魏泽带来的侍卫已经将老虎给围了起来。他们2个没有被送回南疆吗？并没有，因为宫宴上的事情本来是要送回去的，可南疆使臣要出了正月才走，如果先将老虎送走的话，他们又怕在路上出了问题，他们回去没办法交代，所以这才将这2只老虎一同留在了驿站，等着出了正月以后随他们一起回去。本来是没什么事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这2只老虎却突然出现在这里。南疆使者呢？属下已经派人去驿站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一会儿就能到了。你们放开我！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南疆使臣，你们居然敢像押犯人一样押我！我要去告诉你们摄政王，让他砍了你们的脑袋！你要告诉本王何事啊？算了，你也别告诉本王是什么事情了。本王倒是想先问问你，这2头老虎是怎么回事？说着便走到了贝寻的身边，将自己身上的披风脱下，披到了贝寻的身上，将人裹了个严实。可是刚才带着林家3兄妹推到百围居的时候才发现披风很碍事儿，所以就脱了下来。这2只老虎怎么在这里？你在问本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这2只老虎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明明是在驿站的，而且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宫宴上的事情，我已经命人将它关进铁笼子里了，是绝对不可能放出来的。叫这2只老虎停下来。我指挥不了他们的。他可以，上次在宫宴上就是他让那老虎停下来的，那老虎能听懂他说的话，让他来。王爷，如果南疆使臣死在这里，可会有麻烦？麻烦肯定会有，但本王能解决。华善，老虎饿了。不要，不可以，你们怎么敢？我要是死在你们南境国，我们王上是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要怪就只能怪你找错了合伙人，你这会儿都要死了，可见你那合伙人来救你。哦，忘了告诉你了，这会儿估计他已经被踩得自身都难保了，还哪里管得了你的死活？也不知道你身上的肉够那2只老虎吃几口的，毕竟克死这么矮，估计也不够吃，凑合着吧，总比饿肚子强。你这个妖女，你！话还没有说完，一头老虎就扑了上去。吃完了没？吃完了就放开我，要憋死了。吃完了。而那2头老虎因为吃了人，兽性大发，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四周的侍卫。这些人，摄政王妃也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吴成阁的人也行。你能不能不说话？不行，你还在考察期。你们2个要想吃人，也得滚回你们南疆去吃。我们南境国的人，你们要是敢咬一口，我就将你们2个的皮剥了，做大肠。我操！怎么又是这个小祖宗？我的箱子呢？我要我的箱子！
这2只要怎么办？杀了还是送回去？刚才华善跟我说，这2只老虎是南疆使臣跟2王爷达成了什么交易，这才给放了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为了药，不然他们是不会出来伤人的。本王觉得刚才寻儿说得很对，应该将他们送回去，吃南疆的人。魏泽，你去安排，将这2头老虎秘密送去边境的南疆军中。记得喂药。寻儿，你要回府吗？不呀，林家姐妹还在百味居等我。虽然灯是看不了了，可喝喝茶聊聊天还是可以的。现在外面还比较乱，不如本王送你回府如何？不必了，我没有失约的习惯。摄政王要不要一起去啊？本王就不去了，要不本王派几个护卫给你吧。别耽误我时间，我还等着看热闹呢。穿着，这会儿还冷，别着凉。一件披风而已，不用跟本王算得这么清楚。那行吧，就听你的，等下次见面还给你。3楼的包间中，林家姐妹看到贝寻回来。寻儿，你知道吗？你刚刚可是错过了一场大戏呢。我跟你说啊，哎，你身上这披风是谁的？好像是个男子的。哦，这个呀，刚才路上遇着摄政王了，他见我穿的少，好心将披风借给我了。那会儿我们刚进来，身后3王爷和一个侍卫紧跟着也走了进来，旁边还跟着一个男子。不久之后，贝梦香也进来了，不过只有他自己，看样子应该是跟丫鬟走丢了，暂时来躲避的。后面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还好寻儿你提前订了包间，我们才不至于在1楼挤着。当时啊，1楼的人特别多，有人认出了3王爷，为了巴结，特意将自己的包间让了出来。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贝梦香不知道跟掌柜的说什么，只听见掌柜的不停地摇头，说真的没有包间了，好像还提起了摄政王。那贝梦香不管不顾的就要往楼上闯，结果跟要上楼的3王爷撞了个满怀。薰儿，你知道吗？那3王爷其实是个好男色的。说来我还真的是挺好奇的，男子和男子之间怎么可能有那种感情呢？薰儿，你说。珊儿，你是女子，这种话不合适。三哥，我又没去外面说，薰儿是自己人，说说又没关系。再说了，我又没说你，你脸红个什么？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女子，不会误会你的。哎，让我三哥一打岔，我说到哪儿来着？说到3王爷跟贝梦香撞到一起。啊，对对对，那3王爷不是好男色吗？其实很多大臣都是知道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两人撞到一起后，没想到3王爷突然就像狗见了骨头一样，不停地盯着贝梦香看，然后一把将人抱了起来，进了楼上的包间，还将那男子撵走，让侍卫守在门口，到现在都没有出来。我都说到这儿了，应该明白了吧？魏巡其实已经明白了，这肯定是米峰干的好事儿，毕竟他们也在3楼，就在咱们隔壁的隔壁房间。奴婢去门口守着。你们认识曹韵吗？跟他的关系好吗？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可以算得上是从小长大的了。韵儿的爹是我爹的下属，她是家中的独女，没有同龄的孩子，从小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玩的。可是寻儿怎么突然问起韵儿了？我记得你们好像不太熟啊。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大舅舅是镇国公，有些事情自然是能听到一些风声，但是我跟曹家不熟，只能问问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倒是认识一位神医，或许可以帮上曹家小姐。这件事我们得去问问曹夫人，毕竟这关系到韵儿的名声，曹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就连是谁干的都不敢去查。你们2个差不多就行了，也许曹大人并不是不想查，而是心中有数。他从来都觉得林安叔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翩翩公子，心思单纯，不谙世事，可没想到
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样子。那个，我只是猜测而已。只是猜测，骗鬼呢你啊！雪儿，我有话想跟你说。这次可千万别再被什么事情给打断了。03哥，你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定不会推辞。雪儿，大年30的宫宴上，我跟皇上求娶你，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想为你解围，但更多的原因是我三哥他喜欢你，我三哥他喜欢你。玄儿，他们说的没错，我喜欢你，所以你可愿意嫁我为妻？我那天在宫宴上说的都是真的，此生只你一人，绝不填房纳妾。贝寻愣了，他活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被表白过，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个，玄儿，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我们可以先彼此了解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要是觉得我还不错，那我就让我爹娘去镇国公府提亲。如果最后你还是对我没感觉，那我也绝不会纠缠你，以后就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妹妹，和然儿若儿一样，绝不会成为你的烦恼。贝寻现在虽然脑子懵懵的，可他的心里好像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但却不是对林安舒的。这种感觉他形容不上来，闷闷的。随着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脑海中突然出现那道白发男子的身影，虽然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但是却依旧让他难过的想哭。雪儿，念清灵咒。大师兄。雪儿乖，什么都不要去想，念清灵咒。哦，好的。雪儿，你还好吗？大师兄，清灵咒第一句是什么来着？叶白瞬间一脸的黑线，只能带着贝寻一人一句的念着。慢慢的，贝寻有一些混沌的意识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那个，寻儿，你别紧张，我三哥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啊。寻儿，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或者已经有心上人了，直接告诉我就好，我真的不会缠着你的。虽然我会伤心，我会难过，但一定会祝福你们，不会强人所难的。是啊，就算你不嫁给我三哥，不想做我们的三嫂也没有关系的，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的，咱们依旧还是好朋友，一辈子的那种。那个，雪儿，他不行。大师兄，你管的是不是有些多啊？他不行谁行？你倒是告诉我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他不行。说完就不再回应，不管贝寻再怎么问，就是没动静。贝寻都快被气死了，但他也知道大师兄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听的。那个03哥，多谢你的喜欢啊，但我真的只是把你当做朋友而已，就像然儿和若儿一样，是可以玩一辈子的朋友，并没有其他感情，真是抱歉。小姐，那边有动静了。华善，别笑了，快给我们讲讲。三王爷问贝梦香对自己做了什么，贝梦香不停地哭，说自己什么也没做，刚想上楼就觉得脑袋一晕，后面的事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王爷不信，说贝梦香这种女人他见得多了，可成功的却是第一个。贝梦香说她没有，还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三王爷，根本就不会为了当王妃做出这种事情。三王爷不信。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三王爷说就当自己被狗咬了，自己是不可能娶她进门的，今日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还说自己回去一定得好好洗洗，恶心死了。哎，好像还真的吐了呢。真的吐了？这得是有多嫌弃贝梦香啊。贝梦香说她的身子都已经给了三王爷，还说三王爷不负责任。然后三王爷问贝梦香到底想怎么办，难道还真的想做王妃不成？贝梦香说自己根本就不想嫁给三王爷，说三王爷想多了，
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贝梦香的心仪之人不就是摄政王吗？他不想做三王妃，想做摄政王妃还差不多。做摄政王妃？除非摄政王瞎了，不对，瞎了都不可能娶她，因为我充分的怀疑人家摄政王心里有人了。哎，这位姑娘，你继续讲啊。对啊对啊，我们正听得过瘾呢。三王爷问贝梦香，她既然不想嫁给自己，那有什么要求让她尽管提出来，能答应的她一定会答应。贝梦香说让三王爷想办法让她当摄政王妃，刚才的事情她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不然她就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三王爷对她做了什么，还说反正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是三王爷将她带到这间包间里来的。一个残花败柳还想嫁给凤千爵，真是想屁吃呢。凭华善姑娘的内力，就算在屋里应该也是能够听见的吧，所以你们4个为什么不进来说？三哥你不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没看着还有其他人等着听呢吗？三哥你别打岔，华善你继续说。贝梦香说要让三王爷帮他当摄政王妃，三王爷怎么说？三王爷说啊，自己是让贝梦香提要求，没让她许愿，还说如果是当摄政王妃这件事，让贝梦香现在就可以将门打开出去随便说，大不了自己将她抬回去做个妾，反正府里不缺她一张吃饭的嘴。然后贝梦香就一直哭到现在了。贝梦香哭着冲了出来，演完喽，没戏看喽。贝寻拍了拍手站起来，身形一晃，华善见状赶忙去扶，可却没有想到有人却快了他一步。蹲太久腿麻了。那个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你差点摔着，本能反应而已。你们2个还不快点起来，是不是腿都麻了？现在太晚，我们3人先送你回真国公府。不用了，你们直接回去就行，路上还有那么多的官兵呢，不用担心我，我自己溜达着回去就行。几人只能一起往楼下走。魏泽，你怎么在这儿啊？王爷担心小小姐的安危，所以让属下来护送小小姐回府。小小姐玩完了吗？玩完了，咱们现在回去。你会不会说话？你才玩完了。看见了没有？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这是华善今晚跟我说的第2句话了，我就说我要成功了吧。这次是真不用你们送了，快回去吧，我也回去了。哎，三哥，要不就算了吧，咱们再找就是了。林安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三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啊？啊，你们在说什么？哎，我们刚才说，三哥，既然寻儿，不如就算了吧，以后还能遇见更合适的，我们会帮你留意的。别担心了，三哥没事儿。走，回府吧。马车上，主子在想些什么？是在想贝梦香的事情？想他干什么？还不够恶心的呢。那主子在想什么？你不觉得那林安叔有些奇怪吗？哪里奇怪？华善，你觉得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如果不是米峰那种从小就做杀手的，还有摄政王那种深不可测的，属下觉得其他人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觉得林安叔为什么能比你先一步扶住我？要知道你就站在我前面，可他呢却是站在窗边，本能嘛。我突然觉得有些看不透他。当时属下第一时间就出手扶你，按理说他不该比属下更快，除非他的武功在属下之上。可是属下并没有察觉到他身上有内力的痕迹啊。喂，赶车的，问你个事儿。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华善今天第3次跟我说话了。华善，你问啊，只要我知道的、能说的、不能说的，我全都告诉你。你知道林家三公子林安叔的底细吗？林安叔啊，他也没什么好的，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喜欢读书，像个书呆子一样。比起我们王爷来啊，可差得远喽。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来。展开说说。这林家三公子啊，在小的时候丢过一回。听说是尚书夫人带着家里的孩子们去寺庙里上香的时候，被刘妃给冲散了。当时先皇还下令让咱们老爷啊帮着找过，3个月之后才找回来。这件事啊，当时知道的人挺多的。当时他几岁啊？好像5、6岁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毕竟那会儿啊，我跟王爷也不大。魏巡和华善刚一进院子，怎么样，主子？这出戏好不好看？说说吧，不然都对不起你嘚瑟的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儿还能难得住我？我就是派人放出消息，让贝梦香知道摄政王在百味居3楼的包间里，他都不用我撵，他自己就跑去了。至于三王爷，我本来是想把人打晕了扛过去的，可是没想到出了乱子，他居然自己就跑过去了，简直是天助我也呀！以前啊，我从老张头那儿顺了点药，里边就有那种能让人将别人看成心上人的那种药，然后啊，你别说，效果还挺好。这就完了？怎么可能就完了？他们2个想神不知鬼不觉的，那怎么可能啊？放心吧，明日一早，京城所有人都会知道，贝梦香在亲爹死后未满1月，就趁乱和三王爷在外边偷偷苟合的事情。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我听说二王爷联合北疆使臣，将老虎都给放出来了，好大的手笔啊！是啊，确实是好大的手笔。不过主子的手笔更大，南疆使臣被主子给喂老虎了，我亲手扔的。至于那二王爷，这会儿应该已经半残了吧？外祖母，寻儿来看您了。昨日玩得可好？没受伤吧？今日一早，我听李嬷嬷说，昨夜外面出了事儿，好像是南疆的老虎跑了出来，还咬死了南疆的使臣。我没事，昨晚和林家兄妹3人正好离得远，后来躲进了百味居，这才没有受伤。对了，外祖母，您不是明日就要出发了吗？寻儿给您准备了一些丹药，您一定要随身带着。这瓶是治风寒的，这瓶是治跌打损伤的，这个是……说了小半个时辰之后，终于说完了。外祖母，这个一定要贴身放着，这是神医最厉害的药丸了，吃了能保命的那种。第2日，是寻儿吧？真是麻烦你了，这位就是神医，快里面请。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嘟。你给我把嘴闭上，吵烦了我，小心我剥了你的皮。他昨晚还跟夫君说起了这件事情，担心会不会被人利用或者图谋点什么。人家要兵权有兵权，要银子有银子，还出了一个读书人，根本就看不上他这兵部侍郎。所以曹夫人心里对贝寻更感激了。允儿，寻儿给你带了神医过来，这次一定会好的。娘，算了吧，您就别再费心了，看不好的。就算是看好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这样了，我没有以后了。你的以后就只有嫁人，不嫁人就没法活了。夫人，我能跟曹小姐聊聊吗？女子的一生本就不是为了嫁人生子伺候他人而存在的。虽然我这话有些离经叛道，可能有人听见会让我回去背什么女则呀、女训啊之类的，还会说如果以后谁家娶了我这样的女子，定会家宅不宁。但是我真心的觉得那都是放屁。曹小姐，我想问你，如果你自己可以靠自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敢管你，也没有人敢对你指指点点，你觉得这样的以后你喜欢吗？嫁人还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不行的。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失身了又怎么样？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不是吗？虽然那个男人死了，
但他身后的人可还好好的活着呢。你不恨吗？恨？怎么可能不恨呢？我恨不得抽他筋，扒他皮，喝他血。你相信我吗？相信。对，相信就好。等你身子好起来，我带你去报仇。报不了仇的。虽然爹娘都没说这事是谁主使的，但是我已经猜到了。那个人不是咱们能动的。虽然不能一下就弄死他，但是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想要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到死都闭不上眼睛，也是很痛快的。那种人渣直接死了就太便宜他了，生不如死才有意思，慢刀子割肉才更疼。是他局限了。备询的一番话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他整个世界。你为什么要帮我？想帮就帮了，我这个人做事全凭心情。我不想救的人死在面前，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但要是我想救的人，就是阎王来了也不敢说。备询，以后我曹运这条命就是你的了。那你也得有命才行啊，这是个很厉害的神医，绝对不是吹的。那就麻烦神医了。张子诗早就听备询说了是怎么一回事，一边内心感慨着，一边给曹运把了脉，又拿了丹药，又开了药浴的方子。放心吧，1个月，保证你的恢复。曹运听见自己真的能好，心中大喜，赶忙叫来了丫鬟，给了张子诗一个大荷包。这次绝对不可能被你抢走，这可是我的辛苦费。瞅瞅你那小气的样子吧，老娘有的是银子。曹运好好休息之后，备询就带着张子诗让丫鬟带路去了曹夫人那里。曹夫人听见自己的女儿1个月就能好，又让人给了张子诗1张银票。以后有这种好事啊，欢迎多多的来领我。薰儿，这是给你的。我知道镇国公府不缺这点东西，但好歹是我一片心意。虽然我们曹府比不上镇国公府，但是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只要我们能帮得上的，绝不推辞。备询谢过曹夫人，就带着人离开了。没用的东西，你是怎么当太医的？连个腿都看不好。今日你要是不将本王的脚医好，就别想走出王府一步。王爷饶命啊！王爷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腿上的骨头本来就断开了，后面又被那么多百姓踩踏，导致断处的骨头直接碎成了渣。臣无能，就算勉强将骨头接上了，以后也不能用力，更别说走路了。本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要医好本王的腿。如果医不好，本王就将你们的腿全部打断。臣实在是没办法呀。不如王爷让人找找民间的神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好的医者不都在太医院吗？民间哪儿来的什么神医啊？王爷，非也，能进太医院的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世家，手中有着各自的领域。可民间还有许多医者喜欢自由，不喜欢进太医院。臣听说呀，有的神医能起死回生，虽说有些夸张了，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既然这样，本王这就派人去寻。在这之前，你就在本王的府中住下。本王的腿什么时候好，你什么时候离开。要是本王的腿好不了，那你也就不用离开了。另外一边的太傅府里也很热闹。贝梦香那个蠢货在哪里啊？让他滚到书房去见我。这会儿贝梦香正在金陵的房间里面哭呢。娘，你说我可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我可怎么嫁给摄政王呢？香儿，摄政王是不会娶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如今你也只能嫁给三王爷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也必须嫁给三王爷。现在赶紧趁热打铁，不然你恐怕连个妾都当不上。
你爹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要是让你祖父知道，这太傅府估计也就再也没有咱们娘儿俩的容身之地了。娘，我不管，我就是要嫁给摄政王，哪怕是做不了摄政王妃，就是当个妾我都行。女儿从见到摄政王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除了摄政王，女儿这辈子谁都不会嫁的。就在金陵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听见小厮说门外老爷回来了，让梅梦香去书房一趟。娘，我不去，我不想去，祖父会杀了我的。娘陪你一起去。你们两个给我跪下！你们两个，一个不要脸，自己的亲生父亲刚入土为安，就跑出去跟人苟合，还闹得人尽皆知；另一个平日里就知道勾心斗角，算计着怎么搬空郑氏夫人的嫁妆，自己的女儿也不好好教养，让她做出这等有辱门楣的事情。整个太傅府的脸都被你们母女俩给丢光了，丢光了。等我死了以后，这让我到下面怎么跟下面的列祖列宗交代啊？父亲，是三王爷强迫香儿的，香儿是无辜的。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呀？自己是蠢货就算了，生了个女儿也是个蠢货。三王爷是绝对不可能强迫他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他强迫我的，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觉得头一阵阵的发晕，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你以为三王爷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娶妻？难道就是为了等着今日强迫你？三王爷他是个好男色的。来来来，你告诉我，一个好男色的人是怎么强迫你的？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好男色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没关系，问你娘，你娘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父亲，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哈，你来告诉我要怎么办呀？让香儿嫁给三王爷。嫁？你还想让这蠢货嫁到三王府去？别说现在三王爷被封了荣王，就算是没有封号，他都不可能娶贝梦香。我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没听明白？他好男色，好男色，你听不懂吗？不然这么多年来，你以为他要娶什么样的女子他娶不来，偏偏娶一个蠢得要死的庶女做王妃。荣王府别说王妃了，就连个会飞的鸟儿都是公的。我不嫁，我不要嫁给三王爷，我喜欢的是摄政王。摄政王？你可是真敢想啊！就算你现在是个黄花大闺女，是皇宫里的公主，她都不可能娶你。不对，不是不可能娶你，让你做个妾，做个粗使丫头都不可能。就你这不清不白的身子，怕是摄政王看你一眼都嫌恶心。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回事吗？还在那儿做美梦呢。父亲，如今这件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如果香儿不能嫁给三王爷，那咱们太傅府的脸面也就没了。但如果香儿成了荣王妃，以后一旦荣王坐上了那个位置，香儿就是皇后，那咱们太傅府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父亲，你好好想想，什么叫荣王坐上那个位置，自己就是皇后了？现在小皇帝不是已经继位了吗？难道说……你们两个先下去吧，这些日子别出去丢人现眼，就好好的在府里待着，让我好好想想。老爷难道真的要？老爷三思啊！金夫人的提议，那可是谋反呐！这件事儿如果成了还好，可一旦败了，咱们整个太傅府都要跟着诛九族啊！哎呀，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今的太傅府已经被皇上厌弃了。别看皇上尊我一声帝师，可那点感情
早就让那些琐事一次次给磨没了。现在的太傅府已经没落了，如果再不找出路的话，等我死了，就再也没有太傅府了。你也出去吧，让我好好的想想，看看这件事要怎么办。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让人准备了马车去了荣王府。也不知道两人是怎么谈的，贝太傅回来的时候，就让管家跟那母女俩说，让贝梦香好好的准备待嫁。摄政王府，你是说安王的腿断了，这会儿在遍寻名医？是的，王爷，据府中的暗卫来报，15晚上他们正帮着百姓撤离，有人看见安王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阁主呀就在那儿不远处。这件事儿估计跟阁主脱不了关系，不过那安王也是活该，他打谁的主意不好，偏要打阁主的主意，那是一般的女子吗？谁要是敢打他的主意，那可真是自己想死想疯了。魏泽突然发现凤千却抬起头，不善地看着自己。那个王爷，您是个例外，您和阁主啊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天生的一对儿。荣王和贝梦香又是怎么回事？那还用问吗？还是阁主的手笔。阁主应该是听说了兵部侍郎曹姑的女儿曹韵的事情，看不惯出气呢。属下还听说，阁主在16那天啊，带了张神医去了曹府。玄儿是个心善的。下个月15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王爷，属下已经安排好了。目前能调动的暗卫啊，已经全都回来了。如果情报没错的话，不会有事的。只不过呀，万无山庄的杀手出了名的凶残。哎呀，如果小小姐不是阁主的话，吴成阁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属下听说呀，吴成阁杀手并不比万无山庄的差，甚至略胜一筹。那米峰呀，更是江湖上的第一杀手，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收服的那么彻底的。被揍的，羡慕吧？15那天，轩儿肯定会来看热闹的，保护好他。不要去吴成阁找杀手，本王不想将他牵扯进来。实在不行的话，将鬼市的人调过来吧。王爷，鬼市可是咱们的底牌，万一泄露出去，咱们会腹背受敌的。属下一定会加强防卫，护好主子的。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荣王已经答应了，去贝梦香做侧妃了，婚期也定在下个月15。属下觉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将魏生和魏海暂时调回来，看着安王府和荣王府，以防万一。魏则应下，心里想着，反正那日阁主也在，大不了就多出一些银子，求求阁主和华善。毕竟阁主是能踹动王爷的人，华善更是能将自己揍好几个来回。这么一想，魏则心里就有信心多了。很快就又到了每个月的初7，被寻回地府的日子。你们两个没看见我回来了吗？不是应该早早的就躲起来的吗？怎么站在这里发呆，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么小，难道是先来的？小祖宗您辛苦了。小祖宗您辛苦了。真可爱啊。小祖宗，既然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就早些回去吧。大人和崔大人今日都有事，不在地府。没关系，只要我回来，他们肯定就不在的。我自己进去随便逛逛，没准他们就在了呢。你们两个可不要学别人啊，不然，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啊？平日里都是吵吵嚷嚷的，怎么今天这么安静？难道大师兄发神经，将他们的舌头全都拔了？哟，地府如今的气氛都这么好了吗？这拔舌地狱里居然没魂受刑，就连油锅里边都没魂啊！站住！说你呢，脑袋像鸡窝那个。对，就是你，就是喊你呢，别往别处看了，赶紧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小祖宗，您回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大人和崔大人他们不在。你可比他们演的差远了，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他的鬼差呢？都上哪儿去了？以前我回来的时候都热热闹闹的，
怎么这次回来就除了看门的，就只剩下你了？我现在充分怀疑自己上辈子是倒霉死的。你说不说？那个小祖宗，小祖宗，不是属下不说，实在是。我这准头可不太好啊，瞄准的是腿，可万一手一抖，就指不定是哪了。整个地府都知道我这护体的金光啊，无敌的很呐，就连大师兄都撑不了多久。你要不要试一试？要是能撑到比大师兄久，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阎王了呢。鬼差吓得还没有被被寻的金光碰到，魂儿就吓得开始冒黑烟了。哎，你可别碰瓷啊，我还没碰到你呢，你赶紧将你的魂儿拢一拢。对，拢一拢，不然一会儿散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快麻烦的。小祖宗，您快去地府后面的黑山上看看吧，快去吧。黑山，那不是犯了大错受天罚的地方吗？难道说……想到这里，被寻整个人都不好了。黑山上，大人，您快下去吧，再这样下去，就算您功力深厚也是顶不住的。更何况，您为寻儿挡天雷的伤还没好呢。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废话这么多？有空想那些没用的，还不如想想怎么躲了这天雷。躲不了，那我就替你受了。大人，不可呀，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就凭你那只剩下一半的功力，别说7道天雷，1道你就冒烟了。大人，您还是快下去吧，寻儿就快回来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还有，如果今日我真的要灰飞烟灭，请大人一定要保护好寻儿的命簿，那可是我用命撕下来的。以后寻儿问起来，您就随便找个理由，说我犯了个什么大错，没扛过天谴。你给我闭嘴！我是阎王，我不让你死，你敢给我死个看看？你们快走吧！大人说了，让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儿添乱。我们不会回去的。虽然大人和崔大人平时对我们严厉，但从来都是吓唬我们的。大人们面冷心善，对我们好，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怕。就算魂飞魄散，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崔大人前几个月啊，不知道做了什么，突然没了大半的功力，然后呀，一直都在不停的闭关，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就连跟我们说话，都好像在做着最后的交代，就连大人的话都更少了。可就在昨天半夜啊，哎呀，地府的天上突然轰隆隆的响起雷声。小祖宗，您是知道的，地府全都是各种魂魄，如果不是天谴，是绝对不会有天雷的。崔大人当时正在跟属下说话，听见天雷的声音后呀，迅速的就往黑山跑来，生怕连累了我们。属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大人也追了出来，然后，哎呀，听大人亲近的鬼差说，这天谴的雷劫啊，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是被大人硬生生的拖到现在的。本想拖得再久一点，可大人自己也受了伤。都受伤了，好好的在地府待着，怎么可能会受伤？哎，快看快看，小祖宗生气了。是啊，或许大人和崔大人这次真的有救了。你要死啊？在外面批我就算了，还追到我家来批我家人，你是不是想死想疯了？怎么，你上次的伤好了，这是又能出来嘚瑟了？听不懂？有本事就说句人话给我听听，光在那轰轰的吓唬谁呢？有本事你下来，咱俩单挑，躲在天上算什么本事啊？你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有本事再批一下试试。雪儿，这儿没你的事，快回去吧，我们两个都不会有事的。是，雪儿放心吧，等你下个月回来，大师兄一定不躲起来了，好好陪你，行不行？你们两个一起陪我？对，我们两个一起陪你，说话算话，骗人是狗。崔珏想着，
反正自己今日是注定要灰飞烟灭的，是狗就是狗吧。能在灰飞烟灭之前看寻儿一眼，也算是对自己的安慰。只是寻儿命运的齿轮才刚刚开始转动，自己就这么消散在天地间，终归是放心不下呀。崔哥哥是犯了什么事情啊？向来遵守法则的你，居然也会有犯错的一天。崔珏听见贝寻叫自己崔哥哥，满脸的无奈，却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说就算了，那几道天雷总能说吧？7道。雪儿，你还是……从现在开始，你们2个就给我在这里好好的装死。装死懂不懂？要是你们2个谁敢动一下，但凡我还有一口气在，定拆了这地府。大人们呐，我亲爱的大人们呐，快躺下，躺下呀！装死会不会？不会，我们可以亲自示范给你看。让他俩装死呢，没让你们装死。你们这一群赶紧的，向后转，给我有多远跑多远，越远越好。实在想看热闹，也得跑到安全的地方，有命看才行。快点，现在就跑，不然一会儿都被劈飞了，我可不负责。你这个没本事的，7道天雷不是吗？有本事就一起来，看看7道天雷能不能一下将我劈死。寻儿，寻儿，闭嘴！你们2个现在是死人，死人懂不懂？你们见谁家的死人会说话？贝寻见2个人再也没有说话的意思，这才抬头继续看着天上轰隆隆的乌云。怎么不敢了？贝寻看着逐渐变大的乌云，依旧笑眯眯的，跟不在乎似的嘲讽着。哎呀，这可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打个雷都磨磨唧唧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天雷的。天道是瞎了吗？那天道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雪儿，别瞎说。他都要让天雷劈死你了，你还替他说话？天道其实挺好的。行行行，那我不骂天道了，骂天雷总行吧？法则等于我的命，就算我不想劈，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他妈也控制不住啊！但凡我能控制住，你信不信我他妈扭头就跑？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酝酿完？我都等累了，要不我先吃点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几道闪电划过，雷声震耳欲聋。终于来了。可贝寻仿佛早就知道叶白会动一样，上前一脚就将人给踹飞出去。大师兄，不听话可不是好孩子，回去躺好，找你的死人去。就这狗东西我还收拾得了？还活着没啊？不能一脚就被踹死了吧？他的瞳孔变成金色了。你这狗东西，今天老娘也让你尝尝被雷劈的滋味。他妈的，怎么会这么疼啊？上次明明没有这么疼的。容不得想太多，贝寻将手中的金鞭一甩，那道粗壮的天雷居然被原路甩了回去。天上的乌云看见贝寻的操作一抖，吓得马上四处散开，可散得再快，也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怎么样，自己劈自己好玩吧？如果你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老娘不在乎，多陪你玩一会儿。怎么样，要不要再来？只见他走到崔珏身边蹲下，伸手轻轻地拍在崔珏的身上。崔珏全身一震，身上跟贝寻一样出现了天雷余威的电光。所以贝寻拍崔珏那一下，就是为了将身上的天雷的余威过到崔珏的身上，这样就等于是崔珏间接的被天雷劈了。没被劈够啊？那你继续啦，姑奶奶坐着也能将你抽散。不过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刚才姑奶奶忘了将金光送上去，下次一定不会忘记。这应该算是劈完了吧？我能不能回家呀？我想回家，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怕了。如果可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她。这辈子都不想看见她，估计不太可能啊。如果按照她这么个做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又会见面了。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魏巡盯着天空看了好一会儿，确定是真的散了，不会再来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我好疼啊！快别嚎了，一滴眼泪都没有。刚才骂的不是挺带劲的？可是真的好疼。崔哥哥，我今日替你受了天雷，你是不是得报答我一下？是得报答。薰儿，想要什么？生死簿。崔珏一阵无语，但还是将生死簿拿出来递到贝巡的手上。只能看一个人。哼，小气。为什么没有凤千珏的名字？有。在哪儿？为什么我找不到？随意的翻开一页，递到贝巡的面前。为什么我打不开？这是生死簿，不是神识的基础知识。贝巡明白了，原来这生死簿是有权限的，他只能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重要的部分他打不开。我怎么觉得你在嘲笑我？没有没有，我可不敢。你又骗我。我没有啊。那为什么凤千珏的命簿是空白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改的。薰儿，这是生死簿，乱改是要遭天谴的。哼，信你这一次。好了，这下咱俩两清了。我替你挡了天雷，你给我看了生死簿，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好，谁也不欠谁的。唉，薰儿啊，崔珏司命部的情，你怎么还得清啊？天快亮了，可我全身还是好疼。你现在是神识北劈，疼是正常的。不过没关系，大师兄已经在你体内留下了法力，足够支撑你将神识修复好，身上不会再疼了。只不过……话还没有说完，魏巡就被那股神秘的力量给拉回到了身体里。骗子，不是说不疼了吗？薰儿，大师兄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的身体是不会疼了，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是神识，但现在神识在你的脑袋里，所以头会疼几天。好了，我要带崔珏去疗伤了，你乖啊。下次我一定要狠狠地抽死那个破天雷。哎，主子，你这是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头疼？快去看看，从老张头那儿搜刮来的丹药里面有没有治头疼的，或者止疼的，全都给我拿过来。主子，您吃一颗，先止疼，然后咱们找庄子时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受风了。不用，他看不好。他妈的，果然没用。什么没用啊？哎，没什么。走，找米蜂去。正在百味居后院悠闲喝茶的米蜂，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倒霉了。啊，做完人全身心都舒畅了，就连头都感觉不是那么疼了。此时的米蜂正躺在床上不停地复盘，想着这几天哪里得罪这小祖宗了。这是一早，老张头，主子让我来接你去给摄政王取蛊虫。哎，还有啊，记得别忘了金针。还得等一会儿，我还有一味丹药，马上就要练好了。练好了咱们就走。金针也……你这是……你将那小祖宗的祖坟给炸了？哼，我要是真将贝家的祖坟给炸了，主子说不定还得奖励呢。老张头啊，你快给我找药酒擦擦，小爷我还指着这张脸以后讨媳妇儿呢。嗨，我的药酒可都是名贵的药材，哎，那小祖宗怎么不直接把你给打死啊？浪费我药材。两人就一同来到了百味居。主子，我们回来了。蜜蜂，你钻哪个耗子洞里去了？这脸上怎么花花绿绿的？老张头，你故意的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要是嫌难看，你现在就可以洗掉。不过，这药材如果能在你脸上坚持到明早，我保证，一点你被揍了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看，看顺眼了的话，其实也还好。主子，你们在看什么呢？我也来看看。那，看贝墨香出嫁呢？哎，
你说他现在是坐在轿子里哭呢，还是笑呢？我挺好奇的。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哭呢呗，毕竟他喜欢的可是摄政王。贝太傅是怎么说服三王爷娶贝梦香的？具体的没听清，但听二位说啊，好像是要在小皇帝的身份上做文章。嘿呀，无非就是说小皇帝不是先皇亲生的这种事儿呗。哎，那小皇上真的不是先帝亲生的？如果是这样，那可就有戏看喽。是亲生的。耶，主子，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你主子，所以我知道。主子，咱们一会儿吃过午饭就过去吧。小祖宗，要不我给您把个脉？不用了，我这毛病你治不了。哈，我可是神医，一个头疼我还看不了。把手给我。来，请开始你的表演。看不起谁呢？我可是张神医，就没有我。装病。还张神医呢，张废物还差不多。可看着贝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又觉得不像是装的，从药箱中拿出了一副银针出来。手再拿过来一次。我要用金针，银针不好看。事儿还挺多呀，看个病还管好不好看？好看能治病啊？不能，但能赏心悦目。突然，张子时的瞳孔猛地一震，震惊地抬头看着贝寻，半天都没有说话。老张头，主子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张子时没有回答，而是将贝寻脑袋上的金针拔下来，重新拿了3根换了个位置扎了进去。感觉怎么样？虽然还是疼，但还真好了一些。别说啊，老张头你还是有点用的。这3根金针就这么插3天，3天过后就不疼了。你确定？就让我这么出去啊？你要是觉得丑，拔下来也行，疼死你。那算了，还是插着吧，丑就丑点呗，总比疼死强。都疼了这么多天了，好不容易好点。你疼几天了？初7开始的，今天是第9天。对对，华善说的对。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呀？就这么挺着，你可真行啊！我又不知道你能治，你止疼的丹药我都吃过了，屁用都没有。你是不是傻呀？那丹药是治病的，你这是病吗？啊，你这分明就是神经病，有病不治，疼死你算了。贝寻看着他的样子，也没有探究，谁还没点秘密了不是？老张头，主子到底是怎么了？受风了，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你以后给主子把脉，再这么没眼高低的，信不信我将你揍成跟我一样的猪头啊？请主子保佑我赚多多的银子，娶漂亮媳妇儿，最好还能打得过您啊！哎，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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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许愿就滚去寺庙里，再拜我，小心半夜我将你的魂儿给带走。将午饭吃完之后，就一起去了摄政王府。阁主，你们来了，王爷已经在房间内等着了。他知道贝寻爱看热闹，但今日是贝梦香出嫁，他真怕自己这个热闹没有外面那个大。贝寻看那个热闹去了。你们2个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开始啊！阁主，您这头顶上是想讨个吉利吗？要不要我也给你讨个吉利？哎，不，我就不用了，我可不敢，我拜阁主就行。你拜个屁啊！老娘就是头疼，让老张头给扎了3针而已，没见过世面。对，属下确实没见过世面，属下失言了，还请阁主呀别跟属下一般见识啊。咱们这就开始吧。张神医让准备的芋头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审。真的只是头疼吗？扎头顶的3个大穴，就这么走来走去的很危险。没事儿，我走路稳着呢，摔不着。倒是你，说不定一会儿就被老张头扎成刺猬，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老张头，赶紧干活，这边结束我还得去荣王府看热闹呢。今天贝梦香出嫁，我得去看看她到底是哭还是笑。您今日怕是去不了了，
蛊虫取出来的时候，估计得后半夜。那时候你还能看见什么呀？看人家洞房嘛。需要这么长时间？那我来这么早干什么？我还不如先去看贝梦香呢。哎，不行啊，小祖宗你可不能走。你要是走了，等那蛊虫发作起来，谁来压制啊？他啊，这种活儿以前不都是他干的吗？没道理，本阁主一来，这活儿就成本阁主的了。小祖宗，你就醒醒好吧！你要是走了，我这心里没底啊。再说了，这驱蛊虫可跟平时的发作不一样啊，魏泽他们根本就压制不住的。我是来看热闹的，又不是来干活的。我为什么要心情好？我偏不。辛苦阁主留一下。至于荣王府那边，魏泽，去派人盯着，半个时辰回来一趟，要事无巨细的报告给阁主。尤其是那贝梦香是哭是笑。是，属下知道了，这就去安排。麻烦阁主了啊。那本阁主就受累在这里待着吧，你们自己开始，不用管我。给我拿点水果瓜子来就行。你别走了，你走的我头都开始疼了。希望王爷蛊虫顺利取出，一切顺利。你跟米峰两个不如明日一同滚到寺庙里出家去，省得在这里拜来拜去的招人烦。这时第一波来报告的暗卫回来了，这才救了魏泽一命。写的什么？是哭是笑啊？没哭也没笑，我看他是直接疯了还差不多。疯了？不能嫁给王爷啊，所以疯了。哎，那不如等王爷将蛊虫取出来之后，将那虫子送给他好了，就当是个念想。贝梦香在拜堂的时候直接掀了盖头，拿了匕首要刺杀荣王。哦，确实是疯了。要不要等老张头给王爷治好之后，去给你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看看脑子啊？我管他去死。喂，老张头虽然看着年轻，但医术可真是没得说呀。虽然有几次确实很危险，但绝对没有医死过人呢。所以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该吃吃，该喝喝。我是担心王爷，但除了王爷，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头疼，眼珠子也疼，不想看，你给我念吧。哎，我来。这上面写着，后来贝太傅过去了，也不知道跟贝梦香说了什么，然后婚礼继续了。啊，哭着继续的。都这样了还能继续啊？看来这两家憋得屁不小啊。阁主放心吧，荣王府和太傅府的事情都在王爷的掌控之下，只要王爷没事，就绝不会出什么大乱子。那如果王爷出问题了怎么办？当今皇上还小，其他三国虎视眈眈，如果王爷再出了什么事，估计用不了1年，南境就会变成其他三国的领土之一，到时候百姓们都会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老张头，你听好了，主子说了，如果你将摄政王给缢死了，你就是整个南境国的罪人了。到时候百姓们流离失所，饿肚子生病，全都送去你小院子里让你养着。你确定？你主子是我？是啊。所以刚才那些话是我说的？哎呀，我知道主子向来心善，心里想的不好意思说。属下这不是帮您把心里话说出来吗？这都是身为属下应该做的。里面的凤千诀听见米峰刚才的喊声，嘴角微微勾起，看来寻儿还是关心自己的，虽然理由牵强了一些，估计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出来。王爷，精神集中，不然一会儿发作就麻烦了。备询也做累了，让魏泽给找了一个房间睡了一会儿。主子可是饿了？刚才魏泽来过，说晚上已经准备好了。凤千诀怎么样了？还在泡药浴，没有出来。不过刚才魏泽说应该快了。还没出来？这都泡了大半天了，好人也泡服呢了。华山，坐下一起吃。啊，米峰呢？呀，吃饭了，看半天热闹，可饿死小爷了。你这是上哪看热闹去了？当然是去外院了。这么大的动静，一听就是万无山庄的顶级杀手。
人多吗？还行吧，目测估计得有30-40个，不过都被王府的人给拦下来了，打不到这里。主子，您就安心吃饭吧。魏泽呢？我在这儿，是王爷出了什么事情吗？快，时间到了，你快去将王爷捞出来，他太沉了，我扶不动他。魏巡这会儿正坐在外面喝茶消食呢，不一会儿就看见魏泽倒飞了出来。就扶个人还能扶出事儿，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前期的准备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终于要取蛊虫了吗？真是太好了，我都在这儿待了1天了，就是为了这一刻。我还从来没见过蛊虫长什么样呢。老张头，如果这蛊虫能养的话，你也给我整几个玩玩呗。整不了，你当蛊虫是你府中的小狗呢，说养就养。不养就不养，那我看看总行吧？看行，但是不能上手。一会儿施针的过程中啊，王爷会陷入沉睡，然后会将蛊虫引到王爷的手腕处，将它取出。但是整个过程不能受到外界的打扰，声音没事，但尽量不要有肢体上的接触。画上看着魏巡探头探脑的样子，小祖宗哎，您挡着我光了。魏泽，再点几个灯笼过来，老张头说太暗了看不清。好了，开始吧。看我干什么？赶紧扎呀！你不是说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吗？可是外面，哎，外面天塌下来都跟咱们没关系，还有魏泽呢，你只管扎你的。老娘我在这儿呢，你怕什么呀？把针拿稳，使劲扎就行。我保证，就算那群废物拿着刀冲进来，也劈不到你俩的身上。张子时得到魏巡的保证，视心也放下了，手也不抖了，就连嘴里都哼起了小曲儿了。魏泽，你什么情况？这么点人都处理不干净？哼，本来是没问题的，可是没想到万物山庄居然派了这么多人。本来收到的消息啊，只有几十个，但现在啊，几十个是没错，但这已经是第3波的几十个了。我收到的消息啊，也是几十个，这中间估计有什么变化是咱们不知道的。你去看着点儿，实在不行就出手帮帮他们，不过银子得谈好，毕竟是摄政王，要是死了影响好像还挺大。你挨了这么多天的揍也不能白挨啊，如果没意外的话，你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了，正好练练手。走到门口跟魏泽商量价钱去了。主子别说啊，您揍我这几天我还真的突破了，嘿，现在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连他们的残影都能看清楚了。他这是被揍突破的，不知道等王爷好了之后，自己也求着阁主揍一揍行不行？实在不行的话，让华善走也可以。张子时看着站起身的魏巡，蛊虫还有1个多时辰就要取出来了，你不看了？尽量赶回来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我的人不是谁想踹就都能踹一脚的。见过无忧阁阁主，今日我们接了个任务，还望阁主行个方便。这个鞋印是谁的？谁踹的你？指出来。那就是他。哼，本阁主一直以为万无山庄是个敢做敢当的，没想到也不过如此，看来是当缩头乌龟当习惯了。你是谁？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你？站在树下的黑衣人不说话。本堂主问你话呢。不对，你不是我们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脸都不要了，这就开始往外赖了。他真的不是。我不管他是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他跟你们站在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在本阁主看来，你们就是一起的。说完，魏巡素手抬起，手中把玩着的红色簪子朝着树下的黑衣人飞了过去，一道劲风击了过来，将那红色的簪子打得偏离了方向。这还有个高手呢。一阵飓风平地而起，那根红色的簪子另外一半依旧直直地插进黑衣人的喉咙里。果然不是我万无山庄的人。阁主，这件事是我们的疏忽，竟然让别人混进来伤了您的人。
等这件事结束之后，我们万无山庄定会给您一个交代。没办法，打不过就得认怂。谁让他们不知道无城阁的阁主也在这里的？那可不是一个讲理的人。你说不是你们万无山庄的人就不是啊？当本阁主好糊弄不成？其实就凭刚才那击飞自己簪子的劲风来看，贝勋就知道这黑衣人八成跟万无山庄没有什么关系。但谁让他现在头疼心情不爽的？阁主，我们万无山庄跟无城阁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这次呢，也只是接了任务来杀凤千诀而已，并不知道阁主也在。如果打扰了阁主，还请包涵。本阁主不想包涵，磨磨唧唧的真是麻烦。说完，魏勋再次抬起双手，比刚才更大的飓风瞬间形成，将院子里所有的黑衣人都刮到了围墙的外面。唉，终于安静了。走，咱们回去看古城去。阁主杀了我的人，难道就这么走了？舍得出来了？本阁主还以为你要当王八，一直躲着呢。主子，他是百面杀手聂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每次出现的面孔都不一样，没人见过他真正的样子。你俩谁厉害啊？旗鼓相当吧，但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啊。就算从前属下是杀手，那杀的也都是该杀之人，从来没有对一个好人出过手。但这人不是，这人出手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属下听说啊，曾经江湖上有人说他是个没人要的狗崽子，他就杀了人家整个门派300余口人。怎么？我杀了你的人，这是来算账的？闭嘴，有话就说，在这装什么鬼神，真是够恶心的。我不是来找阁主算账的，我是来取凤千诀性命的。我万无山庄国造。万无山庄的其他人看见了领头的死了之后，都犹豫地站在墙头上。任务没完成，回去也是个死，还不如在这里等等看。万一这聂宁能将凤千诀杀了，他们回去之后或许还能保住一命。阁主这是要护着那凤千诀了？要你管，反正今日本阁主是不可能让你杀了凤千诀就是了。阁主，您就是我的神，是我祖宗。等王爷醒来以后呀，我一定会将现在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地告诉王爷。以后您若是嫁进来啊，属下一定时时跟你报告王爷的行踪啊，扫平一切凑到王爷身边的花花绿绿、牛鬼蛇神。哼，你脑子被打坏了吧？你是不是有病啊？有病的话，一会儿让张子时给你看看，尤其是嘴，实在不行的话，就让他给你缝起来，省得一天到晚到处喷粪。嘿嘿，华善就连骂人的样子都这么好看啊！手中的扇子毫无预兆地冲着魏泽飞了过来，华善赶忙将魏泽拉到了一旁。你找死！一把将脑袋上的3根金针全部都拔了下来，朝着聂宁就冲了过去。哎，阁主的武功是什么路数啊？我怎么看不明白呢？你问我，我问谁啊？阁主不是你主子吗？是啊，那又怎么样？聂宁的内力跟你比，谁更胜一筹啊？如果他现在用的是全力的话，能打个平手，但打不赢。阁主，打人不打脸。老娘就喜欢打人脸。还有，你要是再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我，眼珠子给你抠出来。你能跟聂宁打成平手，阁主能揍你，那为什么都这么久了，也没将人给打死啊？主子头疼，需要发泄。嘿，你可不用同情我啊！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被主子揍，每次挨揍我都能有点感悟。求揍！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主子好像有些不对劲啊？好像是有些不对啊，主子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长时间啊。哎，看人呢，还看不看蛊虫了？哎，张神医，你怎么出来了？王爷呢？王爷怎么样了？哎，叫什么叫啊？没看见人好好的在那儿躺着呢吗？啊，不好意思啊，是我太紧张了。哎，蛊虫取出来了吗？没有，这不是等着那小祖宗的吗？哎，小祖宗，您注意点啊，可别把金针掉下来。
在这儿呢。这不是胡闹吗？他本来是神经就有问题，最后几天啊最是严重，他私自将金针给拔下来，也不怕脑袋疼炸掉。老张头，你快将主子叫回来呀！哎，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能叫回来你叫啊。主子，该回来看热闹了。可去你的吧，老娘要回去看热闹了。这一脚直接将聂宁给踹到了树上。本来聂宁以为被寻的功夫跟自己差不多，直到自己被踹得卡在树枝上才反应过来。就算你今日能护住他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你能一辈子都待在摄政王府。早晚有一天，我还是会杀了他。无所谓，只要今天你不耽误我看热闹就行。以后杀不杀，那不关我的事儿。原来在阁主的心里，王爷还不如个热闹重要。站在地上气得一挥手，就将刚才卡着自己的大树拦腰斩断。赔大树1万两银子。1万两？这大树镶金边了。再说了，又不是你的大树，你管我赔不赔？是阁主的大树，摄政王府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阁主的，包括我家王爷。什么都可以要，除了人。老娘今日心情不好，就喜欢管闲事。你要是不赔大树，我就还出去揍你。聂宁看着贝寻眼中的认真，气鼓鼓的从袖兜里面掏出1万两银票，冲着贝寻就扔了过去。虽然大树是你们王府的，但银子是我要来的，所以我要分一半。阁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哼，你赶紧滚吧，再跟我用那不人不鬼的声音说话，我怕我忍不住宰了你。小祖宗，那我现在就开始驱蛊虫了。你等一等，先把金针给我摘回去，不然我怕我一会儿头疼忍不住将他给拍死，到时候没死黑衣人手上再死到我这里，那就亏死了。我还没跟他要银子呢。阁主，价格刚才属下已经给米峰谈好了，5万两银子，属下一会儿啊就让人给送过来。那是他出手的价格，可不是本阁主的。那阁主要多少银子啊？你跟米峰谈吧，本阁主不沾俗物。好的，属下会跟米峰谈，绝不会让阁主吃亏。我怂，我认，但是王爷更怂，别说只是要银子了，就是阁主要摄政王府，王爷也会马上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几个人凑到凤千爵的身边。阁主，快把蛊虫剜出来。我？那你是干什么的？王爷到现在都在用内力压制着蛊虫，我不会武功，没有内力，速度没你快。如果一旦失手，蛊虫没拿出来，就又会跑进去。而且这里面啊，就你最厉害。所以叫我看热闹是假，让我帮忙挖虫子才是真的，对吧？那个也不能这么说呀。这个要另算。说好的不沾俗物呢？啊，没问题，只要阁主将虫子挖出来，要多少钱王爷都给。也不知道王爷醒来之后，知道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债，会不会把自己给砍了。阁主的手法真是好呀，这伤口都省了我的止血散了。咦，长得真丑，就这东西啊，让凤千爵变态了20年。哎，可别小看这东西，这东西啊是在卵的时候就在他体内了。每次沉睡的时候，这蛊虫呀都在一点一点的长大，而每月15发作的时候就是他蜕变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说，其实现在这蛊虫还没成年？也可以这么说，看他这样子，再有个2-3年也就差不多了。张神医，这蛊虫如果长成的话，王爷会如何呀？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得看将蛊虫种下的人要如何了。不过我现在将蛊虫取出来，那人肯定是会知道的，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那是你们的事，但只有一条，别将祸事惹到我身上，不然我就让小祖宗揍你们。哟，
你这玩的溜啊！我堂堂无尘阁阁主，成你打手了。第二日一早，华山，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我觉得特别配你。你别一天到晚穿那么素嘛，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呀？主子看着好就行，主子给什么，属下就穿什么。老张头儿怎么还没来？看着时辰，等着过来吃午膳呢。按理说应该早就到了呀，属下去看看。主子，这是谢鸟带回来的，好像是张神医的。蜜蜂呢？副阁主在旁边的百味居，好像还有一个商人，已经派人去叫了。主子，您找我？不是我找你，是老张头找你。请速来领我，落款是年轻的张子时。等着，我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去。就看见一群人将小院给围了起来。你们这群人啊，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这个王爷那个王爷的，我不去。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王爷能让你去医治，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别人想求还求不来呢。哎呦，哎，你们这群人啊，求着人家办事还挺猖狂，我就是不去。怎么样？有本事你们进来抓我呀！是安王府的人，应该是昨日张子时医治摄政王的时候被看见了，这才找了过来。看来这个小院是不能待了，得换个地方了。就是不知道老张头能不能同意。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他要是有那一身傲骨，我就从他那儿顺的所有丹药都给他了，再多给他10万两银子。谁打老子？刚才是你拿石头扔的老子。看你年龄也不大，一会儿跟我回王府，老子好好教教你规矩。我的手，你居然敢砍了我的手！我是安王府的人，王爷绝不会放过你的。抓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放过。老子要将他们手脚都砍断，男的送去鸳鸯馆，女的送到红莲阁，老子要让他们生不如死。你在这跟谁老子的呢？信不信姑奶奶送你下去，跟你老子见面啊？红莲阁我知道是青楼，可是鸳鸯馆是什么地方？那个主子，京都明面上只有青楼，可是暗地里也隐藏着一些地方，是服务有荣王那种爱好的人的。他是要把你送去做小官啊？可笑死我了。主子，您好歹是个女孩子，注意点形象。我注意什么？该注意不应该是你吗？你都敢去呢，我为什么不敢说？我什么时候去那种地方了？我喜欢的是女人。女人就女人，喊什么嘛？让你瞎说，老子踹死你！哎呦喂，我的大门哟，你可真是我大爷，你就不能轻点踹？不知道修门很费劲的吗？我这门可是……别在这门呀门的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我就今天没来接你，你就出问题了。以后还是把你放在我眼皮子底下比较好，有事直接拎起来就走。哎，你是不是要给我换个小院子？哎，在哪儿啊？赶紧走，带我去看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你看他平时把这院子宝贝的跟什么似的，关键时刻还不是说扔就扔。哼，我这是识时务，院子哪有命重要啊？还不赶紧去收拾东西，所有东西全都带上，咱们以后呀再也不回来了。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把药材收拾收拾全带走，还有我最近炼出来的几瓶丹药，各种工具也得都带走。衣服鞋子被子褥子什么的就不用带了，我就不信他们还能让我光着到处跑。正好天气暖了，我也该做几件新衣裳。主子，我会不会接了个麻烦精回去啊？让他光着跑倒是不至于，但几件打补丁的粗布麻衣还是找得出来的。敢计算我兜子里的银子，哼，做梦我都得让他哭出来。其实也不是备询不近人情，不舍得给张子时花银子，实在是张子时太能花了，只要手里有银子，除了留下必须吃喝的，其他的全部都买药材和器具了。我们可都是安王府的人，你们拦着我们接神医，耽误给王爷治病，王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安王府的侍卫
差的还真不是一点半点的，居然到现在都没有认出我是谁。我觉得我的名气最近好像小了很多，他们都认不出我来了。不是主子的问题，是安王府的人太废物了，不然怎么人家摄政王一眼就将主子给认出来了呢？好像也是。你是年轻女子，红衣面纱，你是无尘阁阁主叶芝。还不错，总算是认出来了。既然认出了我的身份，那就应该知道昨晚本阁主也在摄政王府，那神医也是本阁主带去的，所以你们这是在当着我的面抢我的人。哼，还真是好久都没有过这种事情了呢。那个阁主饶命了，我们并不知道这神医是阁主的人，不然就是给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这么围上来啊。我们一定会好好将人请回去的。不用请了，我不去。你们王爷身娇体贵的，我可看不起。阁主，求求您了，就让神医去一趟吧。我们没将神医请回去，王爷的腿好不了，会要我们命的。他的腿好不好跟本阁主有什么关系？你们死不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好歹也是无尘阁的阁主，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们回去会死的呀，如果我们真的死了，这全都怪你啊。少对本阁主说些什么善心呐、害死谁之类的话。本阁主不杀你们就不错了，至于善心那种东西，抱歉啊，本阁主从来就没有。我不想死啊，我好不容易才托人当上了安王府的侍卫，这是我出的第一个任务，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唉，谁让你们跟错了主子呢？我就不信你在进安王府之前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既然你还能留在那里，就应该知道富贵险中求这句话。所以就算你们回去全都死了，也怪不到我主子头上啊。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野心，还有安王的狠辣。反正他们已经走了，估计院子里的毒气也都散了。要不咱们进去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说不定运气好还能保住一命。别说，还真让他们在一个落灰的角落里面找到了一个瓷瓶，里面有一粒丹药，一看就是被落下的。应该都带齐了，还好我前几天将草药都炼成丹药，不然今日还不好搬呢。哎，蜜蜂，我们住哪儿啊？我住哪儿你就住哪儿。百味居啊，那感情好。哎，我知道你在百味居里边有一个单独的院子，我不嫌弃，跟你住一块就行。正好呀，平日里的吃喝都不用自己做，直接让他们送过来。你不嫌弃我还嫌弃你呢。哎呀，老张头也算是自己人，你就别这么小气了，左右不过是2个房间的事情。嘿，可不是嘛，多跟主子学学，别一天到晚呀小气巴拉的。就是的，蜜蜂咱们可不能小气啊，所以房钱咱们就不收了，只收饭钱就行了。老张头啊，你1个月的固定花销是500两银子，按照百味居普通的标准1日3餐，1个月少给你算点吧，100两银子。然后呢，以后我每个月再给你400两的花销就行了，那100两直接扣了，回头我去跟掌柜的说，按时给你送饭。我在小院子自己做饭的时候，1个月撑死呀也就10两银子，你们收我100两，是不是太过分了？这简直就是明抢啊！我不用他们给我做饭，我自己买菜自己做，这样总行吗？当然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但是做饭得用炉灶吧，得用柴火吧，这些都是要算银子的啊。我院子里可没有小厨房，所以你要做饭就得等不忙的时候去大厨房做，这样算下来那就50两银子吧，少要你点。我就用你们借个厨房，1个月还要收我50两，你们的锅是金子做的呀。你也可以不用厨房啊，用你的小药炉。我上次不是在你小院门口试了吗？熬粥还是可以的，就是小了点。如果你想出去单住或者单吃也是可以的，毕竟腿长在你身上。
不过要是被以前那些人或者安王府的人找到你，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那么及时来拎你。毕竟米方也挺忙的，我还要陪主子逛街呢。行，你们厉害，我也不自己买菜了，让他们给我送，我要吃好的。我就不信了，100两，总不能让我天天喝粥吃咸菜吧？米峰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每天按着他的给我来一份。想坑我银子，门儿都没有！我可知道蜜蜂是很喜欢吃的，我全都给你吃回来。早就听母亲说你今日要早来，我一直等着呢。放心吧，曹小姐的身体啊已经大好了，只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夫人是有什么话想问吗？神医，我女儿以后还能有子嗣吗？但这种事情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儿，能不能要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也是想问的，可是他没有那个勇气。能能有子嗣，能生孩子，绝对没有问题，我保证。我说话算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子，就算你要我马上去死，我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你呀，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我总要你命干什么？好了，你身体刚好，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情咱们不着急，我这就先回去了。刚到百味居，就听到了米峰传来的消息，说安王在吴成阁名下的产业留言，说要见他。不见，他的腿就是我弄断的，我再让老张头给他接上，我是吃饱了撑的呀。老张头，刚才曹大夫给了多少的银票来着？好像是5000两。来，我帮你看看这银票是不是真的。安王府，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你只是个舍卫首领，不是玉皇大帝，居然敢对吴成阁的阁主动了那种心思。王爷，他们也是平时嚣张惯了嘛。再说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万无山庄的人只说了神医的事儿，并没有说这神医是吴成阁的人呐。而且咱们和荣王的刺杀，那本来是万无一失的，都败在了那叶芝的手上。不如，别以为你那点心思本王不知道，就是因为这小子是你的侄子，所以才敢这么嚣张。平日里他打着本王的名义在外面招猫逗狗，本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他居然毁了本王站起来的希望，就冲这点，本王也绝不会放过他。王爷，求您饶了他吧，以后他再也不敢了。而且这世上又不止这一个神医，老奴马上继续去找，王爷的腿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可知万无山庄的人跟本王都说了些什么？他们任务失败，在将银子退回来的时候，免费送了本王一个消息，说是补偿。他们的人在前几年出任务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神医，在永墨古国附近，所以你觉得你还能找到更好的神医吗？老奴去吴成阁求阁主，一定将神医给求回来，还请王爷饶了老奴侄子一命。去吴成阁求？吴成阁连个具体的位置都没有，你上哪儿去求啊？去大街上跪着喊吗？那叶芝睚眦必报的性子是出了名的，没当场杀了他，那都是你家祖坟冒青烟。本王已经让人去吴成阁下的产业递消息了。安慰看着南宫恒，支支吾吾半天没有说话。说话，哑巴了。属下去吴成阁名下的百味居递了消息，正好他们的副阁主在。副阁主说咱们安王府的人要将他们的阁主卖去红莲阁，还要将他堂堂副阁主卖去元阳馆。我问咱们是怎么还有脸去求神医的？来人啊，将他给本王拉下去，杖责80，赶出王府，不许医治，生死有命。管家听见这结果一点都不意外，王爷这是已经给足了自己的面子，要不是看在自己在王府兢兢业业几十年的份上，自己的侄子怕是要人头落地了。你去打听一下，那叶芝平日里都喜欢些什么，本王亲自去一趟。
安危站在原地没有动。怎么？还有什么事吗？王爷，乌城阁阁主的喜好倒是不用特意打听，江湖上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那阁主喜欢看热闹。摄政王府。你是说那天除了安王和荣王找的万无山庄的人，还有聂宁？是，那聂宁的一个手下啊，混进了万无山庄刺杀的人群中，还踹了米峰一脚。后来阁主出去将人给杀了之后啊，那聂宁就出现了，还明说是来杀王彦宁的。阁主说呀，有他在，就绝不可能让他杀。华山为了保护属下，还被割伤了手。阁主当时就怒了，拔了头顶上的金针啊，就跟聂宁打了起来，还抽了他好几个大嘴巴。最后呀，将人踹到树上。属下觉得，要不是因为阁主那天啊头疼状态不好，现在就没有什么聂宁了。玄儿到底还是护着本王的。阁主确实是说，那日是不可能让他杀了您，可是后来也说，以后杀不杀无所谓，反正呀，不耽误他看热闹就行。后面的话，你大可不必说那么清楚。就这么平静的过了1个月，米峰也在将张子时接去百味居的第2天就出门了。好像是说有一批从其他国家运来的货物出了点问题，连夜就走了。唉，米峰不在的日子还挺无聊，都没人给我讲八卦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这时百味居的掌柜让人传来消息，说请他过去一趟。你确定米峰掉下悬崖了？主子，或许副阁主命大，被挂在哪儿也说不定啊。主子，咱们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去找了，可是那悬崖太过陡峭，还没有消息传回来，不然您再等等。那家伙是个命大的，死不了，我亲自去将他找回来，然后带他去报仇。万无山庄既然敢对我的人下手，那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马车上，止血散、生鸡丹、固体丸，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能不能坚持到咱们去救他。虽然他总跟我作对，但其实人还是不错的。他死不了，命大着呢。就算是摔残废了，我也会拎着他，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给他报仇的。万无山庄的庄主高文兴，我只是闭关了半年多而已，你们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我看这庄主的位置，不如让给你们2个做可好？庄主，那乌城阁阻拦我们人去出任务，还害我们损失那么多顶级杀手，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再说了，是他先出的手，我们只是反击而已啊。对呀，庄主，自从1年多以前乌城阁突然崛起，明里暗里不知道抢了我们多少生意。现在4国的人都只认乌城阁，都快把咱们万无山庄忘干净了。就连2个月前的那批天丝云锦也全都送去了乌城阁名下的牵衣房。要知道呀，以前那天丝云锦和蚕丝锦缎还有各国的珍贵瓜果，都是先送到咱们万无山庄的。这口气，哎呀，就算我们能咽下，可江湖上的人怎么看咱们呀？如果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万无山庄就要没落了。天丝云锦、蚕丝锦缎，人家有办法拿到，那是人家有本事。我早就说过了，咱们万无山庄100年来只重视2点，第一是培养顶级高手，第二就是消息渠道和速度，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可是你们呢，非要去做什么生意，你们是那块料吗？现在可倒好啊，生意做不过人家，杀手被人家揍得满头包。消息呢？那叶芝还有2日就到落日崖了，你们知道吗？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再怎么说也是叶芝先出的手。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咱们的生意只针对江湖上，朝廷的事情不要插手。那2个王爷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不知道吗？居然敢接他们的任务去杀摄政王，谁给你们的胆子？别说叶芝了，
就算是摄政王也不会放过我们。现在开始，全庄戒备，将外面的杀手全部调回来守着山庄，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接任务。离开京都的5日后，魏巡站在落日崖的边上。哎呦，还挺高啊！这掉下去还能活呀？主子，还是属下去找吧，您在上面等着就行。只要找到人，不管是死是活，属下肯定将他背上来。我亲自下去，不然还怎么嘲笑那个笨蛋？就在魏巡在看不到从哪儿下去比较好的时候，2匹快马从远处疾驰而来。凤千诀，你来这里干什么？本阁主知道了，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对不对？那晚的事情魏泽已经跟本王说了，不管怎么样，你都护了本王一次，所以你在这里等着，本王替你下去找人。等人找回来后，本王再陪你一起去万无山庄。我的人我自己下去找，至于万无山庄，那是无城阁的事儿，跟王爷没有关系，王爷不必掺和进来。怎么会跟本王没关系？阁主别忘了，那日刺杀的人不管是谁派来的，但来的可是万无山庄的杀手，而且本王是绝对不会看着你自己下悬崖的。我没有要自己下去啊，我带他一起下去，找到米峰以后也好第一时间救他。阁主，下面这么深，你还是跟王爷在上面等着吧，属下下去，就算死了也一定能将尸体给您背回来。闭上你的乌鸦嘴！主子说那货没死，那货就肯定还活着，不知道祸害1000年吗？你们爱下去不下去的，反正我是要下去的。要死人啦！不行了，我害怕，我头晕，我要晕过去了！救命啊！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哎呀，主子，您可拎住了啊，千万别松手！我好像看见我张家的祖宗来接我了！阁主和王爷都不用这绳子，那还绑来做什么呀？这不是给主子用的，是给米峰用的。这么高摔下去，肯定不会一点伤都不受。主子说等他找到人之后，用绳子把他捆上来。阁主都能带张神医下去，那带米峰上来应该也不难吧？张子时没人拎是绝对不会下去的，所以主子才拎他。至于米峰，主子嫌沉。你还有没有事啊？没事能不能把嘴闭上？你话怎么那么多啊？风千诀看着魏巡连一个力都不用借，就这么拎着张子时轻飘飘的往下落，心中无比的震惊。别想了，你学不会，这不是什么武功心法内力之类的东西，这是灵魂之力，你没有。到了，醒醒老张头，快点醒醒啊，还得去找人呢。看来这是真晕了过去啊。我听说过以毒攻毒的方法，王爷你在这等我一下，我拎着他上去再重新下来一次，说不定就会清醒了。不用再来一次了啊，我醒了，已经醒了。我现在腿软，走不动，得缓一缓。你不用管我啊，先去附近看看蜜蜂大概掉下来的位置吧。不用看，你跟我走就行。我下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北边崖壁上的一些石头上有抓痕，有血迹，越到下面越多。后面还有被压断的树枝，所以往北走肯定没错。我自己走。哎呀，我自己走还不行吗？哎，别拽了，屁股都磨得冒火星子了，快松手啊！不都说人美心善吗？明明长得是个绝色，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一点都不可爱。看看给我这领子拽的，都回不去了。还有这后面，磨得都快露肉了。走嘛，我这不是在走吗？哎，别动我啊，我害怕。哎，我错了还不行了吗？您是仙女，人美心也善的仙女，是救人救世的活菩萨。看着前面一片被压塌了的小草，上面还有一大片血迹，皱起了眉头。流了这么多血，从收到消息到咱们来，已经过了10几天了，这人还能活吗？他还活着，但是你回去以后跑跑步，锻炼锻炼，
别没走2步就喘得跟要死了一样。你不是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丸吗？赶紧找一个吃了，别人没找到，你先死了。血迹到这儿就没了，蜜蜂应该就在那山洞里吧？主子，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左胳膊骨头断了，肋骨折了几根，右腿应该是掉下来的时候被石头刮掉了一块肉，不过问题不大。腹部中了一刀，没伤到要害，但血流了不少。刚才在第一次见到血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些发黑，果然啊，有中毒的迹象。落地的时候应该是背部先着地，体内的脏器有些轻微出血。主子别担心，我这不是还活着呢，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找我的。看，门口那些野兽都是我杀的，我厉不厉害？放心吧，属下没饿着，也没渴着。还好我跟华山学了个好习惯，随身带着匕首，不然连门口那些野兽的肉都割不下来。这山的后边应该是有水源，那边往下滴答的水就够我喝了，就是每次爬来爬去的有些费劲。所以主子，你真的别哭了，不然我会笑话你的。半条命都没了，废话还是那么多。蜜蜂这个样子，现在也不宜挪动，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待上几天。本王传来消息，让他们送了些东西过来，足够我们这几天的吃用了。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刚才出去发现了一些东西，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主子，您快去吧，难不成是想在这里看着我换衣服，占我便宜？越往北走，路就越窄，前面的山挡住了2个人的去路。穿过后，魏巡看着不远处烤着野味的10几个黑衣人，瞬间就明白了凤千诀说的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人在那儿？野枝？哼，动了我的人居然还敢在这吃吃喝喝，那你们就先走一步吧，万无山庄剩下的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凤千诀看着魏巡飞过去之后，二话没说，一手拎着一个黑衣人，踩着悬崖上突出的石块和树枝，气力就窜了上去。敢将我的人打下悬崖，那你们也下去吧，看看谁的命更大。飞上去之前还冲着那几个鬼差看了一眼，这几个人灵魂都黑透了，也不知道手上沾染了多少无辜人的性命，带回去之后好好照顾一下，等初期我回去的时候会去检查的。我收回刚才说你没有福气的话，是我肤浅了。前面有条小溪，一会儿本王洗干净了再给你。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摄政王，居然连这种小事都做。以前我还以为你是像那2个废物王爷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呢。本王这摄政王可不是从出生开始就是的，阁主别忘了，在当摄政王之前，本王是将军。本王从小就被父亲带到军营里，从小兵开始，要求所有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别说洗东西了，就是简单的饭菜本王都会做。等回去后，阁主试试本王的手艺如何？魏巡本想拒绝，但看着凤千诀眼中的期待，还有那张惊为天人魅惑人心的脸，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下来。魏巡去小溪边洗漱完回来的时候，老张头，蜜蜂能不能动啊？咱们该上去了。我是神医，不是神仙，他这刚好一点儿，自己肯定是上不去的，拎着也不行啊。我没说让他自己走，我是问他能不能移动。哦，移动啊，那可以，只要尽量别碰着伤口就行。本王还有一只更大的鸟，驮它上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管虫鸣鸟叫大鸟？这不是真正的虫鸣鸟，应该只是有一些虫鸣鸟的血脉而已。辛苦你了，等你将这小子送上去之后，千万记得回来接我啊。王爷，我好歹也帮您将蛊虫给拿了出来，您堂堂摄政王是不会这么小气的，对不对啊？大鸟就不用了，本阁主就费劲，再叫你拎上去就好。这时
正在烤山鸡的魏泽见华善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怎么了？王爷早上传信说是今天上来，这是上来了。我听到张子时的叫声了。突然一只大鸟飞了上来。别打！哎呀，华山别打，费银子！我杀个鸟能费什么银子？这是王爷的鸟儿，它的名字叫费银子。这鸟儿很听话的，就是吃东西太挑了，而且还喂不熟，只认王爷。华山，你快看，费银子的背上有个人，好像是米峰啊。就在华善想抬头看的时候，贝寻就拎着张子时上来了。主子，你们有没有受伤啊？魏泽说费银子上面的那个是米峰，他叫什么？阁主，他叫费银子，是我们王爷从小养大的。怎么样，好不好看啊？等以后呀，如果有了小费银子，让王爷送你一只可好呀？王爷，快夸我，属下这是在帮您呢。名字是魏泽起的，其实摄政王府还是有些银子的，养得起他。至于小费银子，如果你喜欢，等有了之后送给你。兄弟，等你好了之后呀，我们陪你一起去报仇。阁主说了，要将万无山庄杀得一个都不剩。而且那天他和王爷出去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身上沾染了血腥味儿。他作为一个杀手，对血腥味尤其的敏感。虽然主子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说，但他就是知道主子肯定是杀人去了。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贝寻会为了他要杀光整个万无山庄。主子，其实属下快闭嘴吧你啊，别惹我生气啊。一个不分好坏以杀人为目的的山庄没了就没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牛！南境京都，这都过去2天了，也不知道王爷收到密信了没有。太后，王爷他。哀家知道你想说什么。哀家知道千珏肯定是要有事儿才会出京都的。哀家也相信，只要千珏收到了信儿，绝对会马上赶回来。而且要不是他早就给哀家留下保命的丹药以防万一，这会儿皇儿怕是已经……哀家不会怪千珏的，千珏是个好孩子，说到底还是我们母子俩连累了他。刺杀的事情哀家已经听说了，是安王或者是荣王干的吧？这孩子什么都不跟哀家说，也不知道伤着没有啊。太后，你也别太忧心了，王爷没事儿，皇上也会没事的。王爷的丹药已经把毒素压制住了，虽然宫里的太医没办法将毒逼出来，但也说了，只要不再次中毒，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从现在开始，我和魏海会轮流守在这里，不会离开一步，绝不会再让人钻了空子。这次不是你们的错，谁也想不到密毒竟然一直藏在皇儿的枕头里，还特意等千珏出城之后才将引子拿出来让皇儿毒发。所以这不怪你们，要怪就怪我这个做母后的不细心，居然连皇儿的枕头里面藏着毒都没有发现。太后，王爷这会儿在路上，可能还没有收到消息。还有，暗卫传了消息回来，那位神医现在跟王爷在一起，相信王爷一收到消息，马上就会带着神医回来的，请太后宽心。贝太傅，还是您的主意好。知道那小皇上从小就有认枕头的习惯，这才能让本王轻易得手。现在那小皇帝已经中了毒，听说马上就要不行了，咱们现在只要等着就好。老夫还是不放心，毕竟现在皇上还活着，要不王爷还是派人进宫探探虚实吧。本王已经派人去过了，虽说现在凤千珏没在京城，但却派人将宫里守得跟铁桶一样。本王明里派的人被挡了回来，暗里派的人全都有去无回，至今连个声响都没有。不过这样也好，宫里守得越紧，
就代表那个小皇帝的情况越不好。太傅不用担心，内毒可是本王特地命人从南疆弄回来的，他们自己都解不开，宫里那些废物太医就更不可能解得开了。他一个帝师，学识渊博，没想到最后竟然走上了这条路。那小皇帝可以说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的，可想到贝府的将来，他的眼神又坚定了。这边被寻几人终于在4天后到了万物山庄的大门口。武成哥来报仇了，叶芝杀人来了！快来人啊！叶芝来了，叶芝来了！阁主，这件事是我万物山庄的不是，我已经问过下边的人了，是他们对副阁主出手阻挠他们出任务而心生不满，这才追杀副阁主，设计让其掉落悬崖。还好啊，副阁主吉人天相，不然本庄主怕是要以死谢罪了。那就死吧。没想到这看着不大的小姑娘这么不好说话，一说话就是要人死。你们的副阁主又没死，我们万巫山庄愿意赔偿，阁主开个价吧。要多少银子这件事才能罢休啊？再说了，是你们先阻挠我们的人出任务的，这件事说起来，双方都有过错。看见没？他们这是怪我没让他们杀了你呢。既然他们不满没能刺杀成功，本王现在就站在这里，放马过来吧。那个摄政王说笑了，是下面的人不懂事，接错了任务，这才闹出了误会。是啊，真的是误会。诸位应该知道啊，我们万巫山庄向来不接关于刺杀朝廷大臣的任务，也不插手朝廷中事。误会？据本阁主收到的消息，当初接这任务的好像就是2位长老呢。这个，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本阁主今日就是来杀人的，还是一个不留的那种。本阁主的人，本阁主打得骂得，你们是个什么东西啊？也敢动本阁主的人？想必你们在动手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做好了要承受本阁主报复的准备。毕竟这江湖上谁不知道本阁主是个小心眼的，从来受不得气。阁主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你们就6个人，其中还有一个重伤，一个不会武功，本庄主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一个不留的。不愧是百年山庄，居然还有护庄阵法。这阵法我听说过，好像叫什么1年4季，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布出来了。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这个阵法只要我们一进去，就会迷失在这里面。现在看着是春天，但只要进去后，温度和天气就会快速变化着1年4季的景象。这里面一共有4个阵眼，如果找不到或者速度不够快，到最后不是被他们偷袭杀死，就是被热死或者冻死。华善你留下保护他们2个，我们3个进去。你们跟紧我，我会试着破阵。你们在说什么？什么阵法？那里刚才还是山庄的大门，现在变成了这般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的景象，这就是阵法。还有鸟儿的叫声呢。别怕，本王懂阵法，从前打仗的时候也用到过，一定会破阵的。绿意盎然，有山有水有小溪，在哪儿？鸟叫？哪个鸟？这次轮到凤千诀几个人愣住了。山在那儿呢，那么高，上面还有雾气，水从山上流下来，那么大的瀑布。哎，小溪，阁主您看，就在前面大概50步那里，那是入阵的位置。咱们呀，只有破了阵法，才能看见万无山庄的大门。大门不就在那儿吗？那群人还跟傻子似的站在那里，期待的看着咱们呢，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大病。你看得见山庄的大门？看得见啊，不就在那儿吗？大门又不会跑。那你看不见前面的阵法？啊？哪有阵法？我还没见过呢。薰儿，多看书有好处，比如
神识的基础知识。大师兄，你有话就说，别绕弯子。薰儿，你是有神识的。所以呢？叶白一一。所以，任何虚幻的障眼法在你眼中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是实体。如果你想看见，将神识封闭起来就好。所以大师兄，你还是赶紧疗伤去吧，我去看法阵了，别打扰我。嚯，还真的有哎！啊，这样就没有了？有？没有？有？没有？还挺好玩啊！这有大病的，怕不是他自己吧？我有大病啊！不用你，我带你们过去就行。科主，您现在能看见阵法了？能啊，不仅能，我还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呢。看着啊，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话音刚落，几人就见贝寻飞身冲着那阵法就飘了过去。进去了，终于进去了。二长老吩咐下去，只要阵法一启动，就让咱们的人放箭。我就不信了，咱们老祖宗布下的阵法，今日不能将这几个人留在这里。庄主高文兴眼睛都不眨地盯着贝寻，就等着他进去就迷失方向，然后让人放箭。你们在看什么呢？怎么可能？你不是进入阵法了吗？那阵法怎么会没有将你困在里边？你说那个呀，那破玩意儿对我没用。那个几长老来着，赶紧眨眨眼睛。对，眨一眨，你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庄主，护庄阵法毕竟已经上百年，会不会已经失效了？不会，那是老祖宗留下的阵法，是绝对不会失效的，就连阵眼都还在那里。所以问题一定出在人身上。难道叶芝，你不是人？万物山庄的人还真是作死没有止境啊。第一个死的估计就是这个说那个小祖宗不是人的。米峰几人就看见贝寻手中拎着那个大长老飞了回来。护庄的阵法如果想要出去，那得等到阵法自动消失以后才可以。叶芝，你肯定不是人，你就是妖怪。这江湖上哪个门派最少都是历经几十年才能形成一个小小的规模，无尘阁仅仅1年多就开遍4国，一定是你用了妖法。如今我落在你的手里，我认命，你杀了我吧。将人扔在地上，一脚踹了过去，抬起脚狠狠地踩在他的左胳膊上面。只见贝寻手起刀落，稳稳地扎在大长老的腹部，跟米峰受伤的位置一样。毒药？什么？拿一瓶毒药给主子，痛苦不堪还马上死不了的那种。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死啊？你想的倒是挺美，还没结束呢。说完素手抬起，一阵风带起地上锋利的石子，围绕着大长老刮了起来。飓风骤然大起，将他整个人卷到半空中，狠狠地摔了下来。主子，我已经收到消息，就是大长老派人射井，然后将你打落悬崖的。那些黑衣人已经全都死了，摔死的。你放心，你身上的伤不仅大长老身上会有，万无山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一模一样，一滴血都不会让他们少流。米峰看着贝寻，眼泪扑扑的往下掉。你们要报仇可以啊，想杀人也可以，但是我的要求就一点，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跟现在的大长老一样。本王知道了。贝寻见2个人没有问题，就想拽着2人过去。先破了这阵法吧。破阵是没问题，我也能看见，但是我不懂阵法，不知道怎么破。本王刚才回想了一下周围，阵眼应该有4个，不过我现在看不见，只能请阁主代劳了。没问题，你说吧。第一个是山庄门前阶梯下右边的石狮子，第2个是路左边的假山，第3个是右后方的一棵常青树，第4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山庄的大门。
几息后，众人听见4声巨响，眼前的阵法消失了。阁主，这都是您用树枝抽的啊？对啊，就是用这个抽的。等回去，本王送你一把适合你用的名剑，可好？不用，我不要。其实我以前试过很多的兵器，什么刀啊、剑啊、匕首啊，占地方不说，还得擦，麻烦死了。不如这树枝好用，随便哪都能捡一个，又能当刀又能当剑的，好用的很。最主要的是啊，它不用擦，用完扔了就行。注意啊，本阁主要来了。叶芝，你欺人太甚！他那口气还没出去，这会儿没空理你。而且在跟自己打的时候，还能时不时的踹几个黑衣人，那些被踹的全部都躺在地上，再也没了战力。魏则牢牢地记住了备询的话，可万无山庄毕竟是养杀手的，他的武功对付10几个还行，再多就有些吃力了。真慢，你守着他们2个，我来。没想到万无山庄居然会败在我的手上。哼，你们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到米峰身边，将匕首还给他，并将华善也叫了过来。其实内力有些地方跟灵魂之力挺像的，只不过内力是你们苦练成的，而灵魂之力是天生的。内力取于你们的体内，而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灵魂之力你们肯定是做梦也不可能有了，但内力却可以再上一层。你们2个看好了，能领悟多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说完，备询就抓起2人的手，灵魂之力运起，通过2人的双手散发出去。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吗？玄儿，你教他们通过感受灵魂之力去悟内力的更高一层，这没错。但是在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再好好的学一学灵魂之力，再悟一悟？我觉得我学的挺好的。灵魂之力取于灵魂，放于万物，这句没错。那后面一句是什么？后面还有，不就2句吗？哎，算了，你就当大师兄什么都没说吧。不就是以前看书总是看一半吗？等心情好了，我看看剩下的还不行吗？小气鬼，这就不理人了。等心情好了看看，那估计啊，你这心情8成是好不了了。哎，王爷，阁主刚才说的那些是咱们能听的吗？万物皆由心而起，你想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备询猛地回过头，诧异地看着凤千诀，因为他想起来了，灵魂之力取决于灵魂，放于万物。这2句话的后面确确实实还有一句，只不过被他给忘记了。那句话就是万物皆由心生。本王的武功想要再进一步很艰难，但还是谢谢你。主子，我啊，你别动啊，坐好了。你这骨头还没长好呢，你可是真不把我这神医当人使啊。主子，您先休息一会儿，属下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活口。记得发信号，让人来清点一下这万无山庄里面值钱的东西，能搬走的全搬走，能扣下来的全扣下来。还有，记得看看有没有暗室、暗格之类的地方，可别落下了。本阁主记得王爷说过，摄政王府还是有些银子的，所以这点小银子想必王爷看不上吧。本王不要，都是你的。哎，那小不点儿不是吴成阁的信鸟的吗？那不是吴成阁的，吴成阁的信鸟是淡蓝色的。哦，你眼神真好呀，那么高那么小还能看清楚是什么颜色。我只能看出那是个鸟儿，还跟信鸟长得有些像。确实不是吴成阁的，是王府的废点儿。我们吴成阁用来传信的鸟叫信鸟，通俗易懂。所以你们王府传信的鸟叫什么？叫废一点儿，也是魏则起的名字。信鸟就是要小，速度还要快。如果太肥的话，就飞不快了吧？是废一点儿，废一点银子的废一点儿，
看见没有？这种眼里只有银子的男人不能要。那都是以前了，现在华善肯定是排在银子前面的。看见没有？这种把你跟银子比的男人也不能要。王府里的银子都是魏泽在管，所以难免细致了一点。我的银子也都是华善在管，可我们华善就一点都不抠门。魏泽呀，本王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王爷，王爷，请您过来一下。那个小祖宗啊，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你就老老实实当你的神医就好了，其他的别想太多。不过小祖宗您说。他们两个是从小练就的本事，本阁主是天生的，所以你要不就研究一下丹药吧，看看能不能研究出那种吃一粒就能成为绝世高手的丹药。如果真能研究出来，哎呦，老张头你就发财啦。真要是有那种丹药，我还能被你们拎上拎下的？哼，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等回去以后呀，我天天锻炼身体，不然早晚有一天啊，被你折磨疯。薰儿，皇上中毒了，情况不太好，我得马上赶回京都一趟。而且宫中的太医都不能将毒逼出来，可能得麻烦张神医进宫一趟。好，咱们一起回去，你带着老张头去给那小皇上看看。正好米峰伤成这样，也得回去好好休养。我是个神医，你们好歹尊重一下我可不可以啊？每次都是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能不能问问我的意见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去不去？我去。看，这不还是得去吗？所以我问不问你有什么区别？再说了，还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了？我让你出苦力了，还是让你去杀黑衣人了？我是让你洗衣做饭了，还是让你出谋划策了？你一个看病捣鼓药的，除了医病你还能干什么？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神医有点用的份上，你现在绝对被那棕熊吃的连个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哪还能在这儿跟我唧唧歪歪的，还挑三拣四的？还不赶紧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走了。刚将米峰扶回自己的小院子，掌柜的就来了，说被梦香在店里面闹了起来，说什么都不肯走。你好好躺着，我去。主子，您还没换衣服呢。他现在可是荣王侧妃，我只是郑国公府的小小姐，换了衣服我还怎么瞅他？哎呀，真想出去看看热闹啊！你等着啊，我好胳膊好腿的我去看，我看完了回来给你讲。我知道你们有天丝云锦，赶紧拿出来，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我还得早点回去陪王爷呢。不就是银子吗？本侧妃有的是。侧妃，店里是真的没有天丝云锦，您就是在这等一天，那也是没有啊。一声脆响传来，脸上并没有预期的疼痛。阁主，这脸皮还挺厚啊，把本阁主的手都给硌疼了。以后像他这种无理取闹伸手就打人的，直接还手，不用给他留脸。本阁主的人从来不受这鸟气，就算是有错，那也得是本阁主教训。至于其他人，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你居然敢打我！你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敢打我！我可是荣王侧妃。哼，怎么荣王侧妃就可以随意扇人巴掌了？本阁主虽是个平民百姓，但也是有些脸面的。在四国里，别说你一个侧妃了，就是王妃敢无缘无故的打本阁主的人，本阁主都照山不误。你什么你啊？我店里的人都说没有天丝云锦了，你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所以本阁主认为你是故意来找事儿的。你不是说没有天丝云锦了吗？那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本阁主身上穿的当然是天丝云锦了，就是你想买都买不到的天丝云锦。哦，你不仅买不到天丝云锦，就连蚕丝锦缎也买不到了。因为这天丝云锦除了被本阁主做了衣衫，剩下的全部都让本阁主送人了。比如说郑国公府的小小姐，
你说气人不？魏梦香听见自己想买都买不到的天丝云锦，竟然被眼前的这个红衣女子送人了。送人就算了，居然还是送给了贝寻，嫉妒让他瞬间失了理智。刚和凤千诀一起走到门口的荣王看着眼前这一幕，贝梦香，住手！王爷，这个庶民居然敢打我，你看我的脸都肿起来了。别说他打你了，就是打死你，你的荣王都不敢问责一句。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见过荣王。都起来吧，本王是来找阁主的。摄政王，虽说他是什么无城阁的阁主，但身上既无诰命，也没有皇上的特许，就是一个庶民。他今日敢打妾身，明日是不是就敢打王爷呢？还不快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别说阁主打你巴掌了，就是打你家王爷的巴掌，你家王爷也得忍着。不信你自己问问看。荣王府中还有些事，就不陪摄政王进宫了。这就完事儿了？寻儿要是不满意，等今晚，本王陪你去荣王府一趟。去荣王府？干什么去啊？当然是踹人去啊。刚才那一脚没踹出去，挺难受的吧？你不是说晚上找我吗？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还跟荣王一起？荣王不知怎么得到本王回京都的消息，一早就等在宫门口，非要和本王一起去看皇上。本王将他留在皇上的寝殿外面，自己进去看了一下，情况是不太好，所以这才着急出来找你。他估计是猜到本王要出来找神医，这才跟过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看到了那一幕，估计他是怕你惹急了要了他的命，这才带着贝梦香急匆匆地走了。没想到本阁主的凶名这么多人都知道，这样也挺好，省得谁都以为无城阁好欺负。皇帝的寝宫内外早就让魏泽给清空了，此时就剩下了江秋陪在里面照顾着。真不是个东西。不知姑娘在说谁不是东西啊？谁下毒就说谁，给那么小的孩子下毒，真是缺了大德了。姑娘真是心直口快，快坐下休息吧。毒我倒是能解，只是有一味药材我没有。神医您说，只要能解了皇儿的毒，不管是什么药材，哀家定会让人找到的。七叶莲，就是7片叶子的莲花。知道了，本王马上命人去找。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我在哪听过啊？让我想一想。他都决定了，不管在谁那儿，只要有，就算他去求，也会将这什么七叶莲给求回来。王爷，看来咱们今晚不仅要夜探荣王府，还得顺便探一下安王府了。你是说安王府有七叶莲？有，安王那货的腿不是断了接不上吗？所以就去派人递了消息求见本阁主，希望能让老张头去给他治腿。本阁主没答应，他就一边变着法的找人求，一边到处找各种珍贵的药材。我记得米峰当初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提到过这七叶莲，好像是在什么拍卖行中。米峰那会儿也想拍回来给老张头，可是因为价格太高就没买，最后让安王给拍走了。江秋听见贝寻自称阁主，而且这神医居然也是他的人，不由心下震惊。这小姑娘看着也就15、16岁的样子吧，没想到这么厉害。太后不必如此，我跟先皇算是认识，所以帮帮他的儿子也是应该。凤千诀诧异地看着贝寻，见他朝着自己眨了眨眼睛，瞬间就明白了他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哀家多谢阁主能救皇儿，这是哀家送给你的信物，以后不管有任何的事情，只要拿着它来找哀家，不管什么事情，哀家绝不推辞。那就多谢太后了。这晚子时，你说阁主半夜连传人带偷东西的，居然还穿一身红衣，这是怕别人发现不了吗？主子只是偶尔迷糊，大部分时候还是很靠谱的。再说了，
就是被荣王发现他来踹人又能怎么样？谁让他的侧妃白天在主子地盘上作死的？要知道我主子可是非常记仇的，他这脚要是踹不出去，今晚都不一定能睡得着觉。唉，如果米峰没受伤的话，带着他来就好了，这样也不用咱们俩大半夜的趴在这里，连个房间都找不到。凤千觉刚想说什么，就听见一阵少儿不宜的声音从下面的房间传了出来，而且还是2个男人的声音。听着越来越过分的声音，凤千觉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将被寻的耳朵捂住。你干嘛？我听得正起劲儿呢。寻儿乖，咱们不听这个，也不能看。这里面不是贝梦香，咱们去别的地方找。被寻最终被凤千觉拉着，1步3回头的去了其他的房顶上。鼠子，这是怎么了？难道被发现了？什么呀？刚刚我俩上了荣王的房顶，听见他们正在……寻儿，前面就是贝梦香的院子了。王爷，阁主刚才说他们正在干什么呀？如果是在数银子的话，属下能不能去抢啊？你要是再这么多话，本王就派你去安王府做暗哨。此时贝梦香正在房间里面发脾气砸东西。侧妃，您消消气，别再摔了，让王爷知道了就更不会来咱们院子了。哼，就是我不砸他也不会来的，这会儿他说不定正在跟哪个不要脸的男人鬼混呢。侧妃，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小心隔墙有耳。就是让人听见又能怎么样？他好男色这件事情整个荣王府都知道，还不让人说了。侧妃，咱们还是得从长计议，您得想办法早日生下王爷的血脉，才能在这王府站稳脚跟。如果是个男孩，那可就是王爷的长子，如果以后王爷真的成事，那这个孩子就是……他连我的房间都不进，我上哪有孩子去啊？侧妃，您当初是怎么嫁入王府的？有第一次就能有第二次。对，你说的对，我得好好谋划一下。正在主仆3人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的时候，一阵银铃一般的笑声从门口传了进来。谁？是谁在那里？贝梦香啊，贝梦香，你这名字还真不是白起的，时时刻刻都在做美梦，还生孩子呢。你的荣王这会儿正在房里跟一个男人这样那样，那声音大的呀，怕是早就将你这个侧妃忘得一干二净了。再说了，荣王好歹是个王爷先皇的血脉，就算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可并不代表他是个傻子。他在你身上栽了1次，难道还能栽第2次？王爷，阁主说的是真的？那荣王真的在房里跟男人？你就这么好奇？难道你对男人也有别的什么想法？没有，绝对没有。属下喜欢女子，喜欢华善，对男人绝对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只是觉得真是够恶心的呀。从千衣房回来的时候，王爷已经跟他说了这红衣女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将这什么叶之舍急了，把他杀了，自己是绝对不会为他出头的。本来想着以后再也不去千衣房，就算是遇到他也绕道走。你来干什么？我以后不去千衣房了还不行吗？来人呐，有刺客！有人要刺杀侧妃，快来人呐！救命啊！守在外面的暗哨听见声音，立马就赶了过来。看着站在门口的凤千觉和屋里那红衣女子时，谁都不敢再上前一步。怪不得他们都没有察觉到有人进来，原来是摄政王和吴成阁的阁主。这下可是麻烦了，这2个人哪个人也不是善茬，一个2个都惹不起不说，还打不过。没你们什么事情，你们这什么侧妃白天惹了阁主不高兴，这会儿腾出空来过来踹他几脚出气。请摄政王和阁主自便，属下什么都没听见也没看见。哎，咱们用不用去禀告王爷一声？毕竟那是侧妃呀。要去你去吧，我可没那命去。没看今晚王爷将谁接到府里了吗？王爷对这个侧妃厌恶至极，就算知道他被踹了几脚也不能说什么呀。再说了，
那可是摄政王和吴成阁的阁主，现在将王爷叫来，王爷能怎么样啊？除了失了面子，那咱们几个出气，也没别的办法了。走啊，咱们再走远点，明日问起来就说咱们什么都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咱们3张嘴，还能怕了那不受宠的侧妃不成啊？摄政王也在外面。对啊，他是陪本阁主一起来的。难不成你以为他是特意赶来救你的不成？原来你不仅做梦比较香，脸皮也厚得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过就是跟你吵了几句嘴而已，你至于这么报复我吗？至于，非常至于。本阁主这个人从来就受不得气，更何况还是一个想跟本阁主动手之人的气。抬脚就踹了过去。你们2个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赶快过来扶着我！你踹都踹了，还想干什么？干什么？本阁主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没踹够呗。说完，冲着贝梦香又是一脚。王爷，我好歹也是荣王侧妃，您就看着他这么踹我吧。侧妃又如何？荣王又如何？他想踹就踹，如果你真被踹死了，荣王想讨个说法，就让他去摄政王府来找本王。不过到那时候估计你也看不见了，可是出期了，要不要再踹几脚？踹死了也没关系，有本王在，不会有麻烦。他血脏，别喷到衣服上，挺贵的。咱们走吧，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踹够了，不踹了。不踹了，再踹一脚，就真的将他踹死了。他死了没关系，主要是白瞎了本阁主的一双鞋，这可是千衣坊新做的，我出门前刚换上的。以后呀，别总是净想些好事儿，离咱们王爷远一点。别说你已经是荣王侧妃了，就算你是公主，王爷都不可能多看你一眼。求表扬。你家王爷最近牵我家主子的手，牵得挺顺溜的啊。王爷，属下刚刚得到消息，北海国又派了使臣，最晚后日就会进入京都。他们不是刚走没多久吗？怎么又来了？行了，本王知道了。这是安王府的库房。回阁主，这不是安王府的库房，这是安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宝贝藏到这种地方，一般人确实想不到，也就你这种喜欢银子的人能找到。小心脚下，别被绊倒了。占便宜就占便宜，还非得找个理由。魏泽也想跟自家王爷学，但看着华山那嫌弃的眼神，默默地将已经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理智回笼的魏泽不禁后怕，华山跟阁主不一样，华山一看就是从小就受了专业训练的。他毫不怀疑，刚刚要是真牵了华山的手，这会儿自己估计已经捧着断手进宫去找张神医去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在想咱们能不能将他这一屋子的宝贝全都偷走。阁主还真是跟属下想到一起了。看，属下连袋子都准备好了，分本阁主一半，就当是老张头给小皇上看病的辛苦费了。我同意了吗？这些东西里面有我的吗？本王怎么觉得寻儿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啊？也不能这么说，以前主子都是明抢，这偷还真是第一次，难免会有些兴奋。王爷您进去吧，属下在这里守着。王爷，没有找到七叶莲，不会被安王给吃了吧？不会，我听米凤说过，那玩意儿不能随便吃，会死人的，所以一定还在这里。还有，魏泽，你下次能不能多拿几个袋子？我这马上就要装不下了，还有那么多没拿东西呢。先用这个吧，这样应该就能装下了。还是王爷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王爷，你们不是偷宝贝去了吗？怎么外袍还……丢人呢，真是丢人啊！以后如果主子再来干这种事情，自己绝对会记得带上几个袋子，还得多带几个。主子可是找到那七叶莲了？
找到了，在这里。华善，你拿着这个跟王爷进宫去找张子时，我就不去了。我要回去找米峰看宝贝去。这里好多我都没仔细看，反正全都装回来了。等米峰好了以后，我得让他再去查查荣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在哪，咱们再去偷。这可真是太好玩了。荣王府藏宝贝的地方在荣王寝室床底下的密室里，偷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是明抢。魏泽，你帮阁主将这些东西送到千一坊，然后再进宫找本王。荣王府的偷不了，等过几日本王忙完了，带你去偷太傅府的。太傅府为了陪我娘的嫁妆，应该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有，被藏起来了而已。贝府的祖上可是海盗，怎么可能只有那么点东西啊？只不过那些东西都不太能见世面而已。千一坊，我还担心主子有危险，一直没敢睡。没想到，主子，你是去偷东西了呀？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偷不偷的，就好像那安王的银子来路正当似的，还不是他手下的人贪墨的。本阁主这叫行侠仗义。这里面的药材，回头让老张头全部都制成各种药丸，送去给那些连病都看不起的穷苦人家。其余那些用不着的就全卖了，分给那些因为天灾和打仗伤残而且没有劳动力的百姓和士兵。这些东西咱们一点不留，全都送出去。哎，主子，您轻点，轻点。这些东西光看盒子就挺贵的。心疼什么？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本阁主过些日子还要去偷太傅府呢。听凤千诀说，那贝府祖上可是海盗，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唉，要不是他忙着小皇上的事情，你还受伤了，我简直恨不得现在就去太傅府。哎，其实主子去太傅府偷东西也不能叫偷，顶多叫偷偷的拿。毕竟，主子您也姓贝，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谁跟那一群狼心狗肺的是一家人呢？本阁主虽然姓贝，但可不是他们那个贝。对对对，主子您说的对，您跟他们同姓只是凑巧而已。哎，说起来，主子，您能不能等我好了再去啊？带着我一起呗，毕竟除了杀人，我还从来没偷过东西呢。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你去了还能帮我装装袋子，拎拎东西，总不好让华善呐。我跟你说，这些东西还真的是挺沉的呢。自从上次主子您跟华善俩人去洗劫了老张头的小院后啊，他就对这个袋子种下病根了。这要是让他看见还有这么大的袋子，魂儿都得吓飞了。那魏泽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找到这么大的袋子，比咱们平日里装货的都还要大上一圈。哎，对啊，属下忘了说了，再过几天主子又有热闹可以看了。看热闹？对，就是看热闹。今晚您去拿东西的时候，属下收到个消息，北海国他又派了个使臣过来，说是要跟咱们南境交好呢。这件事儿我在路上听凤千诀的一个暗卫说了，这有什么热闹可看？这次来的使臣是个公主。公主？来和亲呢？主子聪明，就是来和亲的。据属下得到的消息，这个公主想要和亲的对象可是摄政王呢。所以主子，您说这是不是个热闹啊？这的确是个热闹。就凤千诀那个人不把那公主抽回北海国，就算是他手下留情了。到时候迎接使臣的宫宴上一定会很好玩。贝须和凤千诀走了之后，贝梦香实在是气不过，去了荣王的院子。侧妃请回吧，王爷现在正在忙，还请侧妃明日再来。哼，你什么叶芝说的没有错，王爷果然是在行苟且之事，还是跟一个男人。叶芝，侧妃是说无城阁的阁主？可不就是他吗？不仅是他，就连摄政王都来了。他们来干什么？是来找王爷的。哼，荣王府的守卫也太没用了，轻轻松松就能让那两个人闯进来，
还上了王爷的房顶，进了本侧妃的房间。这要是王爷有个危险，你们可能担待得起吗？只要侧妃不到处得罪人，想必咱们王爷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倘若有一日因为侧妃得罪了谁，最后却被报复到王爷身上，这恐怕就得让侧妃担待了。哦，对了，荣王府的暗哨全部都集中在王爷的院子和书房周围，侧妃那里是没有几个暗哨的，所以还希望侧妃晚上能警醒着点儿，别到处得罪人，什么时候被杀了都不知道。哼，属下可是听说摄政王和吴承阁的阁主是专门来找侧妃您出气的，可不是来找王爷麻烦的。哼，侧妃还是回去吧，毕竟这件事是侧妃有错在先，就算是被踹了几脚，王爷也没那个时间去替侧妃讨什么公道。摄政王和那阁主武功极高，这次没要了侧妃的命，属实是您命大，下次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属下奉劝你，这大半夜的有这个时间站在这里来找王爷说这些无用的事，还不如去让府医给您瞧一瞧，这万一被踹坏了，可怎么是好呢？我好歹是个侧妃，王爷不替我出头，竟然还在房里，堂堂一个王爷，居然好难色。如果那叶芝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也不知道王爷还能不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到时候好难色，我子嗣这一条还是就要彻底绝了希望了吧。哎呦，还请侧妃慎言呢，王爷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我说嘴呢。至于摄政王和阁主，他们的实力不是你一个从小长在闺阁的女子能想到的，况且这俩人都不是多嘴的，只要侧妃管好自己不乱说，王爷便不会有事。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什么吴承阁的阁主的。贝寻一直在米峰的房间里面整理着那些东西。哎呀，你别说，偷来的就是香，以后得多去偷一些不义之财。这不，收拾了一夜，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主子，那下次咱们能不能等睡醒了，天亮了再整理啊？这些东西放在我房间里，又不会长腿自个儿跑了，什么时候整理不行啊？非得熬一整夜？不行，不整理完我睡不着。属下看呢，是主子您不放心皇宫里那几个人吧？副阁主可是醒了？醒什么醒？压根儿就没睡。快进来吧。这都是本阁主半夜偷回来的。怎么样，这么多珍品，本阁主是不是很厉害啊？掌柜的怔在原地，愣愣地看着贝寻，张大了嘴巴，半天都没有说出一个字来。这天刚亮就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是，刚才摄政王派人来传了信，说皇上的毒已经解了，但还需要张神医留在宫里几日，替皇上去余毒。本来是想将华善姑娘送回来的，可是张神医死活都不肯让华善姑娘走，说绝对不会自己留在宫里，华善姑娘要是走，他也走，所以华善姑娘也只能暂时留在宫里。这老张头的胆儿啊，还真是一言难尽。给凤千爵传话，让华善他俩在宫里留几天可以，但是把人给我看好了，要是受一点伤，看我不找他算账。主子厉害，主子最厉害，主子以后呀一定会越偷越多，越偷越顺的。他这是怎么了？他这是怕自己没及时夸你，回头你哪天想起来了捉弄他。主子，华山这几天不在，要不给您找个使唤的丫头？咱们吴承阁里有很多武功还不错的姑娘呢，手脚也麻利。这您身边就一直华善一个人，终究不是那么回事嘛。您看哪个大臣家的小姐不是好几个婢女？就算是庶女都有好几个使唤的。不要，我叫华善一个就行，其他谁也比不上华善。她对我来说不是婢女，更不是使唤的。
你们对我来说是亲人。陪着张子时回来拿东西的华善站在门口。华善，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听米风的，不会找个什么使唤的。以后不管怎么样，我的身边就都只有你一个，不就是进宫几天吗？难道我一个人还能将自己饿死不成？还好你们都在，我还怕华山将我自己一个人丢在这里跑了呢。怎么，宫里是没有药材，还是没有你能穿的衣服啊？或者让别人来拿不行吗？我就不信凤千诀连个跑腿的人都没有。我的药材可比宫里的那些垃圾强多了。再说了，让个不认识药材的人来替我取，吃死人了怎么办？要是找个懂药材的来，会偷我药材的。第5日的中午，怎么了？难不成将宫里那小皇上给噎死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什么死不死的？我可是神医，我说能救回来的人，就绝对死不了。更何况，只是个小小的毒，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也不知道太医院的那群啊，到底是个什么水准，连这都解不了。这要是在用，算了，反正小皇上好得很，没死。既然人没问题，那你摆着一张臭脸干什么？这是临出宫的时候太后娘娘赏的，属下给拿回来了。那是我的，那是太后娘娘赏给我的。太后没点名说是专门给你的，七叶莲是主子拿到的。你们主仆2个狼狈为奸，各种克扣我的银子。我可没有克扣你银子，我这是替你攒着。我不用你攒，我不是小孩子，我自己会攒。你说了不算。出宫的时候，摄政王让我跟您说，他今晚来找您去太傅府。魏巡一听眼珠子都亮了，银票也不数了。主子，您去哪儿啊？我去找米峰，让他给我准备几个大袋子，不然我怕装不下。我马上就去。是还有什么事情吗？主子，摄政王不是自己来的。知道。还有魏泽吗？米峰还没有完全好，他不去谁拎东西啊？千万可别打起来呀！没错，就是3个人，除了凤千诀和魏泽，还有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娇柔地站在那里看着凤千诀。哟呵，今晚人挺多啊，知道的是去偷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去踏青呢。薰儿，这是北海国的公主莫若。知道，是来跟你联姻的吗？不过咱们去偷东西，公主来做什么？挑衅吗？哼哼，她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各种挑衅。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北海国的公主站在凤千诀身边，她心里就不怎么舒服。她愿意跟着就随她，不会耽误咱们的事情。说完就要去拉贝寻的手，却被躲开了。凤千诀看着已经走远的贝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这是被嫌弃了？王爷，属下这次呀可被您给害惨了，华山都不理我了。我们北海的女子多的是，个个美若天仙，温柔可人，哪像那2个女人脾气那么冲。你愿意待着就把嘴闭上，不愿意待着就回王府去。就算北海的女子多的是，个个美若天仙，王爷也只喜欢前面那位。况且啊，您口中的那些天仙，在阁主面前连个渣都算不上。您呀，将自己的心思收一收，省得将王爷最后那点耐心耗尽了，那可就连最后的一丝情面都没了。薰儿，不是本王让他来的，是他见本王出门，自己非要跟来的。主子，刚才魏泽跟属下说，那北海的什么公主，现在就住在摄政王府呢，还是在王爷旁边的院子，所以这也不能怪王爷。那公主身上啊是有些功夫的，王爷一出来，那公主自然就知道了。米峰已经将太傅府藏宝贝的地方查了出来，所以就不劳烦摄政王大晚上的跟我跑这一趟了。王爷还是陪公主回去吧，省得让这么漂亮的美人儿跟着您到处跑。无妨，只要陪着王爷，本公主去哪里都行。见凤千诀直直地盯着自己，魏巡只觉得一阵莫名的烦躁。一阵清风拂过，魏巡的身影随着清风飘起来，快速地往太傅府的方向飞去。到
到底是人是鬼？阁主心情好的时候是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是鬼，所以还请公主离阁主远一些。你为什么对本公主有这么大的敌意？是因为那什么阁主的婢女？属下不敢。哼，不就是那阁主比本公主的功夫好上一些吗？本公主的功夫也不差，而且本公主的样貌在北海国可是出了名的绝色，我就不信时间一长，王爷会不动心。不是我说啊，就您这容貌，跟阁主比起来，还真是不值一提啊。薰儿，你听本王解释。那莫若的父亲是北海的君主，在他当年还是皇子的时候，帮过本王的父亲一次，所以你要娶她进摄政王府做王妃吗？我知道的。其实你不用特意的跟我解释什么，毕竟你我之间本来没什么关系。今日过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省得让人家公主误会了不太好。对了，以后若是要用老张头，也不用来找本阁主，直接找米峰就行，价钱他自会跟你谈的。风清绝看着再次飞走的人，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在知道先皇驾崩封自己为摄政王的时候，都没有觉得这么头疼过。主子，这里，这太傅府啊，还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就那几个暗哨都不够看的。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属下还是将他们全部迷晕了。哎，看属下准备的袋子，绝对比魏泽上次那个大，这可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哎，主子，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本阁主怎么会不高兴呢？本阁主高兴得很，这么多宝贝全都是本阁主的，本阁主做梦都能笑醒。哎，主子这是怎么了？受刺激了。啊？受什么刺激了？谁刺激他了？啊，自己看。王爷，今日过后，还请您离我们阁主远一些，免得给阁主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华善都已经偶尔会跟自己说两句话了，这下好了，连个眼神都没有。哎，主子，要不我去揍那公主一顿吧？虽然我这伤还没好，但揍个人还是没问题的。你揍他干嘛？他跟着王爷给您添堵，我可不得给您出气吗？我没生气啊，我只是有些不高兴，他没有提前告诉我会带人来。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主子不会为了王爷身边有个女子就不高兴吗？我们主子是什么人？那可不是一般人。我们北海的老人常说，这个做人呐，还是要低调一些，省得以后吃亏。原来你们北海国都是听老人的话呀，那等我老了我也造谣。天知道打这北海公主住进摄政王府之后，她头发都要愁白了，这公主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找到机会就往王爷的房间里钻。现在他跟魏海两个人为了防这公主，直接搬了个矮榻，睡在王爷寝室的外间。那日子过得简直就是提心吊胆的。看看这黑眼圈，他都想去找张神医求点药吃了。将手放在刚才被寻摸过的砚台上，露出了底下的密道。这下好了，王爷跟我一样了，连个眼神都没了。你们两个赶紧装，全都装回去。哎，这里好多东西都能放到黑市上，能卖不少银子呢。哎，没想到堂堂一个阁主，居然干起偷东西的行当来，这是穷疯了吗？我们无城阁自建立以来，所有店铺中挣下的银子都会分出一半去救济灾民和贫苦百姓，其他渠道得来的东西也会全数卖掉，建学堂、开医馆，让那些穷苦人家和那些为国牺牲的亲眷家人们能吃得上饱饭，看得起病，冬天穿得上棉衣，孩子上得起学堂。所以，敢问你堂堂一国公主，又为了你们北海国的子民做过些什么？不会只顶着一个公主的头衔，自信的满地晃悠，处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实际上毫无作为吧？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吴城阁的银子都用在了这种地方。那不是还剩下一半的银子吗？要是本公主，就将全部的银子都捐出去，这才算有本事。公主不会以为我们吴城阁的所有人都不用吃饭，不用穿衣，没有家人，不需要发礼银吧？难道公主身边的婢女
平日里都是白干活，不需要吃喝的。再说了，我们无城阁的银子怎么花，还轮不到公主在这说嘴。毕竟我们的银子没有一个铜板是您挣下的，说白话谁还不会啊？所以呀，还请公主有了本事和银子再说这种话吧。属下等着公主将自己的银子全部都捐出去，最好连北海国库的都捐了。你说的容易，国库的银子岂是我能做得了主的？那你又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得了本阁主的主啊？银子是本阁主的，本阁主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哪天高兴了，本阁主将银子扔河里听个响儿，都和你没关系。若是这么喜欢多管闲事，请回你自己的地盘，别在这里碍本阁主的眼。管好你的女人，本阁主可有日子没杀人了。王爷，我好歹也是一国公主，竟然被他们三人这么说，你也不管管。本王觉得他们没有一句话是说错的。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回北海国去吧。整日待在这里，确实挺碍眼的。我是不会回去的。我父皇说了，让我给你做王妃。本王不会娶你，本王已经有了心仪之人。可是我父皇说让我嫁给你的，别忘了，我父皇可是曾经救过你父亲的命啊。哼，本王说不会娶你就是不会娶你，你父皇还做不了本王的主。况且当年他救本王父亲的恩情，本王也早已经还清了，不然你的父皇怕早在几年前就是一捧黄土了。还有，回去后替本王转告北海的君主，让他将那些心思收一收，别总打些歪主意。对，你这个歪主意，赶紧回你的北海国去吧。没见那主仆二人连一个眼神都不想给我们俩吗？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回去的。我就不信你永远都不会喜欢上我。还有，我好歹也是个作为北海使臣来和你们交好的，你们南境还没有开宫宴呢。明日就开宫宴，等宫宴开完之后，本王派人送你回北海。切，干得漂亮，这个祸害终于要走。魏泽，你将公主送回王府去。魏泽，你将公主送回王府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公主，请吧。这可是您在王府住的倒数第2个晚上了。本公主在没嫁给王爷之前，是绝对不会回北海的。哈哈，公主可能还不了解我们王爷。王爷说要送您走，就有100种方法送走您。薰儿，老国公和国公夫人都不在，明日的宫宴你会去吗？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刚才看到公主的架势，绝对是要在宫宴上逼婚的。这么好看的热闹，本阁主当然要去凑了。薰儿，只是为了看热闹，就没什么别的想法？想法？什么想法？哦，对了，他要是逼婚成功了，我给你随个大礼，就100两银子吧，不能再多了，他不值那个价钱。嗯，不值那个价钱？对，不值。别看他一身白衣娇滴滴的，但身上杀戮太重。虽然本阁主也杀过人，但杀的都是该杀之人，从没有伤过一个好人。但他，不说也罢，万一他真成了你的王妃，你该报复我了。本王绝对不会娶她，本王已经有心仪之人了。你娶不娶她，有没有心仪之人，关我什么事啊？我要回去了。果然，他对自己不是一点心都没有，可能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哎，华山，你说，主子到底是对那摄政王有心还是没心呢？哼，你瞎嘛！我觉得有心，不然主子为什么一看到那公主就一副想要揍人的样子？知道还问？但是你可别乱说啊！主子的心，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不说，魏泽喜欢你的事儿，我也不会说的。这晚，大师兄你在不在？大师兄，我有事情想问你，你回我一声呗。大师兄，出来。贝寻就这么一直叫到了快天亮，都没有听见叶白的回应。
到了用午膳的时候，主子还没起？没有，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一直到天快亮才睡。哎，你可千万别乱来，不管主子对那摄政王有没有心思，就算是有，主子现在也还没有嫁进摄政王府呢，咱们不能乱了分寸，误了主子的名节。行吧，要是主子真的嫁给摄政王以后，那什么狗屁公主再来捣乱，小爷就去杀了她。你们两个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吧。主子是不是饿了？来，看我给你拿了什么来。百味居新研究出来的菜品，来尝尝看怎么样啊？这里还有千衣坊连夜做出来的衣裙，全都是用天丝云锦做的，保证您在今晚的宫宴上将那什么狗屁公主比成渣。我真的没事，再说了，我跟凤千爵真的没什么，他娶不娶那公主跟我没关系。对对对，主子您说的对，咱们吃好喝好穿得美美的，管那些臭男人干什么？平白的没了好心情。来，你们坐下一起吃。对了，蜜蜂，你别忘了将我上次从王安府偷出来的那些药材尽快让老张头做成丹药送过去。主子放心吧，老张头已经让我使唤的快要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宫宴设在晚上。寻儿啊，你大舅舅和二舅舅一家去外地了，还没回来，所以今日你跟三舅舅和三舅母一起进宫，看三舅母给你带来了什么。时辰还早，舅母好好给你打扮打扮。三夫人是该给小姐好好打扮一下，小姐平日里真的是太懒了，洗个脸就能出门，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哇，小姐你看，三夫人带来的首饰真是精致啊，您戴上一定能把那个什么公主给比下去。你说的是北海国公主？你们已经见过了？前几日陪小姐出门的时候见过一次，长得还挺好看的。她哪有我们寻儿好看？那公主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看着好，里子可黑着呢。寻儿听话，咱们离她远一点，省得招惹了麻烦。三舅母，那北海公主是怎么回事啊？给寻儿讲讲呗。这件事说起来啊，倒也不全怪那公主，可是后来的路却都是她自己走的。北海国的君主跟咱们南境现在皇上不一样，当初咱们南境先皇驾崩的时候，安王和荣王也不是没有想过那个位置，可却被摄政王以雷霆的手段镇压了下来，一路保着小皇帝稳坐皇位。但北海国君主现在之所以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是因为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兄长。这个奴婢知道，大概5年前，已经年过50的北海老君主在一次狩猎中重伤不治，最后身亡。本来应该是当时已经30岁的太子，也就是现在北海君主的兄长莫天继位，可却被一夜之间屠了满门。当时带兵去太子府上的就是现在的北海君主莫武，理由是太子被一个敌国细作迷住了，联合起来一起设计将老君主杀了。太子一死，排行老2的莫武迅速攻下皇宫，清理了太子一党，做到了君主之位。对，就是这样。没想到你一个婢女知道的倒是挺多。三舅母，您继续说。薰儿，你知道我新家在北海，不说富可敌国吧，但国库中有近1半的税收都是新家交上去的。我从小就有经商的天分，所以父亲平日里出门都会带着我。在嫁给你三舅舅前，我更是经营着新家1小半的产业。就在差不多6、7年前，也就是北海老君主驾崩的前1年，你三舅舅因为生意要去一趟北海，我就跟着一并回去了，顺便看看家里人。哪曾想，无意间在城外的路上看到了坏在半路上的太子府的马车，当时太子正扶着一个女子下马车，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脸，就是现在的北海公主莫若。三舅母，您是说当时迷惑北海国太子
被说成戏做的是现在的北海公主。对，就是她。我是个做生意的，有着见人不忘的本事。只要是同一张脸，再见到一次，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回去给母亲过寿，在公主府门口一眼就将她给认了出来。莫若不是那君主的女儿吗？是女儿，但却是私生女，是现在北海君主的第一个通房丫头生的。通房丫头知道自己怀了身孕的时候，莫武的王妃才刚进门不满半月。那王妃是一品大臣家的嫡女，脾气是出了名的不好。如果让她知道通房有了身孕，一定会连孩子带人全都打死，然后扔去乱葬岗的。那丫头知道自己有了身孕，怕被刚进门的二皇子妃弄死，连夜就跑了，一直跑到一个很远的小村子，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后来那个通房丫头为了养活孩子，什么苦活累活都做，一直将孩子养活到了10几岁才离开人世。说来这丫头啊，也是个聪明的。她在离开莫武的皇子府前偷走了他的贴身玉佩，就是为了将来能让自己的孩子回到皇族。可是谁曾想到，莫若虽是莫武的亲生女儿，却被当成一枚棋子，让她去勾引自己的亲皇叔。带人去灭门的是莫武，放过一个人容易的跟画个横一样。所以莫若在莫武当上了北海国君以后，成为了公主。可她也因此事不是清白之身，再不能怀有身孕了。这些消息都只有辛家人知道。辛家有的是赚钱的路子，但最怕的就是上面那位为了我们兜里这点银子谋财害命。就因为这几年已经有了迹象，我和你三舅舅才会暗中去查着公主的事情。只是希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有些消息会有点用处，救我母族一命。莫若这次来，怕又是那北海君主想故技重施，控制摄政王。可是我们听到消息说，在年前的赏雪宴上，摄政王似乎对你另眼相看。你三舅舅这才让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薰儿，你一定要离那公主远一些，她的心机和手段绝不是姑娘家口角能比的。如果那公主找你麻烦，就将你外祖母搬出来，先将她震慑住，回来三舅母再给你出气。三舅母放心，薰儿知道了，定会一直跟在舅母身边，离那公主远远的。小姐，这简直太神奇了！明明画了半天，但这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痕迹，但是整个人又精致了很多。薰儿平日里是该好好打扮一下，这都已经到了可以议亲的年纪了，怎么也要相看个自己中意的。中意的好像有一个，但是好像不怎么中用啊。在快要到宫门口的时候，马车突然没有预兆的停了下来。出了什么事情啊？差点将小姐和三夫人从马车里摔出去。华善姑娘，有人拦咱们的马车，好像是那什么北海国的公主啊。本公主听说南境镇国公府的小小姐长得绝色，所以特地等在这里看看是她长得美，还是本公主长得美。薰儿，你别动，舅母出去看看。舅母不必惊慌，她不是想看看我吗？那就让她看看好了。如果看不到，怕是她不会死心的。镇国公府小小姐被寻，见过北海公主，不知公主在此处拦下臣女，有什么事情吗？哼，你就是被寻。听说你跟摄政王走得很近呢。本公主今日在此拦你，没有其他别的意思，就是特意来警告你，别打他的主意。摄政王妃的位置只能是本公主的，你最好给我放聪明一些。这北海的公主也真是太过分了，来咱们南境不住驿站不说，还非吵着要住在摄政王府。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摄政王的父亲凤老将军曾经跟北海国的君主认识，这才念着一丝情分让他住了进去。切，不
不管是什么情分，那也是摄政王父子俩欠下的，跟人家小小姐有什么关系啊？就是的，一个别国公主而已，还真当自己是盘子菜了，居然在咱们南境的土地上给咱们的孩子为难，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哼，等明日早朝，我一定让夫君在朝上参这公主一本，最好能给这公主参回家，省得在这膈应人。公主怕是忘了，这是在南境的土地上，您要是想发疯，请回北海。再说了，本小姐和摄政王怎么样，是我跟他的事情，别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就算是有什么，也轮不到你一个别国公主来说三道四啊。毕竟您现在还不是摄政王妃呢，就连个未来的都不是。你一个官家小姐，竟然敢跟本公主这么说话？怎么，说不过就用公主的身份来压人？公主的身份是这么用的？本小姐虽说没正经的念过什么书，比不上朝堂上那些为国分忧的大臣们，但也知道从一个公主的做派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素养。很显然，北海国的素养好像并不怎么好。被寻是吧？你很好，你好得很。刚才你羞辱本公主和北海国的话，本公主会一字不差地告诉摄政王，让摄政王来治你的罪。让摄政王治他家主子的罪？哼，要是摄政王知道自家主子是因为他才受了这无妄之灾的，他不马上来哄人替主子出气，都算他有骨气。见莫若气哼哼地坐上了马车走了之后，雪儿你放心，我们刚才都亲眼看见了，是那公主先对你出言不逊的。如果摄政王真的因为这个对你发难，我们都会出来为你作证的。对呀，荀丫头，你不用担心的。虽然老国公和老夫人不在京都，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看着你受委屈不管的。将刚才那几个夫人都记下，等回去后送点美颜丹过去。雪儿，你终于来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好久呢。是啊，我三哥也不放心，一直没有跟父亲进去，也在那边等着你呢。薰儿，怎么这么晚？是路上遇见什么事了吗？没什么，路上遇见北海的公主，说了几句话而已。雪儿，你说的容易，那什么北海公主说的有一句是人话吗？我要是你啊，就直接抽她几巴掌，简直是太气人了。快让开，快点让开，马儿惊了，快闪开啊！失控的是兵部侍郎附上的马车，听声音车上坐的是韵儿。主子，要不要属下去救人啊？这边都是女眷，武官和大臣们离得远，怕是来不及。再看看吧，我相信他心中有数。啊，谁竟然敢撞本公主的马车，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北巡几步上前，一把握住了想要打人的北海公主。又是你，你怎么处处都要跟本公主作对，还真是不将本公主放在眼里。北海公主在我南境的土地上张嘴就骂，动手就打，臣女眼睛小，装不下脸那么大的公主。再说了，马受惊本就是意外，一国公主连个容人之量都没有，还真是到处宣扬你们北海国良好的教养。公主还是赶紧进宫去整理一下吧，毕竟这宫宴可是为您准备的，可别将北海国的脸给彻底丢尽了。没将他撞死，真是可惜了。韵儿，你是故意的？我可不就是故意的吗？谁让他欺负寻儿的？就是没想到他命这么大。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你救回来，不是让你为我去死的。而且他那种人，就连让你受伤都不配。今晚的宫宴你别参加了，好好的一个姑娘，可不能留下一身的伤疤。小小姐，请一步，王爷派了马车来接你。王爷听说了刚才的事情，这才急匆匆的出来接你。这会儿啊，也在马车上，是王爷专用的马车，跟那公主的呀不是一回事儿。薰儿，既然摄政王来接了，你就去吧，舅母自己进宫。
你跟那公主闹了不愉快，她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在摄政王身边也好，起码他能护着你的安全。但是薰儿，舅母有话要嘱咐你，你是女子，可千万别让他占了便宜，就算是摄政王也不行。拉着被寻的手就进了空无一人的偏殿。薰儿，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本王并不知道莫若会在半路上拦你，找你的麻烦。没关系，反正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薰儿，帮本王一个忙可好？什么忙？等宫宴结束之后，你去跟米峰说，价格他会跟你谈的。这件事情米峰帮不了本王，只有薰儿可以。借银子可没有啊，要杀人的话也得看杀谁。本阁主说过，从来都不杀好人，只杀该杀之人。不借银子也不杀人，就是需要薰儿帮本王一个小忙就行，不会很麻烦的。展开说说。本王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是本王保证，这件事情对薰儿来说全是好处，绝对没有一点坏处。你若答应本王，等今日宫宴结束之后，本王会将摄政王府库房的钥匙给薰儿，喜欢什么随便拿。摄政王府的库房可不是那什么安王府、荣王府和太傅府的那些垃圾能比的。摄政王府的库房可不是那什么安王府、荣王府和太傅府那些垃圾能比的。不借银子不杀人，什么都不用做，还有银子可以拿，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当然了，本王什么时候骗过你？还有，只要薰儿答应了，本王保证帮你将那个北海公主气死。薰儿不是最喜欢别人看不惯你，又干不掉你的样子吗？这句话绝对是说到被寻的心坎里去了。本来在路上看见莫若那嚣张的样子，心情就不怎么好，再加上昨晚叫了夜白一宿，到天亮了才睡着，这会儿被那公主和凤千珏闹得脑子昏昏沉沉的，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那薰儿先在这里休息，等宫宴快开始的时候，本王再来。这会儿你的三舅母应该跟你三舅舅在一起，本王会派人将平日里跟你玩得好的几个叫过来陪你。薰儿已经答应了，应该不会反悔吧？你将本阁主想成什么人了？只要是本阁主答应的，就绝对不会反悔，绝不会做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主子，您答应摄政王什么啦？啊？我也不知道啊。他让我答应帮他一个小小的忙，说不会很麻烦。不仅如此，还能气死那北海公主。不借银子不用杀人，事后还将摄政王府库房的钥匙给我，让我随便拿。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答应？没过多久，林家姐妹和季欢颜就来到了偏殿。薰儿，你什么时候跟摄政王走这么近的？刚才在长乐殿里，有个人找我们，说是摄政王叫我们来这里陪你。本来我们还不相信，怕被人骗了。后来还是父亲认出那是一直跟在摄政王身边的侍卫，叫魏什么的，我们这才跟着过来。哎呀，你这里呀还真是好，不像在那长乐殿里，还得时刻注意着自己的形象，看谁都得笑不说，还得让人不停地打量，看我们是不是一世一家的女子。坐在那儿是腰也累，心也累，还是这里安逸？就你会享受？咱们这还不是托了玄儿的福吗？玄儿，你是不知道，刚才摄政王派人来叫我们的时候，坐在一旁其他大臣家的女儿羡慕的一口银牙都快要咬碎了。估计等宫宴过后，要跟你交好的人该多了起来了。若儿说的没错，就连我爹的头都仰得高高的。我娘说那嘚瑟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想抽。薰儿，我们跟你交好的时候，只觉得脾气性格都甚是相投，真的没想过占你的便宜。就算以后你跟那摄政王不好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因此而疏远你的。到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都能陪着你半夜爬墙出来，
偷偷去摄政王府，给那摄政王一闷棍替你出气。我知道的，你们那些我都知道的。本来我们交好的时候也没那凤千诀什么事情，说起来那时我跟他还不熟呢。可不仅仅是不熟悉，还报复似的互相保媒拉线呢。几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一阵争执的声音。公主，这偏殿中有王爷的贵客，还望公主去别的地方休息。什么贵客还能有本公主尊贵？本公主今日还就要在这里休息，你们几个赶紧给我让开！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刚刚王爷出宫去接那小狐狸精了。这会儿在里面的，如果不是那什么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本公主就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当泡菜。这公主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这是南境，又不是他们北海，这底气到底是谁给她的？凤老将军曾经跟现在的北海君主认识，怪不得这北海公主这么嚣张啊，原来是有所倚仗。如果那公主在宫宴上找寻儿的麻烦，也不知道那摄政王会向着谁。不过没关系，等一会儿回去我就跟我娘说，如果那公主真的在宫宴上找你麻烦，就让她联合她那些平日里经常喝茶的夫人骂死她。你可不知道啊，我娘和那几个夫人虽说都是世家大族出来的，但这嘴上骂人的功夫可真是一点都不差，一句脏话都没有，字字都能见血。就那什么什么公主根本就不够看的。欢颜说的不错，等回去以后我也要跟我娘说，我娘骂人也很厉害的，那把我爹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呢。就这脾气，就这说话没把门还不受气的样子，简直跟他家主子有的一拼，也难怪这几个人能玩到一起了。放心吧，就那什么公主我还不放在眼里，用不着凤千诀，我自己就能收拾她。咱们呀还是得自己有本事才行，不能总被困在深闺里。如果自己有了本事，就算将来嫁人，夫家的人也不敢随意给你脸色看，还得将你好好的供起来，不管对谁都得有所保留才行。其实这话魏巡早就想对三个人说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因为他虽然没有看见三人的命簿，但却可以感受到，如果他们三个人没有遇到自己的话，将来则是一片的黑暗。这样吧，等宫宴结束以后，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我有一些产业，你们可以试着接触一下，看看每个人都适合些什么。但我有个建议，这些事情咱们私下进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不傻，知道备询的意思，也知道备询是真心的为了他们好，不让其他人知道是因为在将来的某一天，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退路。薰儿，时辰差不多到了，该过去了。说起来，臣女还没有给摄政王行礼呢。薰儿永远不用给本王行礼。寻儿，你是无城阁的阁主对不对？一定是这样，我就说呢，王爷怎么可能同时对两个女子这么上心？原来是这样。备询，如果本公主在宫宴上将你的身份揭穿，你说会如何？一个在四国经营着无数产业还有杀手组织的无城阁阁主，居然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你觉得南境可还能容得下你？跟在身后的林家姐妹还有季欢颜听见莫若的话，愣愣地站在原地。她在说什么呢？被气糊涂了？什么无城阁，什么杀手组织？是啊，又见面了呢，北海公主。不知道本阁主这张脸，公主看的可满意？本阁主不仅仅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本阁主的外祖母还姓司徒，你说好玩不？就算她是从小在山野间长大的，但并不代表她什么都不知道。永莫古国，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还真不是自己能够得罪得起的。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公主尽管去说，看看究竟能有几个人相信。再看看
在这南境，谁能有本事能将本阁主给撵出去？你可别忘了，本阁主杀人可从来不眨眼。看你那紧张的样子，虽说摄政王平日里不苟言笑，但还不至于对寻儿做出什么不合礼法的事情来。你懂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就晚了。三舅母，我是真的没事儿。摄政王让我在偏殿休息了一会儿，还将邻家姐妹几个叫过去陪着的。舅舅这次可是借了寻儿的光喽。从宫门口你被摄政王接走后，我们刚到长乐殿就不停地有人来套近乎。这不，见你来了，你舅舅我才有空喝口茶水润润嗓子。你舅母更是啊，被那些夫人缠的脸都要笑僵了。虽说你舅舅我也是镇国公府出身，但毕竟从商了。要知道那些大臣呢，平日里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最不屑与我们这些商人来往，怕拉低了他们那高贵的身份。就你话多。我又没说错。你看看对面那兵部尚书，脑袋都快仰到房顶上去了。还有那刑部尚书，哎呦，你俩快看啊，那一嘴的大白牙，哼，这本来眼睛就不大，这下好了，笑得彻底看不见了。寻儿是不是给舅舅和舅母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这样的麻烦呢越多越好啊。你是不知道，平日里那些人仗着自己是官绅，得意的不得了，哪会将我们看在眼里呀？你舅母呢，更是明里暗里不知道受了多少的窝囊气，这下可好喽，翻身喽。别听你舅舅瞎说，哪有那么严重？平日里别说是我们这种商人会被瞧不起，就算是官位低一些的，哪个不是如此啊？那些高高在上的，不过就那几个人罢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般模样，不然这京都的大街上还不得天天打架呀？皇上驾到，太后驾到，摄政王驾到，北海公主到。知道的是这北海来了个公主，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个娼妓呢。你这骂人的功夫可是见长啊。那是自然，跟在主子身边，总不能丢了主子脸。北海公主莫若见过南靖皇帝。这公主怕是有什么大病吧？这可是在宫宴上，难不成她还想把当年对付北海太子那招用在这里？不过她的目标不是摄政王吗？这不对啊，莫若现在的状态跟前几次自己见到的不一样。前几次虽然说身段上也算是娇柔，声音也算好听，但绝对不是这种感觉，太不对劲儿了。皇上，这次本公主来是为了和亲的，我们北海愿意跟南靖结百年之好，共同对抗外敌。本公主这次的和亲对象是摄政王，本公主已经跟摄政王相处了几日，很是愉快，所以还希望南靖皇上和在座的大人们成全。莫若说话的速度特别的慢，随着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大殿中本来议论的声音渐渐变得安静下来，甚至连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从起初的不屑、看不上、做梦、赶紧滚变成了爱慕、惊艳，女子则是心生亲近。发现这一现象之后，贝寻赶紧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坐在对面的林家三公子林安舒居然是清醒的。那货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中的戏谑却是被他看了一个一清二楚。皇上，本公主心仪摄政王，还请皇上成全。说到这儿，莫若转过头看了贝寻一眼，不可能，他的媚术可是自己的父皇请了高人亲自教的，就连当年的太子都没有办法，他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本王不同意。回皇上，臣听闻这北海的公主已经住在摄政王府有几日了，这不娶，
怕是不好吧？对呀，皇上，北海国公主身份高贵，跟摄政王简直天作之合呀。贝勋回过头看向华山，发现他竟然没有完全被魅惑住，眼中不停地挣扎着，身体呈现出一种保护的姿势，想出手触碰自己。哎，主子，属下刚才好像被那什么给附身了。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儿，怎么可能有东西敢附你的身？我们不要魂了。是那北海公主。是公主？是会什么邪术吧？差不多吧，不过学的时间尚短，还没成气候。咱们就先当个乐儿看看，毕竟这种热闹可不是时时都有的。主子您说啊，这公主有这种本事，为什么不在摄政王府就用了，偏偏用在这大殿上？应该是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学得太扎实，怕魅惑不住凤千诀。在这大殿上用，虽然控制他们的时间不长，但也足够让这些大臣和那小皇上逼着凤千诀娶她了。还真是不要脸。不过这种邪术属下还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但是看这效果应该是属于媚术一类的。这世上真的有媚术这种东西吗？应该是有的，毕竟你主子我都能看见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媚术什么的也没什么不可能。而且我觉得不仅有媚术，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和东西出现。我们就等着看吧，我总觉得这片大陆要慢慢的乱起来了。说到这儿，贝寻的眼神突然空洞了起来，就连心里都不太舒服，压抑的喘不过气儿。主子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本王不会去北海公主，本王已经心有所属，就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贝训。摄政王三思啊，北海公主是为了两国交好而来的，您要是喜欢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大可以等公主进门之后让她做个妾呀。还请摄政王为大局着想，为南境着想啊。贝寻本来不想理会凤千诀，转身就想要坐回去。阁主答应要帮本王一个忙的，而且阁主也说了，绝对不会反悔，绝对不会做出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情。薰儿，本王的心意你可真的不知。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薰儿，本王……闭嘴，有完没完了？北海公主这么好，你们自己娶回去供着多好啊。娶公主呢，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这要是让你们谁家的老祖宗知道了，半夜都得上来夸你们几句。我这就去给各位差爷们送礼，半夜让他们送我上去，谁要是敢娶，我就带走他个不孝子孙。贝寻带着灵魂之力的一吼，瞬间将大殿里面所有人的心神都给喊得清明了，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根本不敢去回想自己刚刚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摄政王娶公主，他们是中邪了吗？不要命了？哎，不对，刚才摄政王说什么？他心仪谁？恭喜摄政王找到心仪之人，臣等祝摄政王早日抱得美人归。他在心里不停地安慰着自己，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情。今日本王就在此宣布，今生今世除了贝训，绝不会娶任何女子。就算天地崩塌，河水倒流，都不能改变本王的心意。如果北海国因此事向南境发兵，本王会亲自率兵出战。突然间，贝寻的灵魂深处似乎响起了同样的声音：你们反对与我何干？只要他愿意，今日就是踏破这天门，我也要将他带走。薰儿，薰儿，你怎么了？薰儿，没关系，如果你不想答应，没人能够逼你，别这样。你究竟是谁？他是谁？凤千诀疑惑地看着贝寻，他还能是谁？或者他透过自己在看谁？贝寻，你不喜欢凤千诀，对不对？你说你不喜欢凤千诀？不，我喜欢。
公主，我说我喜欢凤千绝，你听见了没？眼中满是欢喜。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只这一句我喜欢凤千绝就够了。怎么会这样？就你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控制得住我？你以为这大殿上只有我没被你控制住吗？我告诉你啊，只有我发现的就有3个人，本小姐、凤千绝，还有林家三哥。是本公主学艺不精了，不过没关系，我就不信不能让她爱上我。凤千绝，我那么喜欢你，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凤千绝，你说要娶我做王妃，凤千绝，说你喜欢的是我。凤千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倒不是被他魅惑住，而是心底出现了一个景象。你用性命为我踏破天门，我以灵魂护你永生。等我。脏了。公主在宫宴上的所作所为，和对我南境大臣们所用邪术，本王会一一告知其他3国。明日，本王会派人送公主回北海，终生不得再踏进我南境一步。魏泽，这件事由你来办。如果活着的公主送不回北海，送个死的也行，所有的后果自由本王来承担。摄政王叔，这北海公主会邪术，对咱们实在是一大威胁，不如请摄政王叔出手，废了她的邪术，这样也能确保在送她回去的路上不会再出现什么变故。魏巡听见小皇帝的话，拿起一个果子，冲着那莫若就扔了过去。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果子，轻轻地打在莫若的身上，但在那2个鬼差眼中，却是一团金光。在金光打入莫若体内的同时，果子掉落在了地上，不停地捂着头，满地翻滚，哪还有一国公主的样子？哎呀，别在这儿装了，人家小小姐就是扔了一个果子，这就开始赖上了。可不是嘛，估计一会儿啊，就该让人家负责任了。哎呀，这种人呐，连邪术都能使得出来，还有什么使不出来的？要我说呀，就直接杀了这什么狗屁公主得了，居然敢在大殿上对着皇上和咱们用邪术，也不知道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的呀，咱们的皇上可才刚刚大病初愈，这要是有什么不是，把这公主杀100遍都赔不起啊！皇上，摄政王，不如就让老臣一刀结果了这北海公主，也可以震慑一下北海。臣附无意，不然其他2国看在眼里，也觉得我们南境太好欺负了。这件事本王心中有数。今日的宫宴就到这里吧。魏泽，将人带走，关入地牢，明日直接送走。好了，都散了吧。寻儿的鞋子没了，本王帮你出宫。本王会亲自将寻儿送回镇国公府，待本王准备几日，就找人去提亲。刚才我是不是听错了？摄政王说过几日要去镇国公府提亲。我也听见了，我不仅听见摄政王说要去提亲，还听见他说今生除了寻儿，绝对不会娶其他女子，就算天地崩塌，河水倒流，也不会改变心意。哎呀，真是羡慕死人了！要是我以后也能遇到这么对我的男子，我还犹豫什么呀？直接嫁就对了。喂，你清醒一点，忘了寻儿是怎么跟咱们说的了？就你这样的，将来怕是会被人骗得连性命都要丢掉呢。我就是说说嘛，那可是摄政王，这天下有几个摄政王那样的男子？不说权势，只那样貌就让万千少女失了心，也就寻儿还能那么淡定。那个，本王在宫宴上说的全都是真心话。本王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你解释一下。本王的父母很是恩爱，所以很早本王就决定
以后也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相伴一生，这才在知道自己与你有婚约的时候很是抗拒。但本王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不负责任。是，你的负责任就是给我选夫君吗？还一选就好几个，我知道的。那个，这件事确实是本王考虑不周，但也没想真的随便将你嫁给谁。那些人的世家和为人都是各中翘楚，不管是谁嫁过去都不会委屈，也不会有欺压正室嫡妻的可能。后面再有本王认你做妹妹，他们更是要敬你爱你。但如果你不愿意没看上，本王也定不会强求。所以我没嫁呀，是我不知好歹了呗。是本王不知好歹，幸亏你没有看上眼的。其实本王在京都郊外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你的身影就一直在本王心里挥之不去。京都郊外赏雪雁，是一道红色的身影。那我知道了，是在山洞那次。是本王中毒，你捏着本王的下巴，一脸心疼的往本王嘴里塞药那次。你就是那个雪夜戴着面具的那个男人。1年多前，身边的2个护卫是无赖的那个。那你的泪痣呢？我记得好像是红色的，还挺好看。本王也不知道，那泪痣时有时无。薰儿，你不知道，当本王知道你就是叶芝的时候，心里是欢喜的。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你说呢？话都让你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呀？那薰儿在宫宴上说喜欢本王，可是真的？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那本王马上就找人去镇国公府提亲可好？等等吧，等初七我问问看。米峰和张子时站在院子中。老张头，你说主子这是不是好事将近了？我可没银子给那小祖宗随礼，不过给王爷炼点那方面的丹药还是可以的。老张头啊，你说这话的时候小点声，要不让主子听见了，你下个月银子就又没了。你们2个大晚上不睡觉是没事做了吗？蜜蜂，去拿双鞋子给我送上来，我鞋子没了一只。还有老张头，你等我穿了鞋子下去再跟你算账。主子，虽然咱们都是江湖儿女，但您是不是也太不拘小节了呀？那种事情最好还是回房间里。哎呀，怎么就这么急，连鞋都给弄丢了？我让你江湖儿女，我让你不拘小节，我让你回房间。在你眼里，你主子我就是这么随便的人吗？我打死你！不，主子，你一点都不是随便的人。我的脚，如果错了，您随便请问不是人。哎呦，主子，您慢点儿，我这伤还没好全呢。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快别砸了，再砸下去这房顶就要没了。小祖宗砸得好，使劲砸，叫他天天叫我陪他吃青菜，一点肉都不给。哎，砸准一点啊，瞄准脑袋，只要砸不死，我就能救回来，保证随便包一包就能干活，一点都不耽误事儿。此时的地府中，金池已经有反应了，这说明寻儿……今日这样的结果，咱们再送寻儿去人界的时候就知道了，不是吗？是，我是知道，可是，我突然后悔了。如果不送寻儿去人界，让她永远都待在地府，这金池会不会永远都不觉醒啊？不会，他只是灵魂受损，早晚都会想起来，到时万年前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难不成你还有第2条命，再救他一次？那人也是执着万年了都不肯放下，依旧在等。如果万年前的事情注定要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哪怕这次连一魂一魄都剩不下。说起来，
我还从来都没有谢过你救我呢。都快万年了，你现在才想起来谢，会不会太晚了？这也是天道给你留下的一线生机，不然你现在就是这尘世间的一抹尘埃而已。雪儿啊，只有你们强大起来，才能冲破命运的桎梏，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放心，虽然不知道要多久，但大师兄会帮你的。初七这天很快就来了。大师兄，崔哥哥，你们今日不藏起来了吗？不藏了。雪儿，过来坐下。大师兄有话要跟你说。雪儿，你是不是有话想问大师兄？是，就那个凤千诀，我能不能跟他成亲啊？能。真的能？能，但是不能同房。大师兄，你说什么呢？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而已，并没有想那么多。你不想，不代表那人不想啊。哎，千万记得你大师兄的话，我们不会害你的。虽然我们不能去人界参加你的婚礼，但是我们有礼物送给你。这几千年来，地府已经被我翻的都不能再翻了，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我可是你大师兄，藏个东西还不简单呢。大师兄，你可真是牛啊，居然不声不响的藏着女人的东西啊！你说，你是不是看上孟婆了？寻儿，快别乱猜了。你大师兄心里确实是有人，但绝对不是孟婆。大师兄，你到底喜欢谁啊？我见过没？说起来这都几千年了，我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居然有心仪的女子呢。你这好事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啊？好了，该问的都问了，礼物也拿了，还不赶紧回去？走，崔哥哥，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咱们才不理这冰块脸。伸出自己的左手，手心上赫然躺着一个绿色的玉镯。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你？飞寻拉着崔珏一直走到了地府门口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地方？就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问吧，只要我能说的都会告诉你。我大师兄喜欢的是谁？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你呀，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至于你为什么没听说过，因为你当时还只是个七彩的团子，当然没听说过喽。大师兄喜欢的女子现在在哪儿呢？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能不能去找她玩？我倒是希望你能找到她，跟她玩啊。其实这件事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只是寻儿，尽量不要在你大师兄面前提起，免得他伤心。大约8000年前，他带着只是个七彩团子的你，避开所有耳目，保护你，就这么躲躲藏藏的一直过了3000年。这3000年中的艰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在一次战斗之中，就在他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女子出现了，帮他清除了敌人之后，就一直陪在他身边。整整2000年，他们一直都在一起，只想着等你灵魂成型之后就结为伴侣。可是没想到啊，有一天，那女子在留下一个玉镯之后，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叶白带着你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找，最后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地的尸体，整整一片峡谷全都是。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敌人会找到你们的，但确实是他保护了你们。后来是你爹娘找到了一直保护你的叶白，也是你爹发现了那玉镯里的一线生机，这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可当时他们自己也受重伤，你爹将自己一生的修为都给了叶白，助他入了地府，从而更好地保护你们。而你娘呢，则是化作金光，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我的爹娘……是啊，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爹娘呢？薰儿，他们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那他们为什么会身受重伤？大师兄为什么会带着我到处躲藏？我大师兄跟我爹娘是什么关系啊？你大师兄是你爹娘的义子，至于你爹娘，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万年前曾有一场大战，持续了1000年，死伤无数。薰儿，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只要有了让这天地都惧怕的能力，天界、妖界、魔界又能奈你何呀？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变强了，能不能替我爹娘报仇？报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你大师兄和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金簪收好，那是你娘留给你的。镇国公府的福院中，原来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原来我有爹娘，我的爹娘很爱我，原来娘一直都在我身边守护我。薰儿，别想那么多，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你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仅此而已。从前看着地府中那些小孩的父母为了他们不顾一切，我很羡慕。大师兄知道，我以为他们不要我了。没有，他们很爱你。大师兄，薰儿乖，我们一直都在，一直陪在你身边，从不曾离开。风千觉站在不远处的树下，看着站在窗前的贝寻，深深地皱起眉头。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现在很不开心。薰儿，在看见风千觉的时候，瞬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到了他的怀里。薰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你外祖父和外祖母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不要紧，本王去说。不是，都同意了。那薰儿这是怎么了？是不愿意嫁给本王？不是，只是突然间很高兴，高兴我也是有爹娘爱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贝寻总觉得，虽然崔觉是说在他还是个气团的时候，他爹娘就不在了，可是他总觉得他见过爹娘，只不过被他忘记了。所以他究竟忘了什么？看着眼前的凤千觉，贝寻突然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他忘了问那个白发男子的事情了。算了，下次再问吧。我们王爷呀，真的不是舍不得杀那个莫若，实在是他也有用啊。想要查那个部落，我知道，不必解释，只要主子没事就行。见华山终于肯理自己了，魏泽高兴的都快要飞起来了，站在旁边不停的跟人家说话，终于将人给说急了，揍了他一顿。叔父，这揍一顿，整个人都觉得通透了。你这就是贱的。3日后，太后亲自带着懿旨到了摄政王府。哀家今日是受了摄政王所托，来替他提亲的。后面这些都是他准备的聘礼，哀家又往里面添了一些。阁主是好人啊，虽说那天有些不愉快，但后来却让人送来了一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让我一直没动的境界又进了一层。要知道，我的境界如果再不松动，不管是命数还是气数，就都要进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机缘的原因。很显然，阁主正是因为看了出来，所以才救了我一命。也正因为这样，我才隐约看出你们的将来。王爷，你们的姻缘确实是天定，但那是毁天灭地的孽缘呀。
虽说是孽缘，但终究还是有一线希望。不过希望是什么，以我现在的本事还看不出来。王爷回去也不必问阁主，他自己应该也不知道。至于你们两个剩下的路怎么走，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其实自他在宫宴上脑海中出现那个景象的时候，心里就一直都在害怕，怕那个从雪山上跳下去的红衣女子就是备勋，不管是前世还是来世，他都不想让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这晚他再次来到镇国公府，看着在院子中和华善还有米峰吵闹的女子，心中瞬间就清明了。孽缘又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开他的手的。就像他说过的，就算是天崩地裂，河水倒流，都不可能改变他的心意。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主子，王爷来了。你怎么来了？是有事情找我吗？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说。说吧，是成亲的事情吗？不过2个月的时间也太紧了一些。是礼部算的时间吗？薰儿，如果你我在一起，注定是场孽缘，还有毁天灭地的那种，你会如何选择？孽缘？这话是从哪来的？风千却将国师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全部告诉了他。本王之所以将这件事说出来，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薰儿知道，也想让薰儿知道，不管将来如何，本王都绝不会放弃。原来你今晚状态不好，就是因为这件事啊。站起身走到一旁空地上，随意的舞了起来。随着备询的动作，微风阵阵袭来，就像是仙女一样在院中不停的旋转，让人觉得连心都是跟着平静了下来。这王妃居然会跳舞啊，这也太好看了吧。别瞎叫，我们主子可还没嫁过去呢。再说了，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那是舞吗？这不就是舞吗？还是跳给王爷看的。你快闭嘴吧，别耽误我俩学习。我的王爷，您可看明白了？本王明白了。在回去的路上，王爷，为什么王妃给您跳了个舞以后，您就变得高兴了？那舞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还挺好看的。薰儿的意思是，如果这情是善缘，平淡一生他心生感激；若真是天地不公，非要说是孽缘，那毁天灭地又如何？备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百味居。薰儿，我都听说了，昨日太后居然出宫去了镇国公府替摄政王提亲，现在整个京都都知道了。薰儿，你要做王妃了，我还从来都不知道，你竟然和摄政王走到了这一步，赶紧给我们说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哎，还有，那什么无城阁的阁主，真的是你吗？我们虽说长在闺阁，可还是听说过那阁主的，据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怎么看都跟薰儿不像啊。若我真是那阁主，你们不会怕我吗？毕竟我杀过人。那有什么可怕的？我相信薰儿杀的肯定都是该杀之人。他以为在4个人知道他的身份之后，总是会对自己有一些疏远，可是没有想到居然一点都没有，还隐隐的有些自豪的意思。我们没有将你是阁主这件事情跟任何人说，就连爹娘都没有说。不过就是我三哥有些不太好，从那日宫宴之后，他就说要出去散心，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备询低头想了想，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却又想不起来，索性也就不想了。先吃饭，这百味居是无城阁名下的产业，今天这顿我请。那旁边的千衣房也是我的。这要是让那贝梦香知道啊，怕是要气死了。他费心费力想要得到的天丝云锦，居然都是薰儿你的，真是笑死我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呀，怕是这辈子都穿不上天丝云锦了。我发现
璇儿每次出来吃饭，都会给婢女再开一桌。华善和其他人不一样，她不是我的婢女，是亲人。在家里我们都是一起吃的，不分什么你我。你们几个以后身边也要有自己人，或是培养，或者过些日子从无尘阁挑几个也行。那就麻烦璇儿给我们选人好啦，省得我们自己麻烦。至于璇儿的顾虑，我们都知道。放心，璇儿，你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亲人。要是安王又来百味居，阁主，本王今日前来。安王殿下，想必我们阁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的事情我们无尘阁不会插手，还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来纠缠。阁主，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不管什么条件，只要本王能做到的，本王绝不推辞。王爷可是觉得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是你一个王爷能做到的，我们阁主却做不到的吗？本王在跟阁主说话，哪有你一个婢女开口的份？还真是没有规矩。就这样随意插话的婢女，在安王府只有被乱棍打死的份。这是无尘阁的地盘，本阁主就是规矩。要是安王想要讲规矩，麻烦出门左转，回你的安王府去。阁主说的是，刚才是本王太激动了，还请阁主别见怪。本阁主今日来就是为了亲口告诉你，你的腿，本阁主不会出人去救，能不能好，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以后也不必再来了，每次来都占着一个房间，也是够烦人的。主子，可是说完了。嘿，这王爷啊也真是执着，说若是见不到您就天天来，属下也是没有办法。下次再来就直接给本阁主扔出去。不知道本阁主最是讨厌被人威胁吗？本阁主记得上一个威胁本阁主的人，现在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了。野智，本王低声下气的来再三求你，是给你面子。要不是有那神医在，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你别忘了，这可是南境，本王是南境的王爷。南境的王爷，还真是怪珍贵的呢。也不知道南境对一个残废的王爷究竟会有多重视。蜜蜂，你说这南境会不会派兵打无尘阁呀？本阁主真是好害怕呢。我觉得不能，一个残废还有一心的王爷而已，别说得罪了，就是死了又能怎样？再说了，打咱们无尘阁，那也得先找着门才行啊。你这么求着本阁主，应该是已经知道了那神医出自何处啊。真是可惜了，那神医可是本阁主的人，本阁主不让，他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就更别说是治你的腿了。就你这种心性还妄想那个位置，真是可笑。蜜蜂，将人给本阁主丢出去，以后无尘阁的产业不许他再踏进一步，免得脏了本阁主的地。曹韵看着蜜蜂毫不犹豫地将人从窗户扔了下去，还没有等曹韵回过神，我跟你说啊，是你将人给扔出去的，可别让我去给他治啊，我不去。神医啊，是你啊，曹家姑娘，可是好全了。好了，多谢神医。老张头，你又不会武功，韵儿又易了容，你是怎么看出他是谁的？我是神医，神医，看个骨相还不简单？所谓骨相啊。那个，你再给韵儿把把脉，我还有事儿。主子，啊，那个，我觉得安王会报复您的，他刚才的眼神中很明显，而且应该就在这几日，他等不及了。你还真是擅长揣摩人心呢。以后有空就常来百味居吧，蜜蜂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在一旁看着。真的吗？真的可以吗？我有时间的，有的是时间。我娘怕我心情不好，巴不得我天天出来呢。魏巡刚出门口，就说魏泽在蜜蜂的院子中等他。哎，
你在小爷的院中丢了什么？要不要小爷亲自帮你找找啊？王妃，王爷刚才收到消息，说老国公和老夫人受了重伤，现在正在回京都的路上，特意让我来告诉您一声。王爷呢？王爷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独自一人快马迎出去了，怕您还没收到消息，特意让属下在此等您。这时候，掌柜的拿着一张纸条，快步的走了过来。主子，去把张子时抓过来，让他将保命的药都带上，马上备马，我们现在就走。终于在5日之后，到了凤千诀传来的地址上。阁主怎么还没来？王爷就快坚持不下去了。你在这儿看着王爷和老国公他们，我去村口迎一迎。